多几多是何事？纷纷扰扰是是非。多几多是何事？纷纷扰扰是是非。英雄无末路，神剑斩万难，洒热血少年郎，公子美名光。江山如烟，剑路急，拒绝一马，平川桃山渡，归梅岸，羚羊神魂水寒，助我乘神飞天，龙吟响彻震云端。射箭天红踏孤独，飞雨多少日落光华不曾见。几杯之地推杯战，血相融，人落根深，江湖传。剑域大陆，整个世界都弥漫着剑气能量，是修炼剑道的宝地。武者修炼剑道，经过明剑心、铸剑体、凝剑魂、铸剑功、悟剑意、长剑道、开剑域7大境界，可飞升永生。世间留存着10大神剑：天虹、桃神、水寒、星火、震月、逐风、雷祭、荧光、暗灵、血煞，分别代表金木水火土、风雷光暗血的极致力量。时过境迁，如今只流传下的5大圣级势力。中域剑宗、东域画家、南域楚家、北域骆家。吕家坐拥神剑天虹，称雄西域。而今，西域吕家家主吕神通突破剑道境，成为剑域大陆屈指可数的剑圣强者。清溪，你还好吗？转眼间18载，我们的孩子也快成年了吧？家主，吕思明到。思明，我有一个任务交给你，请家主吩咐。你替我前往北域寒山城方家一趟，找一个叫方清溪的女子，把她和她的孩子请至玄天城。你没猜错，方清溪是我的女人，她的孩子是我的血脉，把他们安全地带回来，不得有误。将这个带上，玉佩相合才会信你。
为什么我姓吕而不姓方？小杨，小杨！我就这么昏睡了过去，没想到这一睡，就睡了许久。实在不行，我亲自去魔物森林为杨儿寻药。可弟你是方家家主，这一走，家主就比得上我孙儿的命吗？二舅，娘呢？在外公寻药的日子里，方青红夺取了家主之位。为了打压本家，方青红不仅驱逐了娘的牌位，还要置我于死地。二舅为了保住我的性命，自愿退出家族，而我则被贬为奴仆，成了方里处的马奴。天地之间弥漫着剑气的能量，只有明悟剑心的武者才能发现剑气的能力，而只有吸纳剑气能量入体，使整个身体都宛如利剑般充满破坏力，才能达到剑体境。若你们能够在18岁之前突破剑体境，便不用再来广场修炼，会获得家族功法。今后只需全力修炼武道，为突破下一境界而努力。教习，下一阶段是什么样的？武道第3境为剑魂境，达到这一境界，就可以凝聚剑魂，以剑魂御敌。哦。我还没有踏入此境界，但我们方家的长老都是剑魂境的强者，你们是家族未来的栋梁，我希望你们将来都能成为剑魂境的强者，成为家族长老。剑魂境吗？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啊！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小杨，你剑体境界的事情，千万不能让家族中的人知晓，否则会有杀身之祸。按照目前的进展，想必突破剑魂境也用不了几年。到那时，我的苦日子就到头了。恭喜二公子突破剑体境！二公子今年才17岁啊，居然就突破了剑体境，真是了不起的天才。上午教习指导，下午方青红教授，晚上还有上好的补药。结果17岁才突破剑体境，这和饭桶有何区别？嘿，你还敢躲？本少突破剑体境，所有人都向我恭贺，就你跟木柴似的一言不发。怎么？本少突破剑体境，你很不高兴吗？恭喜二公子突破剑体境，现在二公子想去哪里？哼，打了才知道规矩。去回龙国，本少现在是剑体境的武者，我要去跟他们切磋切磋。是。绿阳，二公子突破了剑体境，以后你就更惨喽！哈哈，剑体境强化身体，力量可比剑心境强大的多。绿阳，哪一天二公子下手重了，有你好受的。燕却不知鸿鹄之志，他们不知奋起改变自己命运，只会嘲讽他人，这才是真正的可悲。哈哈哈哈哈！二姐，
我突破剑体境了。好，三弟，你总算没给父亲丢人。恭喜二公子。方丽姐，你那是什么眼神？现在我也是剑体境，你这是瞧不起我吗？你是方家的二公子，谁敢瞧不起你？17岁突破剑体境，很了不起。哼，你不过是比我早1个月突破剑体境而已，有什么可傲气的？只是比你早1个月而已吗？你不会忘了，我比你还小1岁吧？那又如何？武者之间不看年纪，终究是要凭实力说话。不如我们切磋切磋，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好，切磋就切磋。三弟，你当心些，令贤的实力可不弱。有父亲私下教我的剑术，我还赢不了他。也罢，让三弟吃吃苦头也好。呀！哎！呀！嘿！呀！哈！呀！冲浪剑法！呀！呀！不可能，他的剑术怎么会这么强？方立初，你要学的还多着呢，以后继续努力，好好做人。气死我了！方立初，你要做什么？哼，方丽贤，我承认我现在是打不过你，但我可以打得过吕阳。现在我就去揍他，让他好好感受剑体境的实力。你敢？哼，我自己的马奴，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他的生死也都无所谓。方立雪，你还不管管你弟弟？我三弟的马奴，自然是他想教训就教训。三弟，消消气就好，下手别太重了，闹出人命可不好。哼，知道了，二姐，我不打死他，哼，顶多废了他。吕阳，跑！逃！如今我的实力根本无力抗衡方家，一旦逃跑就是死路一条，不如挨着疯子几下罢了。反正我以剑体之境，还是扛得住的。二公子息怒。呀！看好了，这就是你小瞧我的代价。呀！呀！住手！呀！哎！呀！呀！你还敢躲？呀！呀！呀！绿芽，以前没看出来，你还真能躲，身体这么灵活，看来你是偷偷的练武了。怎么，想反抗啊？哼，你就是个有娘生没爹养的野种，在方家，你反抗得了吗？
杂种，没人要的野孩子，你个小杂种！哼！方礼初，你要知道，就算是兔子被逼急了，也是会咬人的。何况我还不是一只兔子。哟吼！你在我方家白吃白喝了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要咬人了。你不是兔子，那就是只白眼狼喽！大家看见没有？就是只白眼狼，还是一只野种白眼狼。李显，这事你管不了。吕阳，我倒要看看，你这只白眼狼究竟有什么能耐。冲浪剑法！我的天啊！吕阳的实力竟然如此强大！住手！吕阳，有话好商量，你快把剑放下。站住！哼，方立雪，我可不是3岁小孩，现在方家由你爹说了算。他当年就想要我死，今天出了这样的事，你以为他会给我留活路？会，你用我3弟的性命交换，我爹一定会给你留一条活路。会，我爹很疼我，我们一命换一命，你放了我，我爹绝不会为难你。哼，少骗我！就算方清红亲口答应，你觉得我会信吗？方礼初，我自问小时候对你不差，我以为我们之间会是朋友，所以我很不懂，为什么你对我那么大的仇，那么大的怨，非要让我做你马奴，不断的折磨我。没有，我们之间没有仇，没有怨，是我错了。吕阳，你放了我，我再也不会欺负你，我发誓，我再也不会。别说你口是心非，就算你说的是真的也没用。以往你对我的羞辱，今天该做一个了断。你敢！落叶剑法！夜剑法！你也是剑体将，而且是中期，这怎么可能？吕阳实力竟然这么强大，这怎么可能？寒龙剑法！嘿！怎么可能？我愣着干什么？快陪我拿下吕阳！修为被破，丹田受损，还不过来，将我3弟抬上马车！送回家族，必须把这事马上告诉父亲。清月，你带领一队人马前往山林中追捕吕阳，一定要活捉回来。我现在亲自前往沧浪宫一趟，请沧浪宫的医道宗师出手救治李初，帮他恢复修为。李雪，好好照顾你弟弟。是。那小野种抓回来没有？三爷回来了。
似乎没有将吕阳抓回来。没抓回来，难不成让他成功逃脱了？哼！二哥，我没能将吕阳抓回来。若是碰了面，你不可能让他逃脱。这么说，你追丢了？追倒是没追丢，只是这小子狡猾得很。等我们赶到回龙湖后面的山林中，追他的9个剑体境精英，全部都受了伤，没能将吕阳拖住。我们沿着河流追踪，搜索1日，才在下流发现他的踪迹，然后一路追踪。结果，他一路进入魔物森林。方思源等人就是进入魔物森林而就此失踪。我们不敢冒险进入魔物森林，留下几人看守，我便先带人撤了回来。魔物森林，这地方的确古怪得很。你没进去是对的。这小子倒是聪明得很。他肯定是故意往魔物森林去的，知道我们不敢追进去。那里是脱身的好地方，不过魔物森林好进不好出，就连方四海他们进入其中，都数年杳无音讯。吕阳进到里面，肯定死定了。死在魔物森林，便宜他了。当年我就该除掉这小子，没想到竟成了一个祸害。我听雪儿说，吕阳这小子施展过落叶剑法、盘龙剑法、烟云剑法3门剑法。看来是有人暗中教了他功夫，并且他如此年纪便能达到剑体境中期，肯定有人暗中教了他修炼功法。二哥，你是说传授之人必定和吕阳有莫大的关联？家族内有这个实力的，只有方清流。除了他，还有谁？除了他，还有谁？让他离开了长老团，他还不安生。若非他传授吕阳那小野种武功，楚儿绝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方清流，方清流就算退出了长老团，但受方思源的影响，他在家族中的人脉还大得很，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彻底打倒他。你说的对，就算我当了数年家主，可还有很多人认方清流为方家正统。吕阳那小畜生逃了，这笔账自然要算到方清流头上。走，我们去擒拿方清流。方清红，你们要做什么？方清流，吕阳的武功是你暗中教的吧？我果然没猜错。方清流，我儿子今日之伤，都是你的过错。你暗中教吕阳武功，得为此负责。这事我听贤儿说了，若不是你儿子嚣张跋扈，将吕阳逼至绝路，他怎会受到重伤？这一切都是你儿子咎由自取。你放屁！斩！不自量力，去将他拿下！寒山城方家终于到了。什么人？别挡在大门口！朋友，我跟你们打听一个人。说，你们寒山城方家是不是有个叫方清溪的女子？她已经死了很多年了，你确定是找她？已经死了很多年。方清溪有一个孩子，你可知道？当然知道，方家就没人不认识她的。她在哪里？我找这孩子有事儿，可否引我一见？你来迟了。吕阳前2日破了家主儿子的修为，畏罪潜逃，逃入魔物森林去了。你说什么？魔物森林在哪？谁知道他的踪迹？吕阳逃走，是三爷带人去追的，他们知道吕阳的踪迹。谁是三爷？三爷是家主的弟弟，方清月。前面带路，我要见他。三爷，三爷，
有个高手要见你。你就是方清月，正是。阁下是一个远方来的旅客而已。我找方清溪的孩子，听说你知道他去了哪里，所以麻烦你带个路，带我去找他，如何？你是吕阳的傅家人吗？你是谁？我是吕阳的二舅，我叫方清流，方清溪是我妹妹。原来你是方清溪的兄长。失敬失敬，你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吕阳破了他儿子的修为，他怪我暗中教了吕阳武功，没抓着吕阳，拿我泄愤。能否给在下一个面子，放了方清流，然后让方清月带我前去寻找吕阳，如何？凭什么？具体情况？剑道宗师，我早就猜到此人来者不凡，没想到居然是剑宫境宗师。现下我根本无力抗衡，只能顺从其意。瓶里的药能快速治疗你的伤势。多谢。方清月，我们走吧。前方是魔雾森林，吕阳就是从这里进入的其中。魔雾森林是一处危险之地，里面有剑煞出没，并且时常有雾气笼罩，让人迷失方向。进入其中的人10个有9个出不来，我只敢追踪到这里，不敢前进了。你不怕死吗？你们叫这里魔雾森林，实际上应该叫雪域蛮荒。这里是连接北域、中域、东域的一大片地域。10大神剑之一的雪煞剑第一次出现，便是在这雪域蛮荒中，由雪煞老祖代书。后来雪煞老祖成为剑神，飞身永生，神剑雪煞便留了下来。虽然雪域蛮荒是一处危险境地，但仅限于中心区域。好了，回去了。按理说，兽煞都是煞气的傀儡，只会靠本能行动，为什么会逃跑？难道是感受到恐惧？难道是怕我？我有什么好怕的？不对劲，据方清月所说，吕阳也就是剑体境中期的修为，但眼下这些人煞都是剑宫级别的，越往前遇到的煞灵越强。但种种迹象表明，吕阳还在前面，这太不可思议了。不行，得赶快找到吕阳。
这是走出魔物森林了？怎么感觉前方古怪的很？那是能够在天空中飞行，是剑王境高手吗？剑王可都是传说中的存在。一个剑体境，竟然来到了血域蛮荒之中，真是有意思。小子，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在下李阳，因被人追杀逃入魔物森林，逃亡至此。请问阁下，一直向前能够离开这里吗？一直向前，小子，你知不知道，你已经踏入了血域蛮荒，接近中心区域，越往前行，便越靠近血域蛮荒中心。就算是剑圣强者来了，也难做到横穿血域蛮荒。听他的语气，这地方好像很危险，根本不是我这个剑体境的人能够过来的。那我想要离开这里，应该怎么走？既然你能来到这里，一定很特殊。不知你的血液味道如何，合不合血煞剑的胃口？血煞剑，10大神剑。哼！又来了一个凌空飞行的高手，是来帮我的吗？不知道能不能打过血域青年。剑无双，血域蛮荒你也敢来，真是好大的胆子！追杀你是我的使命，厉雪河，无论你在天涯还是海角，本公子都将找到你，除掉你，还天下一片太平。剑无双，你连你真正的使命都不知道。真是悲哀，真是悲哀！我的使命就是守护剑域大陆，让你这个血煞剑的传人死无葬身之地。哼！剑无双刚才将我扔至这里，显然是在救我，否则现在这些剑术施展不出，我还在保中的话，必定赢你。你也接我一击！还好不能跑。嗨！呀！这就是剑王级别的战力，简直就像是老真神也做不到。哼！嗨！哼！嗨！剑无双，你的使命就是喂养我的剑道。我让你再成长成长，终有一日，
我的血煞剑会痛饮你的鲜血。懦夫！你若真有种，现在就别逃，再与本公子大战300回合。这才是真正的剑道强者，我与之相比，简直就像是蝼蚁。我若成剑王，定要教训教训厉雪河这个混蛋。你是吕阳吗？他是谁？怎么会认识我？你竟然深入了雪域蛮荒，这里危险，快走！万幸，没有在雪域蛮荒中遇到危险，否则，连我都有危险。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我到了方家找你，知道了你的下落，便进了魔物森林追寻你。没想到你这么能跑，竟然穿过了雪域蛮荒外围，进入了真正的雪域蛮荒之地。这个你可认识？你是？终有一天他会来见你的。倒是见了这个，他就认出你了。难不成他是我父亲？可这模样，未免也太年轻了。果然是你，吕阳。我是西域吕家之人，吕思明。你父亲是我吕家家主吕神通，是他让我带着玉佩前来找你，带你回吕家。西域吕家？那个称霸西域的吕家吗？不错，就是称霸西域的吕家。你父亲是吕神通，不到1甲子便突破剑道境，已成剑圣强者。是他派我前来韩城方家，把你和方清溪请至吕家。可惜我在方家打听到，你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了。既然他那么厉害，为什么现在才派人前来找我？也许他有别的苦衷，我也不清楚其中的原因，只是负责请你回去。方家容不下你，你跟我走吧。回到吕家，有你父亲的庇护，再也没人能够伤害你。如果我不愿意回吕家，你要抓我回去吗？吕家是西域霸主，你为什么不愿意回去？不知道，就是不愿意。以前我不知道我父亲是谁，我心里很期盼的想知道。现在知道，只想问他为何抛弃我们母子10几年不闻不问。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也许你应该回吕家后当面问他。我可以跟你回吕家，但不是现在。我与方家还有心愿未了，不完成心愿，我不离开。什么心愿？1. 方清红抢夺了属于我外公一脉的家主之位，我要重新夺还，归还我外公一脉。2. 我要我母亲的灵位重入方家祠堂。这有何难？我帮你做，轻而易举。不，我自己的事，我要自己做。你自己做？那得等到什么时候？你现在才是剑体境的修为，没有我的帮忙，你根本不可能做到。既然吕家是西域霸主，定然有高明武学。你教我吕家的高明武学，我完成心愿不难，用不了多久时间。越是高明的武学，越是难以修炼。你才剑体境中期，学会吕家武功都需要很久的时间。就算学会了，从剑体境修炼至剑魂境，没个几年时间也不可能。这你不用担心，不完成心愿，我不回吕家。你若不愿意教，那就帮我个小忙，带我离开魔物森林，摆脱方家的追杀，然后自己回去。我凭方家的武学也能完成心愿，只是时间久一些罢了。待我完成心愿，自会前往西域吕家找他。唉，这怎么可以？好，你是吕神通的儿子，学吕家武功自然可以。我教你，我倒要瞧瞧，你究竟能不能学会。一定。我不能拖延太久的时间，不如我们做个约定，如果1个月你还没学会，那就先跟我回吕家，等你在吕家修炼成强者，再回方家完成心愿，如何？1个月，这倒是个挑战。一言为定。我们先离开魔物森林。魔物森林中有众多煞灵出没，你是怎么穿过魔物森林，到达雪域蛮荒深处的？
我也不知道。我在魔物森林中是遇到了一些煞灵，但他们看到我，吓得都跑了。什么？这怎么可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可真是奇了怪了。煞灵竟然会被吓跑，简直闻所未闻。看吧，就是这样。真是匪夷所思。我在那片血光笼罩天空的荒芜之地中，遇到了2个剑王强者，他们在天空中飞行战斗，当真是厉害。剑王强者已经延年益寿，不是凡人之躯，当然厉害。我也是远远看到了他们打斗的场景，才快速追上了你。不知道是哪里的剑王，竟然来到血域蛮荒中相斗。一个叫剑无双，一个叫厉血河，都很年轻。你说什么？剑无双，厉血河？这是神剑公子和血剑公子啊！剑域大陆年轻一辈最妖孽的天之骄子，你居然见证了他们2人的战斗。没想到那2个剑王来头竟然这么大，将来我也要像他们一样成为绝世强者。若非剑无双出手相救，刚才我已经死于厉血河手中。等我成为强者，我一定要找他算账。厉血河身怀神剑血煞，虽然年轻，却已经是剑王中的至强者，将来必成剑圣，甚至有望冲击传说中的剑神之境。想要找他算账可不容易。你不是说我父亲是西域吕家家主吗？吕家是西域霸主，有神剑天虹。我若学了吕家武功，凭神剑天虹，难道还对付不了厉血河？你可知道谁是当世第1强者？是剑宗宗主无剑老人。据说他已经到了无剑胜有剑的地步，所以世人尊称无剑老人。不错，是无剑老人。神剑公子剑无双便是他的弟子。剑宗与4大剑圣世家，没人是无剑老人的对手，但世间却有1人能与无剑老人抗衡。是谁？血煞剑上一任主人，血剑老人。血剑公子厉血河是他的弟子。血剑老人，没听说过。中域剑家曾是剑宗的顶级世家，实力之强，比起4大剑圣世家，一毫不逊色多少。族中的剑圣强者剑无异，是剑宗大长老。20多年前，血剑老人横空出世，灭了剑家，杀死了剑宗大长老。直到无剑老人赶到，与血剑老人大战一场，血剑老人正面对抗无剑老人，成功逃脱，名震天下。后来血剑老人销声匿迹。最近几年，他的弟子厉血河身怀神剑血煞现世，可与神剑公子剑无双争锋，其名才再度流传。寒山城乃偏僻之地，你没听说过倒也正常。血剑老人如此厉害，可见所学武道不比西域吕家逊色。你是说我即便学了吕家武学，获得神剑天虹，也很难对付厉血河？以后若是遇到厉血河，还是避远一点吧。他身怀血煞，杀心极重，落在他手里，很容易丢了性命。你也别不服气，整个剑域大陆英杰无数，但能与厉血河争锋者，仅剑无双1人。哪怕是另外几个天骄，比起厉血河都要逊色一筹。甚至是老辈剑王，能与厉血河相比者也不多。所以，逼着厉血河，才是正确的选择。何谓天骄？这是剑域大陆各大顶尖势力间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能在20岁前成为剑王者，可封天骄之名。剑无双、厉血河都是20岁前突破剑王，所以又称神剑公子、血剑公子。还有哪些天骄？东域华家、重剑公子华重，南域楚家、炎剑公子楚炎，还有我们西域吕家天剑公子吕天。吕天是你同父异母的兄长，不仅20岁前成为剑王，并且还获得了神剑天虹的认可，所以你想凭借神剑天虹对付血煞，这也行不通。同父异母的兄长，这么说来，吕神通和我母亲在一起之前，
已经有了妻儿。是的，关于你母亲的事情，我一无所知。但家主不是滥情之人，想必之间有什么因果，只能等你到吕家之后，询问家主。我一定会问个清楚。吕天的母亲是什么来历？主母是南域楚家家主的女儿。之前家主没派人找你，也许是顾忌楚家吧。但现在家主已成现胜，对楚家已经无需顾忌。也许吧。不管怎样，父亲抛弃我们母子这一点，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你刚才说的5大剑圣势力天骄中，唯独北域洛家没有。暂时没有，不过听说洛家有一位小公主，年仅17岁，便已经是剑宫境巅峰，20岁前成为剑意境剑王，应该没什么问题。到时候，天骄又要增添一人。叫什么名字？洛水寒。这些人我都记住了，将来我定要超越他们。我吕家的神剑天虹，是一柄金属性神剑，因此我吕家的武学也多为金属性武学，主要分为3大类：剑经、剑法、剑体。剑经是吸收剑气能量，凝练自身剑气的功法；剑法是运气自身剑气的剑技法；剑体是通过剑气能量强化身体的体术。吕家的至强武学是白虎圣剑经，不过白虎圣剑经只有吕家最核心的人员才能修炼，我也不会，只能教你金虎剑王经。金虎剑王经，金虎剑王经可修成金虎剑气，虽然不是吕家至强武学，但放眼剑域大陆，那也是1等1的绝学，可修炼这剑意境的剑王级功法。那我到了吕家，能不能学白虎圣剑经？你是家主之子，当然能学。我先教你金虎剑王经，若你1个月内能够修炼有成，能将修为提升至剑体境巅峰，我就教你剑法和剑体。等你解决方家事务，金虎剑王经要求天赋极高，想必吕阳1个月内也练不出成果。这样一来也好，能早点带他回去复命。好，那我就先学金虎剑王经，看看吕家武学相比方家的小苍浪诀有何出众之处。这小鬼，方家武学也配和我们吕家金虎剑王经相比？现在，该是教你运用剑气的剑法，以及强化身体的剑体之术。我能教你最强的剑法，是飞鸿剑法；最强剑体是赤铜剑体，都是剑王级武学。飞鸿剑法，剑气化飞鸿，若是剑王施展，剑虹可飞天3000丈。对于剑体境而言，修炼这门剑法难度极大。不过，既然能在1个月内练成金虎剑王经，想来也不成问题。赤铜剑体是在剑体境大成的基础上，打破身体极限，继续提升肉身强度的剑体之术。练成之后，身如青铜，可抗剑气攻击，兵刃难伤。仅凭金虎剑王经，你至少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方有突破剑魂境的可能。但若能练成飞鸿剑法和赤铜剑体，突破剑魂境将不是困难，而是水到渠成的事。现在可以解决方家的事务了。老夫看过了，
令郎的伤已经无碍，往后多注意休息。林宗师不愧是行州第一医道宗师，医术当真神奇，简直出神入化，还不多谢林宗师？多谢前辈。不必多礼，对于本宗而言，这只是举手之劳而已。林师叔医术神通，自然只是举手之劳，但对于我弟弟而言，却是大恩大德，方家必定铭记于心。方师侄客气了。林宗师，方家已在迎宾阁设下宴席，还请移步一尝方家酒水。林师叔请。他竟然真的在魔物森林找回了吕阳！我的天，这怎么可能？魔物森林不是禁地吗？家主，不好了！家主，大事不好了！今天可是有贵客在场，谁这么不知好歹？方家这是发生什么大事了？哪能有什么大事？下人不懂事，让林宗师见笑了。房舵，你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场合？慌慌张张的做什么？家主，那个宗师他又来了，并且还是带着吕阳一起来方家了。这怎么可能？魔物森林可是武者禁地，他怎么可能将吕阳救出来？都别慌，林师叔在此，谁敢在我方家放肆？哪怕是剑道宗师，在行州城也得看我沧浪宫的脸面。林师叔，我师父不在，还请为方家做主啊！方师侄请放心，本宗在此，绝不让他人放肆。多谢林师叔，还请林宗师压阵，我们去会一会那个宗师。剑功竟初期，奇怪，看不懂这位来客的修为，莫非他的境界还要在我之上？小畜生，你废我儿修为，现在还敢回来？你这狗奴才，竟敢反伤主人！今天我要将你碎尸万段，方解我心头之恨。此人实力不知深浅，林师叔虽能看在我的面子上为方家出头，但绝不可能为了方家与人生死相斗，所以今日还是尽量休战为妙。住口！吕阳，袁家易解不易结，往昔之日，方家或有对不住你之处，但你废了我弟修为，以消仇怨。今后我们就此别过，井水不犯河水，如何？第一，方家没有对不起我，对不起我的是你们方四海一脉，鸠占鹊巢。第二，你们待我如何，心中清楚。你想怎样？很简单，将方家家主之位归还我外公一脉，如此，我们恩怨两清。不可能！吕阳，你这是不知好歹！不要以为有宗师撑腰，就能在方家为所欲为。我乃沧浪宫弟子，哼！剑道宗师，我沧浪宫多的是。本宗林道平，沧浪宫剑道一道双宗师，在行州附近也算有些名声。阁下前来行州，应该知道本宗名号，能否给本宗一份薄面，让此子收手，就此离开，我们相安无事。吕阳的事，他自己的决定，我不管，也不插手。啊？此言当真？哼！哼，吕阳，你还是别异想天开了。既然已经离开方家，就永远的滚出方家，别再回来。你说的条件，不过是痴人说梦。是不是痴人说梦？试一试就知道了。你竟然
已经突破剑魂境。哼，就算你突破了剑魂境，那又如何？别说我父亲是剑魂境巅峰强者，仅是我方丽媛，同为剑魂境初期，也不是你能够抗衡得了的。丽媛，你和吕阳是同辈，既然他非要与我方家不死不休，那你就和他做个了断吧，让为父看看你这些年在沧浪宫的长进。父亲放心，绝不留后患。杀！哼，想夹住我的剑，痴人说梦。啊？你的剑太弱，不如你来接我一剑。我的修为没了。丽媛，吕阳，老子要将你挫骨扬灰，碎尸万段！方清红，该轮到你了。这不正常！剑魂境初期，怎么可能遇剑与剑魂境巅峰分庭抗礼？啊！浪剑法！飞鸿剑法！什么？这不可能！吕阳，吕阳，难不成会是那个吕家？方清红，完了！沧浪三叠剑！林宗师，对方宗师不动手，本宗岂能不讲规矩，以大欺小？方清红，你们方家之事，自行解决吧。林师叔，你答应帮我放下他。对方宗师不动，本宗不动，这是规矩。吕阳，求求你，我求求你，不要伤害我，我给你做牛做马。方礼初，往日恩怨，竟是一笔算清。
舅舅，方家的家主，今后就由你来做，我娘的牌位就麻烦你了。啊？那你呢？此事说来话长。娘，孩儿要走了，要去西域吕家，一来认祖归宗，二来要找吕神通问个明白，当年为何弃你不顾。您在地下好好安息，保佑孩儿平安。子去西域，山高路远，三妹啊三妹，你一定要好好保佑吕阳，让他一路平安。二舅，到了西域吕家，好生修炼，希望不久之后，能在剑域的后辈天骄中听到你的名字。那是必然的。走吧，一路平安。吕阳，你要好好的。我走了，你们不必挂念。10大神剑的威力都一样吗？每一柄神剑的特点都不一样，难以比较。10大神剑之间没有排名之分，只是什么？神剑的特点，有的平常，有的特殊，有的神剑很常见，有的则很少现世。所以，在武者心中，10大神剑自然有所差别。越是少见的神剑，越神秘，越难以防备，所以显得越厉害。10大神剑中，我只听说过其中8名。我们西域吕家的神剑是天虹，金属性；南域楚家的神剑是星炎，火属性；北域陆家的神剑是水寒，水属性；东域华家的神剑是巨月，土属性；中域剑宗的神剑是雷祭、烛风、明光，分别是雷属性、风属性、光属性。这7柄神剑与5大至强势力连在一起，最广为人知。血煞剑虽然很少现世，但因血煞老祖曾持此剑突遍天下，凶名赫赫，天下知道者也甚多。这8柄神剑之名流传的最广。那另外2柄神剑呢？另外2柄神剑，其一为桃神，木属性；其一为暗灵，暗属性，最为神秘。出现的年代非常古老，还在血煞剑之前，之后又从未现世，知道的人自然不多。这2柄神剑有何特点？这只在古籍上有记载。桃神剑可斩魂煞，暗灵剑有黑暗领域，具体如何，谁也没见识过。魂煞是什么？我只听过人煞和兽煞。魂是指灵魂，煞是指煞灵。武者生前达到了剑魂境，因为凝聚了剑魂，神魂十分强大，死后魂力不散，便会形成魂煞。正常情况下，失去了身体依托，魂力再强也会逐渐消散。当魂力未散时，与煞灵融合在一起。人煞、兽煞虽然可怕，但还能够摧毁形体，而魂煞几乎无法摧毁，只有极少数的手段才能对魂煞造成伤害，十分棘手。那都有哪些手段能够对付魂煞？魂煞属阴，至刚至阳的攻击，比如极致的雷电、极致的火焰、极致的气血也可以，但至少要是剑王气血，才能伤害魂煞。除了这些之外，其他攻击对于魂煞的伤害都很小。这万一要是遇到了，那可怎么办？煞灵数量不多，天然生成的魂煞非常稀少，所以魂煞往往是有人故意炼制，炼制魂煞十分困难，也是剑域所有势力共同禁止的事，属于禁术。绝大多数武者
一生都难遇到一次婚煞，这点你不必担心。这。黑山城是豫州西部最后一城，再有1个多时辰，便可到达黑山岭，是连接西域和北域的一条巨大山脉。经过此山需要半天时间。今晚我们在黑山城中休息一晚，明天一早启程，白天翻过黑山岭。明天翻过了黑山岭，我们便转向西南，再有5、6天的功夫，便可到达西域玄天城。我们吕家便在城中。也是，你从来没有到过吕家，自然有些陌生。吕家作为西域大家，大大小小脉系足有数百支，总人数多达几10万人，其中拥有剑王的脉系足有10数个。其中一些强大的脉系，甚至拥有多名剑王，剑王总的数量多达数10人。天哪，和吕家相比，行舟苍浪宫也只是微不足道的小势力。真期待能亲眼见到这么强大的武道世家会是什么样子。等过几天你见了就知道了。来，先吃菜。这是黑风道，多在山谷间穿行，期间只要翻过一条几百米高的黑风岭，大概3个时辰就可到达西域地界。山高林密又处要道，这黑山岭中会不会有劫道的匪贼？哈哈，还真有，有一座金刚寨，藏在黑山岭中。常常劫掠往来商队，需要给通行费才可通行。不过这金刚寨也就是一个剑宫级势力，大寨主是名剑宫境后期宗师。上次我从西域而来，金刚寨不长眼睛，途中劫我的道，被我杀了不少匪贼。金刚寨大寨主出手，也被我断了一臂，借着黑风岭的地形才逃走。现在也不知道还在不在黑山岭中，对我们没有威胁。这风声真难听，只是听着吓人而已。这里是黑山岭的岭峰最低处，是个天然的风口，风大风急，风声自然尖锐。前方坡度不小，我们还是下马吧，节省点马力，之后路还长。也好。等等，有股不正常的气息。人煞？不是人煞，这里不是煞灵出没地，不会有这么多煞灵依附尸体，是尸魁。尸魁和人煞有什么区别？人煞是煞灵占据人的身躯，而尸魁是武者炼制，看上去相似，但形成却完全不同。人煞背后未必有操控者，尸魁背后必定有操控之人。是哪位朋友练的尸魁？我们乃西域吕家之人，还请让道。等的就是你们。阁下是谁？敢不敢出来打个照面？不急，
你陪我这些宝贝们先玩玩。只要不是剑王、剑圣强者，当世他人，我无人可惧。但一个躲藏在暗处的敌人，只会释回出来战斗，让人摸不清底细，这倒是令我有些担忧。这是金刚寨的服饰，看样子，恐怕整个金刚寨都已经被灭了。这些尸魁厉不厉害？尸魁的实力与生前的修为息息相关，眼前这些，只是剑体境武者炼成的铁尸，算不上多厉害。剑魂境武者多被练成铜甲尸，剑弓境武者都被练成银甲尸架。绿芽，你小心一点，请随我身后。银甲尸架很不好对付。前面这尸魁只有一只手臂，莫非是那金刚寨大寨主？没错，他就是金刚寨大寨主。与西域吕家为敌，阁下可知道是什么后果？杀的就是你们西域吕家的人，吕家能奈我何？你是专门为我而来，怎么知我什么时候经过这里？反正你们都是将死之人，告诉你们也无妨。嘿嘿嘿嘿嘿嘿，有人不想你们回去？谁不想我们回去？家主派我这北域寻人，没告诉过任何人，是一件非常隐秘的事。他是怎么知道的？有人不想我回到吕家，看来这场劫杀不是冲着吕思明，而是冲我来的。哈哈哈，你们知道的够多了，可以死了。就凭几具铜甲尸和一个银甲尸架，也敢在我面前猖狂？看来这里就是控制尸体的命门。飞鸿剑法，同等修为下，尸魁的防御实在是太高，并且不惧生死，不知疼痛。哪怕眼前的银甲尸甲
实力远逊于吕思明，但却能够与吕思明战个旗鼓相当。哪怕银甲石像中一百剑，都还能生龙活虎战下去。不，吕思明是血肉之躯，只要中银甲石将一剑，就得受伤。这银甲尸将只是尸鬼，最麻烦的是隐藏在树林里的家伙。不过，一般炼尸者的实力通常没有尸魁那么强大。阁下还打算继续藏头缩尾吗？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吧。吕思明，你不要得意的太早。我早就知道，仅凭这些废物，根本奈何不了你。之前只不过是陪你玩玩罢了，现在才是动真格的时候。刚才的银甲尸将已经非常难缠，还只是玩玩。那么，动真格的又会是什么层次的力量？剑弓境，阁下也只是剑弓境巅峰的修为，不知所修是何等武学，凭什么截杀我吕思明？杀你？何须我亲自动手？本座自有宝贝，取你性命。金刚寨大寨主，啊，吕阳，快走，马上走，不要回头，离开黑山岭，有多远跑多远，不要回头。这不像人，难道他是鬼煞？不错，就是鬼煞，你赶紧走。小子，你跑不掉的。今天你们都得死！炼制鬼煞，乃世间禁术。你究竟是什么人？杀你的人。金湖剑气呀！要是让鬼煞进入体内，只怕我的神魂也要被毁。没办法了。只怪我实力有限，只能为吕阳多争取点时间了。要想活命，只能杀出去了。金虎剑劲，赤铜剑体，飞鸿剑法。不能急躁，要冷静，一定有办法的。按照这个规律，至少得刺上30剑，才能解决一个铜甲士。要是这把剑能削铁如泥，也不用这么麻烦了。眼下，只有耗了。
我受家主所托，岂能坐看吕阳呻吟死处？看样子，只能拼死一搏了。呀！坚持不了多久，快走！先不要回西域，保住自己，提升实力。我一定会查出背后指使的人，一定！只要吕阳能够逃出神田，我这条命也算值了。快了，就快逃出黑山岭了。出了黑山岭，便不再是黑风道一条路。天高地阔任我去，对方想追到我就难了。该死，他追上来了！连吕大哥都不是对手，我该如何是好？你跑不掉了。小子，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实力相差太大，不管怎么想，都没有取胜的机会。我跟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置我于死地？有人要你死，有人要你死。嘿嘿嘿嘿嘿嘿嘿，谁叫你是吕神通的儿子？这，在这黑风岭中，你还能跑到哪里去？你这是无谓的挣扎。一个剑魂境武者，鬼煞入体，最多3个呼吸，便能取其性命。
我就这么死了吗？这不是我的剑魂，为何我的剑魂中还藏着一道剑影？这力量是……能有如此力量的，这柄剑绝非凡品，斩杀鬼煞。难道这柄剑就是神剑桃神？啊！怎么会？鬼煞怎么可能被瞬间消灭？啊！就算鬼煞遇到被克制的力量，被彻底打散，那也会化成剑煞能量融入天地之间。这个过程，我的招魂灵不会碎。可刚才，鬼煞突然消失，难道连化成剑煞能量融入天地之间的机会都没有？难道是桃神？不可能的！神剑的力量何等可怕！一个剑魂境武者，怎么可能拥有神剑？还是说，吕阳他身上拥有摧毁鬼煞的力量？御空飞行，这小子难不成是剑王境界？如果是剑王强者，那就说得通了。剑王强者的气血极其可怕，对于鬼煞有着极大的杀伤力。此地不宜久留，我得赶紧走。这就是神剑的力量吗？不行，他的同伙可能会通过令牌追踪到他，还是不要带在身上为好。斗篷人拦路劫杀，定是有人指使。眼下西域是没法去了。我必须为吕大哥报仇，查出幕后主使。我现在实力太弱了，必须得找个地方藏起来，潜心修炼，修成剑魂，再回西域找吕家。
灵气浓郁，宛如世外桃源。就这里了。怎么有个陌生人在这砍树？没见过呀。家乡蒙难，在下一路逃难至此，见此地山清水秀，所以决定留下来。哦，原来如此啊！我们也来帮帮忙吧。太客气了，来，如今我已经达到剑宫境，和吕大哥一样，可这远远不够，我还要再进一步，达到剑王。吕阳，你今年多大了？18岁，怎么了？18，和我女儿年纪相仿。吕阳，你觉得我家闺女咋样？得了吧，就你家女儿那样，配得上人家吕阳吗？还是我家闺女和吕阳最配。我来元福村，只为亲近修炼武学，等修为大成，便要离开，哪能在此留下牵挂？那个，这位乡亲，其实我还有一事隐瞒。当年家乡蒙难，家母也因此去世。当初我就决心披麻戴孝3年，3年之内不谈儿女婚嫁，待到3年扶丧之期过后再议。我就说嘛，吕阳这么好的人，连咱们村的姑娘瞧都不瞧一眼，是有原因的。这么看来，吕阳也是个大孝子嘛。咱们就尊重人家，之后再说吧。都散了，散了。既然说了3年，那我就得在3年内突破至剑王境界，要不然之后可就麻烦了。终于成为剑王强者了。哇！飞了，飞天了！我的天，怎么飞起来了？他究竟是什么人物？这也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天哪！这些年，我一直在考虑一件事：劫杀我和吕思明大哥的，不可能是吕神统派的。吕思明大哥说过，这是个秘密任务，所以消息外泄几乎不可能。那么，只可能是某个环节暴露了身份，引来了杀机。吕思明大哥只在方家表明过身份，因此还是要从方家开始查起。这里竟然也有一头鬼煞，是强吗？
还是两者之间有联系。本想出外历练一番，没想到居然遭到围攻，该死！要是我达到剑一境成为剑王，眼前这些家伙又怎么是我的对手？灵魄剑法！我若死，北域洛家哪怕是绝地3尺，也要找出你们！傻姑娘，你别挣扎了，就是洛家有人让你死。你天赋如此优秀，未成剑王便行走天下，这可是杀你的难得良机，你就乖乖认命吧。喂，这么多人欺负一个小姑娘，你们还要不要脸？剑王强者，放在任何势力都是名声赫赫，绝非无名之辈。可眼前这人，我却从未见过。你是什么人？你不是洛家剑王。多谢兄台相救。先别管我是谁，说说你是谁？他们应该是煞盟的人。煞盟？这是什么势力？一个潜藏于暗处的组织，炼制鬼煞，乃多方势力共同约定的禁术，只有煞盟才炼制鬼煞。原来是个见不得光的组织。你如果想活命，我问什么，你最好答什么，否则休怪我心狠手辣。果然是煞力啊！他就是煞盟的人。他们好生嚣张，在北域地界竟敢杀我洛家人。姑娘可是洛家小公主洛水寒？是我，不知兄台是？在下方阳。方家，不是剑圣世家，莫非兄台是剑宗的天才弟子？不是，我就是一个普通武道家族的子弟，只是偶得武道机遇，才修成剑王。敢问方兄，今年多少岁？还有半年就满20了。啊！我还以为除了剑宗与几大剑圣世家之外，天骄只有血剑公子烈血河一个。看来是我孤陋寡闻了。方兄天赋超绝，将来必定是剑域大陆的风云人物。洛姑娘也是当世天骄，方某早就听说过洛家小公主的大名，今日一见，深感荣幸。洛姑娘，你对于这个煞盟知道多少？煞盟出现的年代已经古不可考。据说，一开始是因为各大势力禁止炼制鬼煞，将其列为禁术。一些暗中炼制鬼煞的人，受各大势力排斥、追杀，不得不抱团取暖，这就是煞盟的由来。但是，后来许多被通缉的大盗，甚至是各大势力受排斥的人物，都纷纷加入煞盟，使得煞盟越来越强大，逐渐发展成为了一个能与几大剑圣世家抗衡的庞大组织。煞盟的人想杀洛姑娘，说明他们还接杀人的任务。不只是杀人的任务，加入煞盟之人，都是世间恶人，可以说是
无恶不作。以前他们面对几大剑圣世家还比较收敛，现在越来越猖狂了。我怀疑我们洛家有人与煞盟勾结，甚至暗中加入了煞盟，所以那人才会说是洛家有人让我死。不知道我被煞盟介绍，究竟是谁想我死？方兄在想什么？啊，没什么，只是突然想到些事情。我现在与煞盟该是结仇了吧？方兄是剑王强者，只要不是剑圣强者出手，煞盟也难以奈何得了你。不过，煞盟是有剑圣强者存在的。方兄如果想今后安全，可以随我一同去洛家。北域洛家欢迎天下英杰加入。到了北域洛家，纵然是煞盟剑圣，也不敢放肆。加入洛家，以方兄的天赋，能够修炼我洛家的剑圣级武学，将来成为剑圣强者，也不在话下。在外面，可是学不到剑圣级武学。我还有些事情要做，洛姑娘的邀请，我会考虑的。再过几个月，我洛家将举行世剑大会，整个剑域大陆的天下英杰都可参加。方兄如果有空，可以去参加。整个剑域大陆的天才人物汇聚，这是很难得的机会。何为世剑大会？这是我洛家每隔30年才举办一次的盛会。世剑大会考核的是武者的剑道天赋，谁最终能够获得神剑水寒的认可，谁便是世剑大会的魁首，将获得进入洛家宝地修炼一次的机会。方兄不是出自剑圣世家，仅是凭机缘获得武学传承，自学便能在20岁前突破剑影境界王。我觉得方兄夺得世剑大会魁首的机会很大。洛姑娘放心，世剑大会我一定去。杨儿，没想到几年不见，你的修为连我都看不透了。看来这次你去吕家修为大涨啊！啊，对了，吕思明怎么没和你一起来？舅舅，吕家事务繁多，吕大哥有别的事要处理。对了，我刚来之时，听门人说你辞去了家主之位。哎，我老了，实力也不如从前了。正好你堂哥方力行从苍浪宫学成归来，为人正直，我便退位让贤了。那方金红等人再有姿势吗？老实多了。样儿，你此次来是有事吧？有什么事你就开口，好歹这里也是你家。娟儿此次前来，就是要问一事：舅舅和妹妹可曾把吕大哥的身份告知其他人等？我和贤儿从未对外人透露过此事。方青红等人大战过后，就被支去家族偏远之地，想必也无法泄露。不过，要说还有知晓，那就只可能是他了。何人？苍浪宫林道平。那日决斗，你的招式他都看在眼里，一般人看不出，但苍浪宫的林道平不可能看不出你的招式出自西域吕家。你许久未曾回家，这次回来怎么说也得住一晚再走。莫不是哪位天骄？苍浪宫恭迎剑王强者大驾。林道平在哪？我找他有事。林师兄居于浪花谷，常年钻研草药。我现在就带剑王前去浪花谷。带路。
怎么是你？林宗师，我们又见面了。林师兄，你认识这位剑王强者？剑王强者？对呀，这位剑王强者驾临沧浪宫，点名要见林师兄你。仅仅2年的时间，他居然从剑魂境迈入剑意境，这怎么可能？林宗师，不请我进去坐坐？吕阳公子，请。多谢他了，你可以回去了。不知吕阳公子找林某何事？请坐。看到我，你很意外。是，没想到公子还会回来行州，也没想到公子还会前来找我林道平，更没想到短短2年，公子已经是剑域境的剑王强者。林某确实意外。没人不说暗话。2年前你没有帮助方丽媛，是从我的武功猜出了我的身份，所以选择了避让。现在，我郑重地问你，关于本王的身份，你都告诉过谁？除了我师兄彭旺，没向任何人提起过。你确定？确定。有什么问题吗？我有点事情要问问他。彭旺在哪？我师兄年岁已高，久不行走江湖，近几年一直隐居在飞浪峰，教弟子。方丽媛是我师兄的弟子，他武功被废，我怕我师兄动怒，对公子不利，这才向他告知了公子的身份。带我去飞浪峰，找一找你师兄彭旺，他有没有问题，我问问便知。听说剑王强者，仅听呼吸便能辨别人的身份。我当时虽然蒙着面，但如果被他留意，他一见到我就能认出来。眼下只能希望别与他相见了。可恶，当时要是杀了洛水寒就好了。师傅，林道平师叔求见。林师弟，看来这次算是来对了。师兄，林师弟，师兄闲着无事，正想找你聊聊呢。这位公子是？他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位吕阳公子。2年前回了西域吕家，现在又来到行州了。吕阳公子天赋出众，短短2年时间便已是剑王强者了。原来是吕公子。2年前，林师弟就跟我说起过你，说你是天下少见的武道天才。当时我还半信半疑，没想到短短2年时间，吕公子已成剑王强者，当真是惊世骇俗，令彭某大开眼界。彭先生，我们又见面了。我有个问题，想请彭先生回答一下。我们见过面吗？吕公子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彭某知无不言。关于我的身份，彭先生都跟谁说过？林师弟告知吕公子的身份后，我就放弃了为方丽媛出头的念头，并且将方丽媛逐出了沧浪宫。天地可见，我没向任何人提起过。吕公子，洪旺，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哼！你是煞王的人，你以为我不知道？煞王？不，我不是，吕公子，
我也没跟别人说过你的身份，真的没有。公子息怒，我师兄年岁已高，气血开始衰败，经不起打了，请公子手下留情。看来你不知道，我返回西域吕家的途中，遭遇了煞盟的劫杀。吕思明为了救我，命丧黑风岭。有人向煞盟透露了我的身份，不是彭旺，难道是你不成？不，当然不是我。2天前，我路过元苍山脉时，已经跟彭旺见过面了。当时他蒙着脸，和煞盟的鬼煞操纵者一起，但我却记住了他的气息。刚才我一眼便认出是他。你说我在黑风岭遭到劫杀，与他有没有关系？说吧，你将我的消息都透露给了谁？我不能说。敬酒不吃吃罚酒，看来不给你来点狠的，你就不知趣。哼！彭旺，你师弟是1道宗师，你现在开口让他救治，还有活命的希望；说不开口，就带着这个秘密去死吧。总之是煞盟的人害我，没有你，我一样能够把幕后黑手找出来。我说，说说吧，你把我的身份告诉了谁？别再给我耍花样，我不会给你第2次机会。飞燕庄庄主燕凤来。燕凤来是什么人？飞燕庄是云州一个剑王势力，飞燕庄主燕凤来是剑意境剑王。剑王？他什么年纪？具体修为？燕凤来30余岁，突破剑意境，成为剑王已经10余年，没听说他在剑意境的修为有提升，应该还是剑意境初期。吕公子，你若是要去飞燕庄，还请谨慎。燕凤来是最普通的剑王，对于李公子倒是威胁不大，但燕凤来的情夫向飞鹰却是凶名显赫，不是一般人物，遇到了得当心。向飞鹰又是哪方势力的剑王？向飞鹰是个独行客，不属于任何势力，在整个北域都有很大名声，是一名剑意境后期的剑王，速度无双。他常去飞燕庄，与燕凤来的关系人尽皆知。公子初成剑王，遇到向飞鹰，恐怕会有一定的危险。飞燕庄除了燕凤来，就没有别的剑王了吗？没有，飞燕庄的上一位剑王在30多年前便去世了，中间有20年退化成了剑宫级势力，直到燕凤来成为剑王，才重新成为剑王级势力。我得去一趟飞燕庄。彭旺，你来带路。若是煞翁知道是我告的密，一定会杀了我的。吕公子，你开开恩，饶了我吧，我去了就是送死。你以为你有的选吗？赤血阎罗，雪见公子。准备好了没有？一切都已准备妥当。公子，属下不仅找齐了所需的异兽之血，还意外获得了3株千年血玉枝，连同其他灵药都泡在血池中，祝公子一步登天。做得好，鹰王，办事有长进啊！哈哈，应该的，应该的。去血池。公子请。
本公子若能一举突破剑圣，你们都是大功臣，将来可以满足你们一个愿望。多谢公子。公子天赋绝世，突破剑圣势在必得。突破剑圣，须得参悟大道，不可受任何干扰。赤血阎罗，你留在石室之中，为我护道。是，公子。燕凤来向飞鹰，你们守在外面，不许任何人靠近，以免本公子领悟剑道时被打扰，前功尽弃。是，公子。哪怕是一只苍蝇，我们也不会让它靠近。这位公子直奔我飞燕庄而来，有何贵干？我叫李阳。哼。燕庄主，看到我很意外。若是知道你2年前的修为，任何人对于现在的你都会感到意外。不知燕庄主能否跟我说说，2年前黑风岭的劫杀究竟是怎么回事？沙蒙为何要杀我？你是吕神通的儿子，自然会有人想要你死。别废话了，出招吧！不见棺材不落泪。飞燕剑法。飞鸿剑法。出城剑法竟有如此实力！飞天鹰王向飞鹰，哈哈哈哈哈！看来本王威名远播，你这个初入江湖的新晋剑王，也知道本王的大名。我听到的倒不是你的大名，只是听说飞天鹰王向飞鹰与燕凤来狼狈苟合。哼。你们的风流韵事，的确是大名远播。小子，别以为成为剑王就可以嚣张狂妄。剑意境初期的剑王，本王又不是没杀过。2年前你就该死，侥幸逃过一劫。现在本王就送你下黄泉，看看谁还能救你。哈哈哈哈哈！本王的飞鹰13击，看看你小子能够接住几剑。飞鸿剑法，惊鸿锁天。呀！第2剑。哈哈哈哈哈！本王的飞鹰13击，每3剑便提升1个威力档次。前3剑只是开胃菜，第4剑开始才是正戏。小子，看剑！哈哈哈哈哈！看你能夺几剑！第5剑，第6剑。
第7剑，给本王死！赤铜剑体。公子，我出去看看。不必，向飞鹰能解决。好小子，竟然同时将3门剑王级武学修炼到了如此境界，你的天赋倒真是令人震惊。可惜，今天必死无疑。还有6剑，看你要如何挡！小子，你离死不远了。哈哈哈哈哈哈！第12剑。第13剑，小子，受死！向飞鹰，看剑！陆家剑王。赤血阎罗，把他们全部都杀了！落月河，冷月仙子落叶河，还好有血剑公子和赤血阎罗在，只是向飞鹰弱败，血剑公子突破剑道姓氏，必受到打扰，我们恐怕也免不了责罚。方兄，你也在此？是查少谋查到了飞燕庄吗？陆姑娘，我正是为上王。年纪轻轻，竟然是剑意境剑王。姑姑，他就是在云苍山脉救我的那名剑王方阳公子。原来是方阳公子，真是英雄出少年。多谢你对水寒出手相救。正好路过，举手之劳而已。我不是向飞鹰的对手，交给仙子对付，如何？没问题。向飞鹰徒有虚名，拜他不难。还请方公子看出燕凤来，别让他跑了。仙子放心，有我在，燕凤来跑不了。落月河，你也不怕风大闪掉了大牙？本王走到今天，什么样的对手没见过？哼！本王在北域叱咤风云之时，你还在你娘怀里吃奶呢，竟敢瞧不起本王！找死！本王的飞鹰13击还剩最后一剑，也是至强一剑。落月河，我倒要瞧瞧你能不能接本王这一剑！
这就是洛家的实力吗？这一招就破了我的飞鹰13击。这飞燕庄里竟然藏龙卧虎，赤血阎罗！不愧是洛家剑王，眼界非同一般。本王久不行走江湖，你个后进剑王，竟然还能认出本王？你也是煞盟武者？就连你们这些剑圣势力中，都有我煞盟武者。本王乃黑道巨擎，横行天下，是煞盟武者很奇怪吗？你乃剑意境巅峰剑王，在煞盟一定身居高位，肯定知道我洛家谁是煞盟武者，是谁想置水寒于死地？哼，你们马上就要命丧黄泉，何必知道的这么清楚？奉公子之命，将你们全部杀光！公子，这世上能命令赤血阎罗切除黑道，莫非血剑公子厉血河也在这里？血河落九天！没办法了，只能用它了。有神剑！赤血阎罗是吧？现在我就送你下黄泉，变成真正的阎罗，借我一剑！哼！公子救我！血剑公子厉血河，没想到这北域云州竟然能遇到一位天骄。你是华宠，还是楚言，还是吕天？我不是华宠，也不是楚言，更不是吕天。厉血河，2年未见，看来你早已把我忘了。但我对你可是记忆深刻的很呢。哦，我们见过。哼，你厉血河号称血剑公子，自然是贵人多忘事。2年前在血雨蛮荒，阁下对我的好意，我可是一直都记在心里。竟然是你！你是那个剑体境小武者，
短短2年时间，你竟然已经是剑一境剑王，并且身怀神剑。没想到之前遇到的一只小蚂蚁，今天却成长成了一名剑王，的确是令本公子意外。不过这又能如何？即便你已成剑王，本公子要杀你，你依然只有死路一条。2年前有剑无双救你，今天看谁还能救你！哼！你手中神剑是桃神还是暗灵？桃神剑是也，我有神剑在手，李雪河也奈何不了我。你以为仅凭一柄神剑就能保住你性命？今天就让你好好瞧瞧神剑的正确使用方法。血煞剑，脱离！这才是血煞剑的真正形态。小子，你要么与桃神剑脱离，让桃神剑现出真正形态，与之对决；要么就与桃神剑融为一体，在2柄神剑的交锋中活活震死。血煞剑，给我斩！没有了神剑护体，本公子杀你易如反掌。哼！绯红剑法，剑气火红，赤剑同体。啊！西域李家功法。嘿！哈！陆姑娘，危险！方兄上次救我一次，这次我也救方兄一次。剑宫境的蝼蚁也敢阻我？何方闲人，想杀我骆家后辈？这是剑圣烙印。啊！乐姑娘，这剑圣烙印是什么东西？是剑圣强者用自身剑道本源凝练出来的一道印记，里面有着剑圣强者的剑道力量。我身上的剑圣烙印是我骆家剑圣骆宏远老祖所留。难怪李雪河连一个照面都挡不住，可惜没能将李雪河击杀。李雪河哪那么容易死？不说血剑老人，也可能在李雪河身上留下剑圣烙印，仅是他拥有神剑血煞。
在生死相关之际，神剑也会护住，借助神剑之力，足够他逃出升天。其实你也没那么容易死。刚才我若没有阻拦绿血河的攻击，你遇到生死危险，桃神剑也会护住。我刚才算不上救你，只是让你少受点伤罢了。你身上有剑圣道印，在元苍山脉时也不会有真正的危险，我也算不上救你一命。你不懂剑圣道印的珍贵，剑圣强者每分出一份剑圣道印，就是一次修为的退步，而且每动用一次，消耗都极大。对我而言，剑圣道印就像性命一样宝贵。那就谁也不欠谁了。方公子，不知你与此人是何关系？没关系，只是通过他查到飞眼庄，然后让他带路来此而已。饶命啊！饶命！你已经查出在苍原山围攻你的人都是谁了？我们先是找到了台州黑剑宗的穆天风，从他口中得知了其他人的消息，顺路解决了几个，便先来飞燕庄了。就剩下彭旺，本来打算从飞燕庄离开之后，再去咸州苍老宫找他，现在正好免得我们再跑一趟。说吧，骆家是谁与煞盟有勾结？谁想置水寒于死地？怎么，想跟彭旺一起死？我不知道，我在煞盟也只是小人物，只是通过向飞鹰和煞盟联系。你们骆家若有煞盟之人，必然在煞盟地位非凡，那是我能够接触，就连向飞鹰恐怕也未必知晓，除非你刚才将赤血阎罗或者是谢剑公子留下，他们才能接触煞盟的核心人物。不管你所言是真是假，跟我们到骆家走一趟吧。方公子，你来飞燕庄不知有什么事情，随便问吧。我与水寒回避。有什么好回避的？我和西域吕家有些关系，真名叫吕阳，问的问题跟你们问的差不多。杀你的命令来自西域吕家，我对吕家比骆家知道的还少。按你说来，厉血河和赤血阎罗他们知道。也许吧，我不确定。或许你可以想想，西域吕家有哪些人不愿意你回去？想你死的人，应该就在他们之间。就这样，这件事情总有一天我会查个水落石出。原来公子是西域吕家的天骄，难怪天赋如此惊人。吕家一门两天骄，真是难得一见的盛况。吕兄怎么万里迢迢来到北域来了？你是吕神通的私生子，一直在北域寒山城方家长大。2年前，吕家宗师前来寒山城接他，返回西域吕家的途中，遭到煞盟劫杀，吕家宗师身死，煞盟之人也命丧，他不知所踪，从此下落不明，直到现在才重出江湖。难怪，吕神通2年前曾至北域，大肆屠戮黑道势力，想必就是吕阳公子遇险之后，吕神通向煞门报复。细看起来，你和吕神通年轻时是有几分相像。吕前辈2年前突破剑道境，成就剑圣威名，可是当之无愧的第1人呢。原来你是剑圣之子，难怪剑道天赋如此惊人。我还未回西域吕家认祖归宗，我的身份还请2位不要外传。公子放心，我与水寒都非多舌之人。李阳，你跟我们回骆家吧。李阳，你跟我们回骆家吧。为啥？就算我和姑姑不说出你的身份，厉血河、赤血阎罗、向飞鹰都知道你的身份。若是想你死的人知道你还活着，必然会再度出手。你虽有神剑在身，但若是遇到厉血河这样的强者，还是会有危险。眼下骆家是你最好的去处，在北域骆家，哪怕是剑圣，都不敢放肆。你骆家也有剑圣，万一也对我的神剑有所企图，
我岂不是羊入虎口？你不用担心我洛家剑圣会对你不利。整个剑域大陆，5大剑圣势力，我洛家是最不排外的。每隔30年，都会举办一次世剑大会。只要是愿意留在洛家的人才，即便是外姓，也会大力培养。并且，我洛家只有1位剑圣，年过900，寿元无多，没有突破剑神的希望，神剑对他并无帮助。我洛家自己有雷柄神剑水寒，不会贪图你手中的桃神。最后一点，世剑大会很快就要举行了，这是30年才有一次的机会，整个剑域大陆的少年天才大多都会参加。你可以在大会上见识到其他天骄。你天赋如此超绝，就不想跟其他天骄同台竞技吗？世剑大会还有2个月左右便会举行，你就住在这梅园区，那里是听雪阁，我就住在那里，有事随时都可以去找我。那就套上贵府一些时日了。没事，只要你愿意，住多久都可以的。好了，吕公子，今晚洛家会在听雪楼设宴，欢迎公子的到来。你先休息，到了时间，我会让人来请公子前往。多谢。吕公子，该去赴宴了。你说要我们别将你的身份外传，我和姑姑没有告诉任何人，就连我父母也不知你是吕神通之子。今天就是我父母还有姑姑为你接风，宴席不大，还请不要介意。你将我带到洛家，供我吃喝，已经是对我极大的帮助，设不设宴都无所谓的，我不在意。那有别人在，我就只能叫你方阳了。当然。欢迎方阳来我们洛家做客。这个方阳的确不错，长得一表人才不说，出身寻常武道家族，竟有如此惊人天赋和机缘，但能单独修成剑王，名列天骄，可见他的天赋比起另外几位天骄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是出身剑圣势力，反而是他的优势，这意味着他可以加入洛家。这些天骄，个个都是剑圣潜力，一位剑圣，客户千年平安。对对对，若能加入洛家，那就再好不过，当属寒儿良配。你的武功都是先于吕家大名鼎鼎的绝学，施展其中任何一门，都会被人认出来。这门星横九剑是流传于北域较广的一门剑王级剑法，不少大势力中都有。你可以学学，动手时用星横九剑，别人自然看不出你的来历。这正是我需要的东西。沈寒，太感谢你了。这剑法感觉比飞鸿剑法还要高深。星横九剑知道的人多，练成的人少，但你能20岁之前突破剑王，修炼星横九剑应该不难。这门剑法威力极强，足够你在世剑大会上使用了。吕阳，今天过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能来找你了。为什么？我感应到突破剑意境的契机了，准备闭关一段时间，争取在世剑大会之前一举突破剑意境，成为剑王，让我洛家在世剑大会上也露个脸。那是好事呀。
加油！祝你早日突破剑王。你继续修炼，我先走了。这些天，他天天来，我已然习惯了。可一想到他明日不来，我心里倒是有些空落落的感觉。以后，要是能一直有他陪在身边就好了。定是水寒突破剑王。水寒，你成剑王，便可修炼我洛家剑神先祖留下的至强武学。你上前来，我将这3门武学直接烙印于你脑海，日后你认真修炼。多谢老祖。我不知还能坚持多久。水寒，你要努力修炼，争取在我寿终之前突破剑道境，成为剑圣，护我洛家。老祖，你一定能活得久久的。能活得长久一些，自然更好。但剑圣寿元最长也只有1000年，洛家未来还是要靠你。这3天好好参悟一下冰皇圣剑经，争取在世剑大会上获得水寒剑的认可。水寒告退。在洛家出现新的剑圣强者前，我必须用尽一切方法，活得更长久一些。你来了。不错啊，1个月没见，你的突破剑已经出奇了。你也是啊。我猜，肯定是神剑公子，年仅18岁便突破剑王，短短10年不到，就已经修炼至巅峰剑王，有望30岁之前突破剑圣，当有剑神之姿。不错，神剑公子乃剑宗弟子，更是无剑老人的高徒，自身天赋妖孽，又有天下第1人之位，谁能与之相比？东域画家，剑圣强者华云海，重剑公子华重道。南域楚家，楚家家主楚剑雄，岩剑公子楚岩道。西域吕家，吕家家主吕神通，天剑公子吕天道。中域剑宗，剑宗副宗主白玉秋，神剑公子剑无双刀。神剑公子，请。重剑公子，请。这天骄宴，宴请的是各方后辈天才。据我所知，洛家天骄只有洛水寒1人。那这一座位是北域洛家，欢迎各位天骄前来赴宴。哎，寒剑仙子旁边的男子是谁呀？竟然也透露着剑王气息。洛家有这么一位年轻剑王吗？若是天骄，早就名扬天下了。当世的天骄，除了血剑公子厉血河之外，都已到场。他不可能是厉血河吧？
世剑大会是我正道联盟的盛会，厉血河怎么敢来？肯定不是厉血河。水寒见过神剑公子、重剑公子、炎剑公子、天剑公子。这位是方阳公子，我北域武者，年未满20，变成剑王。在下方阳，见过神剑公子、重剑公子、炎剑公子、天剑公子。寒剑仙子，我们见过吗？2年前，血雨蛮荒中，我差点遭了厉血河的毒手，是神剑公子出手救了我，一直没机会当面感谢。今天，总算再见着神剑公子了，多谢。你是那个剑体境小武者？短短2年，你竟然已经修炼成剑王？啊！偶得机缘而已。不管得了什么机缘，能够2年时间修成剑王，那也是惊世骇俗。你自身的天赋潜力肯定很不一般，不在我之下。神剑公子过誉了，我一直以公子为榜样。那我可得努力了，否则很快就会被你追上了。方阳公子，你看我时目光也异于平常，难不成我们曾经也见过？没有，我从未去过西域，只是久闻天剑公子的大名而已。啊？吕神通，你吕家老祖身体可还好？劳洛老祖挂念，我吕家老祖身体还好，只是不愿走动，开始闭门幽居了。你吕家后继有人，吕天桥可以安心当放手掌柜了。哪像我，年纪比他还大，还得为家族操心。洛家有寒剑仙子，突破剑圣，应该用不了太长的时间。等水寒突破剑圣，我还在不在世都是两说喽。千年寿元虽然与飞升永生的剑神强者不可相提并论，但相对于其他武者，已经是十分悠长的岁月。宏远兄，洛家有剑圣种子在，你可无憾了。剑神不可求，哪怕强如无剑老人，亦只能望而生叹。可活1000年，已是大幸了。初成剑圣，年纪还轻，朝气蓬勃，洛老见之心生感慨，也是正常的。宗主他老人家心比天高，时常对于只拥有1000年寿命而苦恼，一心想突破剑神，却无门路。若是宗主来了，和洛老定有共同语言。无剑老人若是生在现在这个剑道盛世，他的天赋不在剑无双之下，当剑神有望。是啊，像无剑老人25岁变成剑圣，仅100多岁就达到剑道近巅峰，距离剑神仅1步之遥。如此天赋，即使和现在这些孩子相比，也是不遑多让啊。可惜，数百年来，无剑老人一心修炼，却也始终未能突破，甚至为了寻求突破，行走天下，匡扶正道，虽获盛名于世，却未能寻得契机。宗主也自知突破无望，所以这些年来一直隐居宗内。不过，宗主他老人家发掘了无双这个天赋，不在他之下的后辈天骄悉心培养，对无双寄予厚望。只要无双将来如他所愿，想必也无遗憾。剑无双，的确精彩绝艳，
世间罕见。剑无双天赋无双，宛如无间老人在世，哪怕在众多天骄中，也遥遥领先，独占鳌头。当世天骄，当属剑无双第一。或许无间老人期盼的剑神之位，当真要落在剑无双身上。哈哈哈哈！无双虽然优秀，但剑神之位还得看个人气宇。当世天骄，每一位都有希望，只是无双也并非没有匹敌之人。血剑老人的弟子厉血河，天赋不在无双之下。若是厉血河以神剑血煞问鼎剑神，剑域大陆恐将血流成河，我正道联盟也将迎来巨大灾祸。近日煞盟频频活动，江湖很不太平，水寒在北域之中都遭到煞盟截杀。还有这事，煞盟好大的狗胆！他们这是忘了无间老人杀得他们如同丧家之犬，东躲西藏的时候吗？水寒说，厉血河也和煞盟武者在一起。我担心的是，血剑老人恐怕也为煞盟站台，甚至就是煞盟之主。否则，煞盟怎会如此气焰嚣张？煞盟之事，还得我们五大势力联手，互相帮忙。一旦有所发现，就连根拔起。哼！剑宗有3柄神剑，我们4家也各有1柄神剑。血剑老人再强，也只能运用1柄血煞，看他能挡我们几柄神剑。诸位也不必担心血剑老人会出来闹事。宗主他老人家说了，只要他在世1天，血剑老人就得搀扶1天。只要血剑老人敢现身天下，宗主他老人家便会持剑下山，匡扶正道，斩妖诛魔。无间老人大义。我为了突破剑王，被家独自历练，谁知却遭到煞盟偷袭。提起修炼，大家别觉得我天赋最高，其实当年我在剑宗的修行，现在回看也称得上残酷。无双公子所言极是，我当年修炼也是，我跟无双一样，也在成为剑王之后游历四方，效仿无间老人前辈，匡扶正道，斩妖除魔。这些年来，也有几段颇为凶险的经历。听你们这么说，我倒是最为幸福的那一个了。我爹啊，总是害怕我出事，直到我成为剑王之后，获得了神剑天虹的认可，有了神剑护体，他才注重自己的修炼，一举突破了剑道境，成为剑圣。吕家主成就剑圣，名震天下，没想到还是一位慈父，令人钦佩，令人敬仰。神剑公子，听说你与血剑公子交过手，我也曾遇到血剑公子一次，借助剑圣烙印才将他击退，不知他与你相比有多少差距？厉雪河此人，很有可能还在我之上。神剑公子，此话怎讲？唉，你们都只知道我追杀过厉雪河几次，每一次都是厉雪河逃走，就以为他不如我。其实，我与厉雪河的战斗，我从未占过上风。他每一次逃走，都是主动身退。那也不能说明厉雪河在你之上，或许是他知道再战会落败，所以提前抽身而退。你们没遇到过厉雪河，不知他的厉害。我与他交手数次，每一次都是全力以赴，他都从容而退，给我的感觉，他似乎未出全力。可惜我的修为还未到剑意境巅峰，否则真要找厉雪河过过招，看看他是否真如神剑公子所言。下次再遇到厉雪河，方阳啊，
本王乃海州剑王洪志武，前来领教一下方阳公子的高招。这下可有好戏看了。这么好的扬名机会，我怎么没想到？就算击败10个天才剑王，也不如击败一个天骄有影响。看来大家觉得我这个天骄名不符实，这是把我当软柿子。这个洪志武，来自东域海州的顶尖剑王世家，是洪家家主之子。23岁突破剑意境，成为剑王；29岁突破剑意境中期，现年30岁。洪家的怒涛剑法很不一般，洪志武的实力在剑意境中期剑王中居于上位。去年曾与我切磋，本公子用了12招才将他击败。方阳，你可要当心，别败在一个普通天才剑王手下，夺了天骄的威名。是啊，普通天才剑王与天骄之间有质的差距，若连一个洪志武都不如，简直让人贻笑大方，怕是没面子再坐在这里喽。天骄代表着未来的潜力，别纠结于一时成败。方公子的实力绝非普通剑王能相提并论，各位尽管瞧好了。我接受你的挑战。哼！天才剑王挑战天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若是这个洪志武胜，那今晚就精彩了。哈哈，对方毕竟是天骄，能够20岁前成为剑王，剑法造诣肯定也很惊人，哪那么容易败？若是别的天骄，洪志武肯定没希望。但对手是这个方阳，那就不一定了。凭借机缘奇遇而成的剑王，即便是天骄，实力也未必出众。这么说来，这个方阳铁定不是洪志武的对手啊！洪志武抓住了这个好机会，说不定可以名扬天下。哼，2年修成剑王，我一眼就看出你不是靠自身修炼，而是靠机缘奇遇，在外力的刺激下强行突破的剑王。说说吃了什么好东西，竟能让你在短时间内突破剑意境？打就打喽，啰嗦什么？你这么着急落败，我成全你。心狠矫健。怒涛剑法。方公子胜了，洪志武远不是他的对手。不错，看来他能成为剑王，也不是全靠机缘，而是有着非同一般的剑道天赋，有资格与我等并列。我早就说过，方公子会赢。我输了。承让。洪志武也敢挑战天骄？是啊，怎么样，自讨苦吃了吧？杨建公子，杨建公子。李阳，用不了多久，你的杨建公子之名就要传遍整个剑域大陆了。这些都是虚名罢了，只有成为剑神，才算真正的天下第一。明天的世剑大会，获得水寒剑认可者，真有获得洛家剑圣级武学的机会。这个问题你问过好多遍了。只要能够获得水寒剑认可，便可进入洛家宝地修炼。洛家宝地中不仅有剑圣级武学，听说还有剑神先祖留下的奥秘。只要你运气好，连我洛家剑神先祖留下的好处都能获得。明天我定会全力以赴，看看能不能夺得世剑大会魁首。神剑塔考核的虽然是实力，但并非完全只凭实力高低而排名，关键还要看自身潜力天赋与水寒剑的亲和力。我觉得你的希望很大。这个要到时候才知道。
今晚好好休息，我们明天见。这就是我们的考核场所——神剑塔。稍后我们都要进入，只有完成考验，才能到上一层。时间越早者，排名越靠前。如果登上第9层，就有希望接触到神剑水寒，获得认可者都是魁首。昨晚的天骄宴似乎极为热闹，出了一位新的天骄，叫什么方阳，称为阳剑公子，不知是哪一位？听说这个阳剑公子之前名不见经传，并非出自名门，竟能成为天骄，令人意外啊！不是出自于我们5大势力的天骄，真是罕见。我们5大势力的天骄都有剑圣教导，这个阳剑公子出身于平凡，竟能不声不响成为天骄，纵观历史也是极其罕见。不知他的天赋高到了什么地步，才能够年纪轻轻在20岁以内自学成为剑王。洛老，你们洛家小公主旁边那位就是阳剑公子方阳吧？肯定就是他。洛老，这个方阳与你洛家小公主走得很近，听说他还在洛家住过一段时间，洛家总该知道他的来历吧？听水寒说起过，他出身于北域一个普通武道家族，2年前遇到了机缘奇遇，自学成剑王，最近才出世行走江湖。哈哈哈！什么样的机缘能让他短短2年时间成为剑王？他说了吗？那就不知了，那是他的秘密，不好寻根问短。哼，我不信，一个出身普通的少年，一度默默无闻，会突然间因为机缘奇遇，短短2年时间便成为剑王。他昨晚曾与同境界剑王一战，剑法造诣很高，实力很强。也许他的机缘奇遇只是学到了剑王武学而已，并没有增长修为的奇遇，而是靠自身修炼突破剑王。因为学到剑王武学，2年时间自学修炼成剑王，这可能吗？这得多高的剑道天赋？理论上是可能的。剑域大陆如此广阔，武者数量何等浩瀚，在此剑道盛世，出现1-2个特别妖孽的天才，也不是不可能。反正我是不信他自学能成剑王，我觉得方阳背后定有剑圣教导。如果真有剑圣强者教导方阳，那会是谁呢？如果是我们5大势力的剑圣，不可能一点消息都没有。如果是煞蒙剑圣王，煞蒙剑圣不可能。方阳曾在煞蒙武者手下救过水寒，并且还曾调查煞蒙，遇到过厉雪河，差点被厉雪河杀死，绝不会是煞蒙之人。也许是煞蒙演的一出苦肉计呢。我建议将他拿下，好好审问。这不好吧？没有丝毫证据，就凭心中猜测，便要审问一位天骄。他是什么人，日后自然知道。现在看着便好。试剑大会，于神剑塔中比试，谁闯塔的层楼越高，速度越快，成绩便越好。神剑塔会记录你们每一个人的成绩，最终会给出评判。前10名都将获得剑山参悟剑道的奖励，第1名更是可进入洛家剑神仙祖开辟的宝地修炼。真的吗？现在试剑大会开始，入神剑塔。
不愧是洛家剑神先祖留下的杰作，真是奇妙。看来，这个令符是关键了。好快的速度，不亚于剑王。原来如此，之前考验的是攻击力和速度，这一层考验的就是反应。心狠九剑。原来如此，这一层考核的是神魂强度和反应。啊！好强，看来只能巧取了。这场最后一步了，我绝不能就此结束。杨剑公子，没想到是你第二个来到这里。神剑公子，你好快的速度，到了多久？不到半刻钟。前6层考核的是实力，虽然修为不同，面临的考核强度不同，
但你不会剑圣级武学，通过前6层的速度定不及我，慢个半刻钟左右很正常。这么说来，第7层至第9层的考验，你通过的时间似乎一点都不比我慢。或许你通过第7至第9层的时间比我还要更短。谁快谁慢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够获得神剑水寒的认可。每一次试剑大会，神剑水寒只会认可1人，要等神剑塔中前9层的人全部消失，水寒剑才会选择认可之人。虽然我身上已有神剑灵光，但也渴望能够获得神剑水寒的认可，这是我天赋潜力的肯定。神剑公子果然不愧为第1公子，我所料没错，第1个登上第10层的天骄果然是他。那么，谁会是第2个到达第10层的天骄呢？重剑公子吧？听说重剑公子是除了神剑公子和厉血河之外，几个天骄中年纪最小、突破剑网的。我觉得应该是炎剑公子，他横行南域，所向无敌，击杀过不少强大剑王，潜力定然出众。我觉得应该是天剑公子。天剑公子突破剑王的年纪虽然比重剑公子大一些，但他后来居上，更早突破剑意境后期，天赋之强，直追神剑公子和厉雪河。也许是洛家的寒剑仙子呢？试剑大会考核的又不是实力，而是天赋和潜力。也许寒剑仙子会在试剑大会上一鸣惊人。怎么会是杨剑公子？这个杨剑公子，好高的剑道天赋！不愧是2年时间便能成为剑王的天之骄子。这个杨剑公子的天赋的确非同一般，在天骄中也是冒尖的存在。可惜天儿还是稍逊一筹。的确是数1数2。方阳不是出自名门，更非5大剑圣势力，天赋却如此出众，与水寒关系又好，当可收纳入洛家。如此，我洛家未来便有2位剑圣强者。竟然是水寒仙子！好，太好了，太厉害了！太棒了！好！我竟然是最后一名。他第几？他第几？啊？问我，我也不知道啊。我到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了。啊？我第2。还好不是第1。
为什么会是他？啊！太好了，水寒剑果然认可了李阳哥哥。是不是体内已经有了一柄神剑，无法再容纳第二柄？还是说，我现在的修为不够，所以无法容纳第二柄？这怎么算？水寒剑这是选择了寒剑仙子，寒剑仙子获得了水寒剑的认可。这么说来，寒剑仙子是本次世剑大会的魁首。我认为是杨剑公子和寒剑仙子都获得了神剑水寒的认可，恭喜了，杨剑公子。为什么水寒剑选择了杨剑公子后，又改变了目标？也许是水寒剑同时选中了他们两人吧，只是先进入杨剑公子身体而已。也许是一开始水寒剑选择了方阳，但进入他体内，发现他的真实天赋其实不怎么样，这才改变方向。这样的话，方阳还算是世剑大会的魁首吗？当然算，不管什么原因，总之水寒剑的第一选择是他，他就是本次世剑大会的魁首。各位没有意见吧？各位小友，前10名单已出，分别是方阳、洛水寒、剑无双、吕天、楚言、华虫、叶媚儿、战星河、君一寒、楚西西。叶媚儿、战星河、君一寒皆为剑宗天才弟子，再加上剑无双，剑宗弟子在前10之中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足见剑宗强大。前10之人将获得在剑山悟道的奖励，为期3天。获得魁首者，在剑山悟道之后，便可进入我洛家宝地修炼，为期3年。这么好啊！没有获得前10的各位小友，你们也别失落。我洛家欢迎天下各地的阴杰加入，加入洛家的阴杰将会受到大力培养，剑山会定期对你们开放。愿意加入洛家的小友们，可与我洛家联系。现在，请获得前10的天骄们，随我前去剑山。此为剑山，剑气笼罩区域，除了剑圣强者，任何人都不能踏入。在剑山之上有10个安全区域，没有被剑气笼罩，武者可以在安全区域中领悟剑山所蕴含的强大剑道。好了，大家请自便吧。洛老，这几日承蒙洛家招待，多有烦扰之处。我儿幸得贵府剑山修炼之机会，不胜感激。他日欢迎洛家之人前去西域吕家做客。现在先走一步。这就是吕神通，西域吕家家主，我的父亲。路途遥远，一路走好。这是我洛家宏远老祖。晚辈见过宏远老祖。老祖，方阳小友，
在剑山之上修炼的如何？很好，承蒙贵府宝地修炼，令我的剑意领悟，在短短3天内已经更上一层楼。你天赋出众，能在剑山短短3天便有所收获，进入宝地修炼3年，定然会有更大的收获。借老祖吉言。打开宝地封印，带他俩去宝地修炼。是，你们2个跟我来。修炼宝地可以进去了。哇，这就是你们洛家剑神先祖的雕像。好浓郁的剑气能量。洛家宝地修炼1天，相当于外界修炼2天。我们在剑意境的修炼时间短，正好在此闭关3年，争取一举追上其他天骄的修为。吕阳，修炼的时候也别忘了用魂念感出雕像，可以领悟剑意，参悟剑道，这对于突破道境剑圣也大有作用。那剑圣级武学呢？也在雕像蕴含的剑道之中，需要自身领悟。听老祖说，悟性越高，领悟到剑神级武学的几率越高，甚至领悟2门剑神级武学都有可能。领悟到2门剑圣级武学的人多吗？少，非常少。哪怕是领悟1门剑神级武学的人，都屈指可数。后来，都成为了剑圣强者。历史上领悟到2门剑神级武学的人只有1个，那个人跟你还有渊源。哦，是谁？金鸿剑神吕金元，是你吕家先祖剑神。3000年前，他年轻时参加世剑大会，也曾获得魁首，进入这里修炼。我吕家先祖剑神竟也在此修炼过。每隔数千年，剑域大陆才会出现一次剑道盛世。每当剑道盛世，就会出现新的剑神之位。最近一位登上剑神之位的无上天骄，便是3000年前你吕家先祖金鸿剑神。上一个登上剑神之位的，是我洛家先祖边黄剑神骆冰云，时间是6000年前。既然以剑神为目标，那就必须和先祖金鸿剑神一样，领悟2门剑神级武学。这里的剑阵坏了，被封印在冰雪魔域的妖灵又出来了。妖灵？妖灵是因为吸收剑气能量，开启了灵智的兽雷。这里寒冰属性的剑气能量充沛，曾是妖灵的乐园，被称作冰雪魔域。后来我洛家先祖剑神封印了这片区域，洛家宝地更是直接建在冰雪魔域之上，以他自身雕像为阵眼，镇压着冰雪魔域中的妖灵。洛家宝地之所以能够加快修炼速度，就是吸引了寒冰魔域中的剑气能量。难怪。是不是年代久远，所以阵法禁止自己破坏？现在我们怎么办？可以离开这里吗？只要心之书用令符打开通道，我们就能离开这里。但是，冰雪魔域中妖灵众多，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肯定会有源源不断的妖灵诞生，恐怕连实力强大的圣级妖灵都有。等他们从冰雪魔域中冲出来，这对于整个冰雪城而言
都是一场灾难。这样的事，我们管不了。你洛家乃圣级势力，肯定会有办法应对这样的情况。只有剑圣强者，才可能重新修补先祖剑神留下的封印。希望老祖能够早点发现这里的情况，快点过来。这里面的情况，外面的人会知道吗？平时宝地不会启用，没人关注。但我们修炼期间，会有专人一直关注这里的情况。刚才造成的动静如此之大，外面的人肯定知晓。那就好，也许我们不用离开，等红眼老祖前来，把这里的禁制修补好就行了。希望如此。你在这里继续看着，我去禀告副家主。让开！我有要事禀报副家主，宝地禁制被破，小姐有危险。这，副家主正在外出。老祖不好了，大事不好了！什么事慌慌张张？老祖，宝地禁制出现了破坏，冰雪魔域的封印被打开了2条通道，通到宝地空间了。什么？星之呢？有没有去打开通道，放水寒2人出来？副家主外出了，不在府中。开！是血晶老人吗？他怎么会来我北域洛家？他想干什么？红远老祖呢？老祖在哪儿？有剑圣前来，老祖怎么没有现身？就是。血剑老人来了，快去找红远老祖。只有老祖使用神剑水寒，才可抗衡。冰雪魔狼剑王级，我来试试这畜生能有多强的实力。老祖，怎么了，老祖？这里的阵法封印是人为破坏的。洛家宝地，除了剑圣，只有令牌才能进入，谁能进来这里破坏封印？没错，事到如今，只能去问问星之了。现在当务之急是修好封印，剑来！
不好，他们的目的是神剑。血剑老人，骆宏远，若是冰雪魔域的封印彻底开了，整个冰雪城都将被妖灵淹没，你们骆家会血流成河。不如你告诉本座，神剑水寒的操控之法，本座得了水寒剑就离开，让你放开手脚去修补冰雪魔域的封印，如何？想要我骆家神剑，做梦！本座要的东西，还从来没有失手过。骆宏远，失去神剑水寒，你北域骆家依旧是剑圣势力。若是冰雪魔域的封印彻底解开，那你北域骆家要被除名了。家破人亡，你们骆家也想不辞后尘吗？哼！但在冰雪城的冰天雪地内，你也未必有胜算。你能在中域剑家作威作福，在我北域骆家面前休想讨得好处。或许你的实力更胜于老夫，但在冰雪城这1亩3分地，你也毫无优势。而且你在这里的消息会马上传至剑宗，不到2天，无剑老人君神望便可赶到这里。不到2天的时间，你想破我骆家，夺走神剑，简直痴心妄想！你骆家天才凋零，好不容易出了一个骆水寒，有剑圣之姿，你要让他死在冰雪魔域的妖灵手中不成？别说是2天，就算是2个时辰，他都坚持不下去。等到明天，冰雪魔域中的妖灵早就倾巢而出，封印必定全面瓦解，10个骆水寒也得死无全尸。神剑再强，毕竟是死物。你骆家小公主可是天骄，将来必成剑圣，甚至有望冲击剑神。你是保神剑，还是保骆水寒？自己心里好好想想，再做决定。你仔细想想，一个未来的剑神有多重要？现在，选择权交到你手里。我的选择，就是先杀了你。哼！选择的是一条死路。九龙冰级大阵不过如此。若是冰皇剑神在世，本座自然远远不及。但仅凭他留下的一座阵法，还挡不住本座。血魔煞神，能让本座动用血魔煞神，北域洛家的确比中域剑家要强大得多，但也就此为止了。看本座破你九龙冰级大阵！
老人这门剑术当真可怕。若仅靠9条冰龙攻击，迟早会被血煞之气进入污染。若是被血剑老人操控了9条冰龙，那么……洛宏远，你与本座在此拼命一战，就不担心你洛家小公主惨死于妖灵手中吗？冰皇雕像有我先祖力量，只要还在，寒儿便不会有大危险。我必须尽快打退血剑老人。洛宏远，以你我现在的战况，再打上几天几夜都没问题。可你孙女还有时间吗？冰皇道真，糟了！冰皇雕像已经受到攻击，宝地空间病人正在激动。剑王，其中一个强大的不可思议，手中拿的好像是神剑，而且冰皇雕像也有着十分强大的力量，所以大家的连续攻击根本没有什么效果。幽灵的攻势结束了，恐怕没有。那他们怎么都撤走了？暂时的撤退，恐怕是为了更强大的进攻。可能是更加强大的妖灵。该不会有妖圣过来吧？应该不是妖圣。据先祖笔记记载，妖圣的身躯非常大，如同小山一般，哪怕是体型小的，也有10几20丈高；体型大的更是可达到30、40丈高。这个通道太小了，妖圣应该过不来。不，就是妖圣。不知外面什么情况，我凭神剑逃神，能不能挡住妖圣的攻击？真是妖圣！老祖已经离开了好几个时辰都不见回来，难道我要和吕阳正面对抗妖圣？难怪这头剑圣级妖灵能够穿过通道来到这里，原来是一条蛇妖。这是我的速度变慢了。你对着雕像下法，注意自保，我来对付他。你可千万当心！区剑王也敢在本圣面前放肆！小子，你手中的剑不错，可是传说中的神剑。
知道我手中的是神剑，还不快退下！以神剑之威，哪怕你是妖中之圣，也可斩之。神剑虽强，可你太弱，小子，凭你还差得远，并且你手中的神剑不是水寒剑，只要不是水寒剑造成的伤，在长生池中都可快速复原。你的神剑对本圣毫无威胁。你们都很年轻，如此年纪就已经是剑王，看来你们是人类武者中的天之骄子，击杀你们应该很有乐趣。现在让你们知晓什么是圣级实力。星恒剑气！有点意思啊！凭神剑之力，你的实力在剑王中已属顶尖，可惜在本圣面前，依然宛如蝼蚁。你怎么样？圣级的力量果然难以匹敌。这是先祖的边皇绝身斩。不好，我挡不住了！糟了，妖圣，灵球雕像恐怕撑不了多久了。看来冰雪魔域的封印就快破了，你洛家小公主将命丧妖灵之手。洛宏远，你给出水寒剑的操控之法，本座就让你去救她，如何？你休想！要是强带水寒剑回去，还需用血煞镇压，根本无法运用。必须得让这个老家伙吐出水寒剑的引导之术才行。寒儿、方阳，一定要撑住啊！不见棺材不落泪，洛宏远，经此一战，你血气大大消耗，还能活多少时间？只要洛水寒一死，你洛家便后继无人。等你死后，本座取你洛家神剑，如探囊取物。他说的没错，若是真到了那一步，也只能舍剑救寒儿了。这怎么回事？攻击冰皇雕像的妖圣为什么停手了？难不成
被冰皇雕像爆发的力量斩杀了。不可能啊！药圣哪会那么容易死？助你！水元术，诗涵，你怎么了？还好，击退了那头妖兽。我的水元术没有白费力气。放心，身体无大碍，没有性命之忧。我以剑我修为转移剑圣力量，受到了水元术的反噬。主要伤在神魂，死是死不了，只是武道之路怕是要断了。还好你的希望还在，你刚才被雕像中的力量附体，感受过一次冰皇剑神的剑道意志，在此修炼3年，便可获得冰皇剑神的全部武道传承。你吕家先祖曾在此参悟剑道，后称剑神。希望你将来也能登上剑神之位。诗涵，我会守护你一生一世，也会守护洛家一生一世。不知道那个家伙还会不会再来？他可是说有个长生池，能够快速恢复伤势。他伤得那么重，并且是神剑造成的伤，应该没那么容易复原吧？怎么回事？不是说那天就2个剑王和1个剑圣层次的雕像吗？不愧是神剑，这等伤势，看来得要10天半个月了。那个小子，我
记住你了。只要冰皇雕像安稳，说明韩二还是安全的。洛星之还不出来帮忙！可恶，居然暴露我的身份！你直接进入洛家宝地空间，把里面的封印彻底破了。洛星之，你敢！阻止洛星之，格杀勿论。帝释馆里，洛家是我的副家主洛星之，竟然是血剑老人的人。奇怪，为什么妖灵全部撤退？之前洛红眼猜测的叛徒，应该就是他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洛水寒施展了禁术水元术，将冰皇雕像的力量转移至你的身上，才打退了妖灵的进攻。我猜的对不对？水寒剑魂重创，断了武道之路，皆因你之故。你身为洛家副家主，却亲手掘洛家坟墓，你可对得起洛家列祖列宗？小子，剑王只有200年寿元，而剑圣足有1000年寿元。你知道200年跟1000年的区别吗？我不想200岁就死。血剑老人答应助我突破剑圣，为了1000年寿元，做什么我都愿意。就因为这个，连养育你的家族覆灭都在所不惜。1000年寿元何等难得！我相信洛家的祖先，如果疼爱我这个后辈，一定会理解我的。如果不疼爱我，我为了自己的1000年寿元覆灭洛家，又有何妨？你真是个畜生！养有贵辱之恩，家有反哺之意，你连畜生都不如！畜生？什么家族跟我有什么关系？只有生命才是属于自己的，为了生命值得付出任何代价。方阳，你真是可惜了，你将来可成剑圣，甚至有望冲击剑神。可惜你偏偏要来参加世剑大会，偏偏走上了一条死路。其他天骄比你的运气好多了。忘恩负义之辈，你真该死！没了洛水寒给你转移冰皇雕像的力量，就算你是公子级天骄又如何？我乃巅峰剑王，你区剑意境中期剑王，我随手便可捏死。神剑，你有神剑，受死吧！真是个废物！
安儿怎么了？他动用了水元术禁术。水寒是我洛家唯一的剑圣种子，现在他剑魂重创，武道之路已绝，这是天要绝我洛家之路吗？宏远老祖，将来我成为剑圣，愿守护洛家。当真？若无水寒施展水元术禁术，我也挡不住那头妖圣，此刻已经身死弥撒。既然他的剑圣之路已绝，那么就由我来替代他守护洛家，这是我对他的承诺，绝不许言。你和水寒，我愿守护水寒一生一世，成就剑圣之后，便向洛家提亲。我明白了，那洛家和水寒的将来就都托付于你了。洛京之可是巅峰期剑王，没了水元术的方阳究竟是如何生的？看来这个方阳还有很多秘密。你照顾着水寒，我先把破坏的封印修复，然后带水寒出去。你可以留在这里继续修炼，直到3年期满。为什么是3年？这里的能量都要供应冰雪魔域的封印和九龙冰旗大阵。每隔30年让人进来修炼3年已经是极限，时间再长些，就有可能使得封印失去力量之源，而失去效果。况且这一次我运用九龙冰击大阵，消耗了不少能量。你在这里修炼的时间恐怕达不到3年整，就会因为能量耗尽而被传送出来。原来如此。水寒的剑魂受到破坏非常严重，需要至价的养魂宝物才能治愈。洛家的养魂宝物只能令他的剑魂不再破坏，无法修复。把它交给我，我得带他去养魂，否则等剑魂彻底碎灭，他就再也无法苏醒了。什么养魂宝物能够治好水寒的剑魂？神剑暗灵，或者是神药九玄神魂花，这2样都是传说中的宝物，从没听说有人亲眼见过，几乎没什么希望。还好洛家有先祖留下的千年养魂木，以他的剑魂损坏程度能够保住。详细的事之后再讲，先去宝库中把千年养魂木取来。这强大的气息，是剑宗宗主无间老人吗？是剑宗宗主君望神来了。你们2个别只顾着伤心了，好好照看水寒。记得将千年养魂木给他服下。君宗主，宏远兄，看来我来晚了。君宗主能从中域剑宗不远万里而来相助，洛家上下已经感激不尽了。却见老人慑于君宗主的实力，知道君宗主要来，提前1个多时辰就已经逃之夭夭。唉，可惜，自从剑家的血债之后，我便一直留意着他的消息，没想到他一蛰伏就是20余年，一直不见踪迹。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他的消息，又被他逃走了。
血剑老人往这边去，君宗主或许可以去这个方向碰碰运气。若是运气好，或许真能遇上。已经过了1个多时辰，再追上的希望十分渺茫，不急于一时。你先跟我说说血剑老人现身洛家究竟是什么情况，整个过程你跟我仔细说说。那请君宗主到洛家小坐。这么说来，血剑老人是为了洛家的水寒剑。君宗主可有什么发现？神剑之贵重，任谁都知道。也许他就是眼红神剑，另外3大家族的神剑他没机会弄到手。偏偏你洛家的冰雪城建立在冰雪魔域之上，借着30年一次的世剑大会打开冰雪魔域的封印，才有机会在你保神剑还是保洛家剑圣天才的两难之间夺取水寒剑。说来奇怪，你洛家宝地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仅仅2个剑王天才，再加上1座冰皇雕像，便让洛兄志的破坏都失了效果，连他自身进入其中都命丧黄泉。也许杨剑公子身上有什么对付剑王的厉害手段吧，我也不太清楚。至于妖灵被击退，则全靠洛水寒施展水元术禁术，将冰皇雕像的力量转移给了杨剑公子，使得他拥有了剑圣之力。妖灵被打怕了，就不敢继续来攻了。好了，我去血剑老人逃走的方向碰碰运气，若能找到他，这次一定不让他逃脱。我将他请来洛家，让他向宏远兄谢罪。我洛家虽然损失了一位天骄的未来，但与剑家家破人亡相比，却也算不了什么。君宗主若抓到血剑老人，无需让他来洛家谢罪，直接让他为剑家陪葬即可。好。巅峰剑王了。舍寒怎么样了？他的剑魂已经稳住了，只是无法继续修炼武道而已。走，带你去见他。多亏有你。你说，成为剑圣之后，便向洛家提亲娶我，是真的吗？当然。你现在已经是巅峰剑王，似乎突破剑圣也快了。是对剑道
已经有所感触。若是能继续在洛家宝地修炼1-2年，我有把握领悟剑道，成为剑圣。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只能开启那么久。西域吕家，是不是也有类似的修炼宝地？应该有吧。最近的剑神强者，便是出自于西域吕家，应该会有最完整的剑神底蕴。你要回西域吕家了？不错，我得找吕神通问清楚当年他和我母亲的事情。名分什么的，我可以不要，将来我也可以不留在吕家，但我身上流着吕家的血脉，吕家的神剑传承，我得学。仅是领悟寒冰剑道，成就剑圣，这是冰皇剑神走过的道路。我要集冰皇剑神、惊鸿剑神2人的剑道优点，领悟出新的剑道，走一条新的剑道之路。我觉得这样将来成为剑神的希望才会更大一些。你说的有道理，绝大多数人都想沿着前人的足迹走捷径，而你却想要开辟新的道路。仅是论这份气魄，就已经胜过绝大多数人了。新的剑神之位出现，当属于新的剑道之路。你什么时候去西域吕家？我刚刚出关，先在冰雪城住几天，陪陪你，过几天就出发。那你的身份，什么时候告诉我父母和老祖？现在也没什么可隐瞒的了，只要我回西域吕家，身份就会天下皆知。现在就告诉他们。好。老祖，爹，娘，有件事要跟你们说。什么事？其实，他不叫方阳，而是叫做吕阳，是吕神通之子。西域吕家，吕神通的儿子。这是怎么回事？吕神通见过他，怎么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认识？我自幼在北域寒山城方家长大，我母亲。你不仅是吕神通的儿子，并且还有神剑桃神。姑姑也知道吕阳有神剑桃神。我们遇到烈血河时，就是吕阳用神剑桃神抗衡了血煞，这样我才能凭借剑圣倒影将烈血河重创。在宝地空间，也是因为吕阳有神剑桃神，才能够在获得冰皇雕像力量的短时间内重创妖圣，将其击退。我能击杀洛星之，也是凭神剑桃神。真的是神剑，暗灵剑养魂，桃神剑诛煞，这可是2柄最古老的神剑，只在雪煞剑屠戮剑域大陆之前的时代出现过。万万没想到，竟有现世之时，桃神剑怎么在你的身上？我也不知道，应该早早就已经在我体内。不知道吕神通知不知道原因？我去西域吕家后，得问问他。你什么时候去西域吕家？我已经跟水寒说好了，过几天就走。最好是快点走。为什么？血剑老人入侵洛家，目的就是为了神剑水寒，或许也会对你身上的神剑桃神感兴趣。既然厉雪河知道你身上有神剑桃神，很有可能会告诉血剑老人，为得桃神，血剑老人也许会在你前往西域吕家的途中截杀。你今天刚出关，见过你的人不多，你悄悄离开冰雪城，这才能路途平安。前辈所说在理，一切以安全为主。老祖说的对，你尽快秘密出城，才能一路通畅地回到西域吕家。没错，血剑老人已经在洛家策反了一个洛星之，洛家很可能还有暗中与煞盟勾结的人，所以吕阳不能在洛家久留。你往那个方向飞，不出5日便可到达西域吕家。吕阳就此别过，前辈珍重。
着实比方家气派多了，可惜母亲看不到了。阁下是谁？来我吕家何事？麻烦通报贵家主一声，杨建公子求见。好，公子稍等，待我前去通报。神通，天儿今年才26岁，就突破了剑意境巅峰，比你当年突破剑意境巅峰的年纪要早了好几年呢。将来天儿突破剑圣的年纪，肯定也要远小于你，应该用不了太长的时间。到时候，你们父子双剑圣，将是流传整个剑域大陆的佳话。不错，比起我当年，的确要出色很多。但是在天骄中，26岁成巅峰剑王，算不上多么出色。如剑无双、厉雪河都在24岁左右便成为巅峰剑王，你还要多多努力。父亲放心，我一定会追上剑无双、厉雪河的。将来的剑神之位，非我莫属。有自信是好事，但千万别骄傲自满。在成为剑圣之前，每天再多加2个时辰的修炼时间。每天再多加2个时辰修炼，那等于是全天闭关了。父亲，再怎么刻苦修炼，也该讲究劳逸结合吧？是啊，我相信天儿的天赋，只要他认真修炼，必不输给任何人。神通，你别将他逼得太狠。若你将来的目的只是剑圣，那么你想怎么轻松都行。如果你的目标是剑神之位，就必须得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天骄虽少，但也有7人，他们都刻苦修炼。你前进的慢了，就等于是后退。现在不是7个了，洛家的洛水寒剑魂受到重创，修炼之路已经断了。还有方阳那个小子，出身于微末，能学到什么厉害武功？将来顶天也就是成为剑圣，华重楚言也不如我。只要我努力超过剑无双和厉血河，剑神之位就是我的。让你好好修炼，不是让你骄傲自大，瞧不起他人。同为天骄，别人出身于微末，却能比你更早登上洛家神剑塔第10层，说明天赋比你只强不弱。你连正事别人都做不到，只知盲目自大，怎么可能在武道之路上比过别人？吕神通，你这是干什么呢？天儿怎么就骄傲自大了？天儿比你当年要优秀多了，他还要这么优秀？整个剑域大陆无数武者，天儿能在同代排名最顶尖，多少人渴求不到这么优秀的儿子，你都不如天儿，你还说他？娘亲，父亲也是为了我好，你就别生气了。家主，杨建公子在府外求见，快请他去课堂。吕神通，今天你哪儿都不能去。哼，这个杨建公子，就是你说的方阳？对，就是他。他来吕家做什么？不知道。娘亲，父亲毕竟是剑圣，你就让着点。剑圣怎么了？我父亲楚剑雄是剑圣，儿子将来也是剑圣。他能将我怎么样？我先去问问方阳这小子跑来我吕家做什么。方阳，你来我吕家做什么？找吕家主，问点旧事。你能有什么事问我父亲？先问我吧。你不知道，问也白问。你都没问，怎么知道我不知道？还请继续带路。不许走！方阳，不把话给我说清楚，休想向前一步！你们吕家是吕家主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就凭你，还没资格在我面前狂妄！我倒要看看你在洛家宝地修炼这么久，有多大长进！住手！父亲，越来越放肆了，给我退下！是。杨建公子，让你见笑了。
是我和清溪的儿子。我的娘亲的确是方清溪，她给我取的名字叫吕阳。方阳，吕阳，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我还以为你跟着司明一起被煞门害了，没想到你还活着。你就是我的儿子，我和清溪的儿子。我不确定你是不是我父亲，如果你真的是，为何弃我娘亲于不顾？为何我活了18年，你从来都没来看过我？我对不起你娘亲，也对不起你。我来，不是想听你说对不起，而是要知道为什么。如果没有值得我理解的理由，我无法替娘亲原谅。你想知道我和你娘亲的故事？那得从我说起。我并不是吕家家主的唯一继承人。我同父异母的弟弟吕神池，天赋出众，比我更胜一筹。若不是我经历了一番机缘奇遇，吕神池应该会比我更早一步突破剑王。我成为剑王后，一次宴会上，我认识了来自南域楚家的楚红兰。楚红兰是楚家剑圣楚剑雄的女儿。我娘亲为了给我找个好靠山，好争夺家主之位时更有优势，便向西域楚家提亲，作为剑圣的女婿。再加上我机缘之下，比吕神池更早突破剑王，顺利地接任了吕家家主之位。我和楚红兰成了亲，很快我们也有了孩子，就是吕天。但我是凭机缘成为剑王，实际上并没有剑圣之资，资质相对于剑王也不算拔尖。楚红兰嫁过来，发现我并没有她想象中那么优秀，多有懊恼。我们二人多有争吵。说来我能接任家主，跟楚剑雄这个剑圣岳父有不小的关系。楚红兰在剑圣父亲的庇护下长大，骄横惯了。说来惭愧，我纵为吕家家主，也管不住他。那段时间在家族中待着无趣，我便离开了家族，如少年时代般行走天下，探索险地，寻找机缘，想要找到突破剑圣的机遇。我的天赋不是很高，但运气却是不差，因为到处探索险地遗迹，还真的找到了一个年代极其古远的遗迹，从里面获得了关于神剑暗灵的一点消息。你见到了神剑暗灵，还是得到了？神剑可不是想获得就获得的，能获得神剑认可者，至少拥有剑圣之资。以我的天赋，并不能获得神剑的认可，否则，如果当年我能获得神剑天虹的认可，我必定能成为吕家家主，就不需要借助楚家的力量了。我连神剑暗灵见都没有见到，但是我的确从那里获得极大的好处，让我能够在短短20年之内突破剑圣，并且也因此遇到了一个令我一生都无法忘怀的人，那就是你娘亲方清溪。我通过古遗迹中获得的关于神剑暗灵的消息，确定神剑暗灵有可能在北域行舟，于是我便赶去了北域行舟。当时你娘亲方清溪是行舟宗门沧浪宫的天才弟子，年仅20出头便已是剑魂境巅峰。我在行舟行走时，跟你娘亲碰过面，她和一些沧浪宫弟子追杀一名黑道人物严天海，结果阴差阳错之下，把我当成了严天海。结果可想而知，但我当时已经是剑意境剑王，轻轻松松就击退了他们。你娘亲当即代表沧浪宫向我赔礼道歉，那是我们第一次相遇。后来呢？后来我们就分开了。我继续在行舟行走，不停地通过古地图对比山岳江河，最终确定神剑暗灵应该就在元苍山脉之中，位于行舟、台州、沧州之间的元苍山脉。对，我在元苍山脉寻找神剑暗灵时，跟你娘亲第2次相遇了。那时他们诛杀真严天海之后，这个严天海有个剑宫境宗师的兄弟严天意，得知严天海被杀，
前来行舟复仇。当时那群苍浪宫弟子正好在元苍山脉中寻药，被严天一找到。剑魂镜如何能抵抗剑宫镜宗师？苍浪宫弟子当场便死了好几个。你娘亲是剑魂镜巅峰的修为，勉强逃走，但也被严天意追杀。在被追杀之时，慌不择路，意外地闯入了一处古遗迹的入口。那时我正好也在入口处。这处古遗迹在特定的地点，人就会被传送进来，但只能进不能出。严天意也跟着闯了进来，被我出手击杀。我和你娘亲便被困在了那处古遗迹中。神剑暗灵就在那处古遗迹中。根据我获得的消息和古地图的判断，应该是的。但是这处古遗迹有点特殊，像是另一个世界。那里也有日月山河、花草树木，并且还有着一头头厉害的妖灵。我和你娘亲找不到离开的方法，便只能在那个世界探索。结果在猎杀一头青蛟妖王时，我身受重伤，多亏你娘亲照顾，才得以生还。渐渐的，我们被困了大半年时间，也许是相处的久了，我和你娘亲暗生情愫。我心想，如果这辈子都没法离开了，我们得一直生活在一起。我们便以天地为证，做了夫妻。如果一直没法离开，我们一直在那个世界生活着也就好了。可惜没有如果。那你们是怎么离开那处古遗迹的？那个世界中还有我应付不了的妖圣，为了躲避妖圣，我和你娘亲根本没法在一个地方长久停留，哪怕她怀有身孕，我们也得经常转移位置。大概怀了你3个月的时候，我们找到了一个山洞，里面有着人为开凿的痕迹，有石桌石椅，就像是有人生活过。那里还有别人？那里的痕迹是很久很久以前留下，应该是曾经有人生活过，也许是意外来到那个世界的人，也许是封印那个世界的人，反正已经非常久远。我在山洞深处的水潭旁边的藤蔓上获得了一颗半拳大小、鲜红如血的果子，里面蕴含着极其精纯的能量。我正是吃了那枚果子，修炼速度大增，悟性也提升不小，这才能在20年之内突破剑圣。我和你娘亲在那个山洞中休息了1个晚上，结果当晚你娘做了一个梦。她说梦里面她也睡在山洞里，结果一柄粉色的剑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刺入了她的肚子。当时她就醒了过来，吓得顿时就跑，出了山洞一直向前跑，跑着跑着前面出现一个湖，她就直接跳到湖里去了。结果画面一转，她就离开了那个世界，回到了元苍山脉，然后就真的醒了。你娘彻底醒来，就连摸肚子，发现肚子完好，才松了一口气。然后她就把这个梦跟我说了。当时她情绪有点激动，说梦里太真实了，一切都像是真的。要离开山洞，向梦里面跑去的方向看看。说来也是神奇，当我们离开山洞，就按照你娘亲梦里面跑的方向前进，真的发现了一个小湖泊。我们跳入湖泊中，也如梦中一般离开了那个世界，到了古遗迹之外，出现在元苍山脉之中。我们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出来了。粉色的剑，桃神。如果娘做的梦是真的，那么桃神就是在那时进入了当时还在胚胎状态的我。原来如此，这么一来，一切都说得通了。吕阳，离开之后，我娘回了方家生活，你就回了西域吕家，再也没有来看我过。我有我的苦衷。我之前说过了，我虽为吕家家主，但我管不住楚红兰。如果让她知道我在外面还有女人，还有孩子，她若铁了心要除掉，我阻止不了。她的父亲是剑圣，以楚红兰的性子，
怕是会诛杀你和你娘亲。我没有道理名分，吕家的剑圣老祖也不会站在我这边。只要你们身份暴露，就会死，所以我不能看望，甚至我都不能派人暗中保护。我不敢露出丝毫马脚，在我有能力保护你们之前，我们连一点牵连都不能有。难道他真的是为了保护我们母子？一个剑王根本没有面对剑圣的资格。想要光明正大的认你们母子，我必须成为剑圣，才有可能。所以，我回到西域吕家，一直勤修苦练，不成剑圣便不出关。论资质，在同代天才中，我排不进前5，但是5年前，我终于突破剑道境，成为同代第1位剑圣。这时，我才有保护你们母子的力量。但我突破剑圣，天下各大势力相继来贺，我没法第一时间前去方家接你们，只能暗中派吕思明前往。没想到，造化弄人，我万万没想到。没想到你娘早已离世，更没想到我们父子相见是如此多灾多难，以至于让思明也丢了性命。眼前这个男人，真心爱我娘不假。若是当初留在古一界，我们一家倒也能其乐融融。这不怪你，的确是造化弄人。孩儿吕阳，拜见父亲大人。我儿快起！以前为父力量不强，护不住你，现在为父为剑圣，定要让你认祖归宗，将你的身份宣告天下，谁也别想阻拦。我认祖归宗，你也要为我娘亲证明才是。那是当然，我已经很对不起你娘亲了，绝不能让她无名无分。杨儿，此事我会跟楚红兰商量。不是商量，是通告。为父作为剑圣，在吕家有了足够的话语权，不管他就同不同意，也阻止不了。只是站在他的立场，不高兴也是人之常情，他倒是肯定会给你脸色。可他毕竟是我明媒正娶的正妻，也是你大娘。若是真无理取闹于你，你忍着点儿，别跟他计较。你们若是吵闹起来，将成为吕家的笑话。父亲放心，我懂得分寸。那就好，那就好。这些年，你一定过得很不容易，真是难为你了。但是从现在开始，苦难的日子都过去了，我很快就会给你举行认祖归宗仪式。等你认祖归宗，你可以学习吕家任何剑圣武学，可以进入吕家各处宝地修炼。以你的天赋，好好修炼，将来必成剑圣，哪怕是剑神之位，也有不小的希望。实际上，我觉得剑神之位，希望最大的就是你。何以见得？以我之经历，武道修炼，天赋重要，气运也很重要。我虽然不是同代天赋最好的，但气运却佳。所以，我总能获得别人获得不了的好处，第一个登上了剑圣之位。你能够在短短2年修炼成剑王，可见你的天赋很高，并且大难不死。想必你成为剑王，也肯定经历了奇遇，气运也差不了。有天赋，有气运，自然希望更大一些。其实那2年，除了吕大哥教我吕家3门剑王级武学，我并没有获得其他奇遇，只是闭关修炼了2年而已。闭关修炼2年，你就一路修炼成了剑王。你的修炼天赋之高，比我意料中还要高得多。若真如此，就连众多天骄的天赋都要比你差一个档次。在真正的天赋碾压面前，纵然经历奇遇，也难成剑王，更别说成为剑圣。我能成为剑圣，奇遇是一个方面，我自身天赋也是一个方面。
而剑神之境，古往今来有记载的剑神屈指可数，而剑圣却数量太多，不知具体数目，可见突破剑神之艰难。越是难以修炼到的境界，对于天赋的要求就越严苛。杨儿，将来的剑神之位，我更看好你了。与我同代的天才不在于少数，大家皆有可能。别人我不了解，但天儿我是最清楚的。论天赋，天儿在天骄中实属中游；论机缘，天儿有的只是吕家原本就拥有的。更关键的是，天儿一路走来太过顺利，我也经历过人生坎坷，受不了打击，其心其志都还需磨砺啊。在我看来，未来剑神必在你、剑无双、厉血河三人之中。算了，不提这些了。父子相认，不如唠些家常吧。对了，你之前说在黑风山思明丧了命，他是死于鬼煞之下。你当时是怎么逃过这一劫的？父亲可知道神剑逃神？这岂能不知？10大神剑各有传说，其中8柄神剑的传说比较清晰，唯独桃神剑、暗灵剑出现年代久远，记载极少，唯有8个字较为流传：桃神诛煞，暗灵养魂。哎，你身上该不会有神剑桃神吧？不错，我身上有桃神剑，靠桃神剑的力量击败了鬼煞，也将追杀我的煞盟武者一一击败。你真的有神剑桃神？这等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古之神剑，竟然在这个时代现世了吗？杨儿，你什么时候获得了桃神剑？果然，一切都因源于那个梦。我没有获得过神剑桃神，这本神剑应该是从我生下来开始就一直在我体内。难道？没错，我听父亲讲当年时，如今也怀疑体内的桃神剑是不是跟娘亲在那个山洞里做的那个梦有关。梦里面找到湖泊的路线是真的，通过湖泊离开古遗迹世界是真的。那么，有一柄粉剑插进他的肚子，一样是真的。那就是桃神剑。从那时起，桃神剑就一直在你的体内，伴随着你出生、成长。我也是这么想的。桃神剑居然如此有灵，你还在腹中就择你为主了吗？这究竟是好是坏？还有，你娘亲早逝，会不会跟桃神剑有关系？是，父亲说娘亲以前是沧浪宫的天才弟子，修为颇深，这都是桃神带来的。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岂不是这剑自己有意识？那究竟是我御剑，还是剑御我？父亲，你不是说那处古遗迹世界中应该有神剑暗灵吗？怎么神剑桃神也在其中？难不成那里拥有2柄神剑吗？根据我得到的古地图考证来看，神剑暗灵的确是在那处古遗迹世界中。如果桃神剑确实是从那里进入你娘亲的体内，那么你说的没有错，那里有2柄神剑。只是我和你娘亲还没找到暗灵剑，便离开那里了。父亲成为剑圣后，有了足够的实力，应该又去探索过吧？去过。你和思明出事后，我在北域找了你一圈，在行舟的时候便去了元苍山脉，但是当年那个入口我已经进不去了。我能感应出那里的天地空间与别处不同，应该入口禁制还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无法激发触发条件，进不去里面。难道是剑圣不可进？不一定。当年你娘亲是剑魂境，炎天意是剑宫境，我是剑王境，都能进。但后来我找人试过了，剑魂境、剑宫境、剑王境武者也都无法再进。我猜想，应该是我和你娘亲离开后，
进入遗迹世界的禁制改变了，产生了新的条件。再次进入，会不会和我体内的神剑逃神有关？有可能，或许你将来可以去试试。遗迹世界中有妖圣，并且数量还不少。想要完整的探索遗迹世界，你现在的实力还不够，至少也要成为剑圣才行。我在洛家宝地闭关修炼近3年，获得了冰皇剑神的武道传承，修为已经修炼至剑意境巅峰。我想参悟金红剑神的武道传承，集2位剑神的剑道之长处，领悟出属于自己的剑道，突破剑圣。你今年才23岁，好像还不到。还有4个月，年满23。你真正接触到上乘武学的年纪较晚，剑无双、厉血河在18岁时都已经突破剑王，你18岁才真的开始修炼上乘武学，修为却能后来居上，比他们年纪更小的成为巅峰剑王。论天赋，他们的确是比你差了一档。我会尽快举办你认祖归宗的仪式，之后你便可任意参悟剑神先祖留下的武道传承。你先在家主府内的偏院住下，你的事我得告知楚红兰一声。太过分了！这个吕神通现在胳膊肘都开始向外拐了。天儿，你不必忧心，你外公是剑圣，父亲是剑圣，你更是年少天骄，整个剑域大陆就属你的血脉最为优秀。那什么杨剑公子，区区一散修，无依无靠，就算机缘造化之下成为了天骄，与天儿你相比，那也是差了10万8千里，远远不及。我娘说的是，我2代剑圣之血，跟一个碰运气的小子动气完全犯不着，就是不知道他找父亲会有什么事。我会跟你父亲问个清楚。天儿，你虽然比别人优秀，但也要多多努力。只要同样的勤奋，别人就肯定比不过你。啊，天儿，我有点事情跟你娘亲谈谈，你先回自己房间。嗯。红兰，天儿是我的孩子，我没理由看轻他。他的天赋远胜于我是不假，但同代天骄好几个，他并没有远胜其他天骄的优势。我对他严厉些，是让他别骄傲过头，继续勤修武道，将来才能够在武道意途上走得更远。你又何必动怒呢？天儿就是我的心头肉，他身怀2代剑圣之血，是剑域大陆的唯一，将来注定光芒万丈。所以你对他苛责，我一时激动就……我们都是为了天儿好，就别多说了。那个杨剑公子来找你，可有什么事？我来找你，正是有件关于他的事情要跟你说一下。什么事？难不成跟我还有关系？有点关系。究竟是什么事情？你快说呀！杨剑公子，真名吕阳，他是我的儿子。这种玩笑可开不得。我没开玩笑，他真是我儿子。吕神通，我们成亲还不到30年，你现在跟我说你在外面有一个20多岁的儿子？我们成亲后，我曾外出历练过一段时间，那孩子的出生就是那一年我在……住口！我不想听你在外面的风流往事。好，你不想听，我就不讲。吕阳年少时，他娘就病逝，现在他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份，我要让他认祖归宗。不可能！吕神通，你太让我失望了。你在外面生了野种不说，现在还想把野种带到家里来，你休想！我绝不同意，我父亲也不会同意。其他家族的族长哪个不是3妻4妾，儿女成群？
你父亲也是，你也只是楚剑雄普通妻妾的女儿。现在我要让我儿子认祖归宗，你凭什么不同意？楚剑雄凭什么不同意？因为你迎娶我的时候，就已经答应过我的条件。若我在世，此生绝不再娶其他女人。就算你成为剑圣，可活1000年，那也要等我死后，才可另觅他欢。吕神通，别以为你成了剑圣，我就真的怕你。只要我活着，你就休想。我没有娶其他女人，我现在是要让我儿子认祖归宗。那还不是一样？怎么是一样？当年的事完全是个意外，我没有主动做过对不住你的事。吕阳他是我的儿子，我就必须让他认祖归宗。我不是跟你商量，而是告诉你这个结果。就算你把楚剑雄请来，也别想阻止。我会马上通告整个吕家，3天后就举行认祖归宗仪式。你愿意参加就参加，不愿意参加就在家里待着。野种，该死的野种！吕叔，这是有什么喜事啊？你不知道吗？杨建公子就是家主的儿子，现在全府上下都在准备着呢。什么？赫赫有名的杨建公子居然是家主的儿子？这下好了，咱们吕府又有一名天骄了。唉，就是不知道楚夫人会不会愿意呀？家主认儿子，管他姓楚的什么事儿？平常吆五喝六的也就算了，这等事情还要插手，真把我们吕家当他们楚家了。天儿，你父亲现在的心思都在那个野种身上，对于我们母子，他已经完全不放在心上了。娘，我们怎么办？有那个野种，没我们；有我们，没那个野种。我恨不得一剑斩了他，但在吕家，父亲不可能不阻止。那就把他引出吕家，引出玄天城。若是他，到时候你就是你父亲唯一的儿子。他再也不会轻视你。好，我要与他决一死战。看来他是执意要与我一战了。哼！我如今已然是剑意境巅峰，有吕家剑圣级绝学和吕家神剑惊鸿在手，方阳他敢来？方阳，终于来了。既然你一定要挑战我怎么能不来？不知天高地厚，若不是你运气好，经历了机缘奇遇，侥幸成为剑王，哪有资格与本公子平起平坐？现在我为巅峰剑王，就凭你也敢在本公子面前放肆？惊鸿剑出！我才不靠什么机缘奇遇，而是一步一个脚印走来的。猖狂！本公子今天绝不饶你。虽然我不喜欢你，但我们至少有着同一个父亲。即使我从小没享受过吕家的好处，而你却拥有一切，可我从未有过嫉妒。而你明明占尽了好处，却如此咄咄逼人，将父亲置于何地？我是父亲唯一的儿子，你的生死对于父亲而言并不重要，所以，哼！惊鸿剑法！明破寒龙剑法！巅峰剑王而已，很意外吗？金光不灭剑体！
你能将我逼至施展金光不灭剑体的程度，已经足够优秀了。本公子承认，以前我确实看清了你。你能够在冰皇雕像上领悟2种圣级武学，天赋足可跟本公子一比。可惜，你依然不是我的对手。我吕家惊鸿剑神极善功法，有着至强攻伐剑术——圣虎剑法。看你能接我几剑！第3剑，冰皇绝神斩！啊！这是冰皇剑神的至强绝杀剑招，你仅仅只是个剑王，居然学会了冰皇绝神斩！你败了，不是我的对手，以后少惹我。我败了，我败了，方阳，就算你能打败我，那又如何？我有神剑天虹在手，剑圣之下，皆可斩之。啊！方阳，你很强，也很天才，可惜没有神剑，今天你还是要输。就让你看看神剑的威力！神剑，我也有。怎么你手中也有神剑？这是神剑桃神，还是神剑暗灵？神剑桃神，你们在干什么？没想到啊，桃神剑居然在他手里。你们2个是同父异母的兄弟，竟然动用神剑相伐，为什么要这么做？吕天在我房中留言羞辱，约我出来一决高下。我前来赴约，他出手凶狠，我只好陪他一战。这是真的？啊！吕天实力不及我，伤于我的剑下，所以动用了神剑天虹。幸好我手中也有神剑桃神，否则我已经死于天虹神剑下了。哼！雨天，你好大的胆子，连你兄弟你都敢伤害，你太让我失望了。他不是我兄弟，我娘说了，他就是个野种，混账！
然打我！我娘说的对，你心里只有那个野种，有了它就不要我们。你，都是一家人，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吕天他现在不懂事，给予相应的惩罚就是了。以后他终究会懂的，一家人终究是一家人。你给我去春风洞，好好闭关思过，至少10年。10年后，你认识到错误，为父再放你出来。我不服！哼！不服便一辈子在穿风洞别出来。哼！哼！我们回去，明天就是认祖归宗仪式，一切照常举行。吕福，你昭告全府上下，吕天兄弟相残，我罚他在穿风洞静坐10年，以正家风。这未免……还不快去！等一下。通知完，拿上伤药，送到穿风洞来。我知道了，老爷。你也随我一同过去吧。父亲罚吕天在这里思过10年，只是表意。这里罡风强劲，武者在其中，必须时刻运功修炼，倒也算得上一种魔力抑制之所。在里面想清楚再出来。爹，你偏心，我不服。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夫人，息怒啊！哼，都给我闪开！我要找吕神通问个清楚。夫人，息怒啊！都给我闪开！我要找吕神通问个清楚。这，身为家族主母，如此大呼小叫，成何体统？我问你，是不是将天儿关入了穿风洞？是。你赶紧将天儿放了。穿风洞那是人待的地方吗？天儿从小到大就没受过那种罪，我绝不允许你对我的儿子如此摧残。什么摧残？那是他犯了大错。再说了，在那里面需要日夜修炼功法，抵抗罡风。他正好一边反省过错，一边刻苦修炼武道，争取早日突破剑圣。以天儿的天赋，突破剑圣是水到渠成的事，根本无需去那破地方受罪。吕神通，我要求你立刻将天儿放出来！谋害兄弟，这是我对他的惩罚，至少也要在穿风洞中思过10年。10年之后，只有他真心悔过，才能放他出来。若不悔过，那就一辈子待在里面。什么谋害兄弟？天儿没有兄弟，那个野种没资格跟天儿称兄道弟。吕神通，我让你现在马上去把天儿放了，然后把这个野种赶出吕家，否则你我夫妻的情分恩断义绝。我带天儿回南域楚家，跟你老死不相往来。你是不是疯了？我没疯，你只顾这个野种，不顾天儿。实话告诉你，我已经通知了我父亲，明天他会到玄天城。要么你放了天儿，将这个野种赶出吕家，要么我和天儿跟我父亲回南域楚家。
吕神通，你自己选。亏欠养儿，养儿认祖归宗，势在必行。天王老子来了，也别想阻止。楚红兰，嫁来吕家近30年，我自问对你无轻慢之处，你要走要留，悉听尊便。但是天儿也是我的儿子，休想带他离开吕家。哼，你还知道天儿也是你的儿子？你将天儿关在那鬼地方，天儿便没你这个父亲。既然你执意要留下这个野种，就别怪我们离开。天儿我一定要带走，他是我的儿子，我绝不容许你残害他。此事我会跟天桥老祖商讨，吕家容不得你只手遮天。当年西域吕家有人不想我回去，便让煞盟中途劫杀，导致吕大哥身死。这个事件的幕后黑手会不会是楚红兰？如果是，那么楚红兰跟煞盟便有关联。楚红兰是楚家剑圣楚剑雄的女儿，她要回楚家，我无法阻止，不可能强制扣留。至于天儿，我作为父亲，只要天儿不愿走，没人能强行带天儿回楚家。只是天儿愿意留下吗？那就只能看他自己的选择了。不管幕后黑手是谁，我一定要为思明大哥讨回公道。神通也是一时的气话，都这么多年的夫妻，何必呢？你也不肯放了天儿。你有所不知，天儿意欲谋害吕阳这件事，我和神通都看在眼里。神通把天儿关起来，也是情有可原。哼，好，好，你们不放，我自己去。哼。把穿风洞的封印给我打开。家主吩咐，除了他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开启穿风洞的封印。我是吕家主母，就算是吕神通也得听我的。我只听家主的，主母若能让家主听你的，可以带家主的手令前来，我立马打开穿风洞。好，好，好，吕神通，为了一个野种，你竟如此绝情！等明天我父亲到来，你不还我儿子，我让吕家天翻地覆！哼！明天就是阳儿认祖归宗之日，也可能是天儿离开之日。唉。阳儿，如果楚红兰要带着吕天离开吕家，你说我该留还是该放？全凭父亲做主。我要听听你的意见。那就放吧。为什么？如果不放，父亲必不得清净。此事闹大，对于父亲和吕家的名声都无益处。如果放手能让事情平息，自然是一个好结果。若是吕天有你的胸襟和大局，那就好了。我若不放手，势必一战，剑圣相争，不仅可能对吕家造成破坏，还会让事情传遍整个剑域大陆。你的考虑是对的，放手才是好结果。如果楚剑雄要来，那就更要放了。还是得看吕天的意见。他要跟楚红兰走，今后我不管他。如果他选择留在吕家，还得接受我的惩罚。父亲，兰儿，你这是怎么了？吕神童欺负你了？他将天儿关入了穿风洞，
无论我怎么要求，他都不放天儿出来。就这些，吕神通没对你动手吧？他敢！你没吃亏就好。走，带我去跟吕神通谈谈。吕阳，岳父，吕神通，男儿说你把天儿关起来了。是，他欲杀害兄弟，被我关入穿风洞受罚。什么兄弟？就是一个吕阳。岳父，你女儿什么品性，你很清楚。我吕神通虽无雄霸之气，但也是顶天立地的男人，已忍她多年。有一物，早就想成交于您，因天儿之故，一直没有拿出来。现在他自己选择回楚家，正好解我心愿。你竟敢休我！你应该有自知之明。就为了这个吕阳，他是我的儿子，不管任何人伤他、辱他，都是我吕神通生死之敌。我与他不死不休。之前我已经忍你够久了，现在我们再无关系，再口无遮拦，别怪我不留情面。楚家主，还请管好你的女儿，别在吕家撒野。气死我了！就是这个吕阳。厚颜无耻，这是你咎由自取。哼！你找死！楚家主，西域吕家，可由不得你放肆！楚家主，带着你的女儿走吧，别再自讨苦吃。还有天儿，我也要带走。天儿是我儿子，是我吕家子孙，他该留在吕家，你无权带走。哼，我可听红兰说了，你将天儿关入了穿风洞。既然你心里只有吕阳这个儿子，为何还要抓着天儿不放？我是他外公，不能看他在吕家受你们虐待。你不将天儿放在心上，我楚家可是将天儿视为心头肉。我并非不将天儿放在心上，他犯了错就要受罚。如果有人杀他，我一定也会为他主持公道，将他关入穿风洞思过10年。这是对他的惩罚，必须落实。10年之后，我会尊重他自己的意见。他愿意留在吕家就留在吕家，愿意去楚家就去楚家，由他自己决定。现在放天儿走，即使他在楚家，依然是你的儿子。你将天儿关入穿风洞10年，只会获得他无尽的怨恨，只会彻底断了你们的父子恩情。唉。思过10年，我相信他会明白自己的过错，理解我的用心。我给他的惩罚，不仅仅是惩罚，也是磨练。能理解则好，不能理解，那也只能听天由命。我只做我该做的。10年后，他会怎么做，那是他的选择。
好，好，好，吕神通，今天你可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哼，本座走了。父亲，你不是说放手才是最好的结果吗？怎么事到临头？唉，人嘛，不就是争一口气吗？我对楚红兰已经忍耐得够久了。以前她是我夫人，她辱骂你，我还能忍住不动手。现在休书已给，我与她再无关系，她还当着我面辱骂你，就算是泥菩萨也会有3分火气呢。我岂能继续容忍？以前我不能保护你，让你受了太多苦，今后我绝不会让你再受委屈。好了，麻烦已经解决，现在去祠堂举行认祖归宗仪式。认祖归宗仪式开始。1叩首，2归宗。这定然是西域吕家的剑神先祖，金红剑神。这是我西域吕家的先祖剑神金红剑神，名讳吕金元。我们西域吕家之人都是他老人家的子孙后代，你也一样。吕阳，对老祖9叩首，认祖归宗仪式便完成了。吕家子孙吕阳，叩见先祖。礼毕。今后你便是吕家人了。来，见过一下家族长辈们。这位你见过了，天桥老祖是我吕家在世最年长的祖辈，比起祠堂中许多牌位上的先祖，都更加年长。见过天桥老祖。这位是我吕家上一辈第1族老，除了天桥老祖，就属君族老年纪最长，你得称一声大爷爷。见过大爷爷。家主为感谢大家赶回吕府参加吕阳的认祖归宗仪式，特地设宴，诸位这边请。杨儿，我和天桥老祖已经说好，明天你就可以进入吕家祖地修炼了。吕家祖地中都有什么？里面有金红剑神所创的武学秘技，除此之外，还有一面玉璧，玉璧中有一幅金剑白虎图，需要剑圣强者才能激发玉璧，里面蕴含着金红剑神的剑道法则。你先在祖地修炼我吕家武学，待武学有成，我和天桥老祖会轮流激活玉璧，最长能保持1年左右的时间。你能不能有所收获，全看你自己的领悟。好，你有什么想要说的？我今日在其间听他们说，父亲你有个弟弟叫吕神池，怎么今天没有看到？祠堂也没有他的牌位。之前没有跟你详说，吕神池与我竞争家主之位失败，心怀怨恨，投了煞盟。这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你和思明返回西域的途中被煞盟劫杀，应该就是他的手笔。原来是他，以楚红鸾直来直往的性格，勾结煞盟似乎不太像他的作风。果然是这个吕神池，他该死！我会让他用性命为吕大哥赔罪。希望天儿不要重蹈我们兄弟之间的覆辙啊！思明是我吕家英杰，
有望成为剑王。我若再见吕神池，同样会让他以命陪葬。只是煞盟隐秘，我在北域查询煞盟踪迹，虽然灭了不少据点，但也没找出真正的煞盟高层。想要找到吕神池不容易。这事你先放在一边，安心修炼武道，早日成为剑圣才是。是。吕大哥，我一定会为你报仇。水寒，我定会找到神剑暗灵。眼下，我首先要做的就是突破剑圣。你想先学什么？一门一门来。初期阶段有我的指点，你修炼起来会轻松许多。修炼到高深阶段，就需要你自己领悟其中奥妙。现在我有的是时间，接下来的日子，我会在这里指导你修炼。功法乃武功之源，我看了看，觉得咱们吕家的剑圣武学都与白虎剑气有关。我决定先修炼白虎圣剑经。不错，仅仅半年，吕家的飞鸿剑法、圣虎剑法、金光不灭剑体，你都已掌握。之后涉及武功奥妙之处，就靠你自己来悟了。我就不再打扰你了。有新的剑圣诞生了。怎么样？可是剑无双。各大家族，中域剑宗都已传讯，并不是几位公子天骄，那就是厉血河了。太好了，养儿传讯，定是有大的进步。父亲，我已经做好准备了。请开启金剑白虎图吧。这么快？现在已经有公子级天骄突破剑圣，你也越早越好。哦，是厉血河还是剑无双？是厉血河。竟然不是剑无双！你在祖地好好修炼，我和天桥老祖会时常开启玉璧，显化金剑白虎图。我们最多能坚持1年时间。你抓紧机会。好锋锐的气息。白虎的锋锐气息，比起金色剑光更上一层楼。等等，难道说？金红剑神的剑道特点，就在于锋锐二字。这与冰皇剑神的寒冰剑道，倒有着本质的区别。冰皇剑神、金红剑神，都是将单一的路走到极致，专注一个方面。若能够将二人的剑道领悟结合，那么必将能领悟出一种新的剑道。金红剑神的锋锐剑道，我已经领悟到登堂入室的地步。距离剑圣，我也只有一步之遥了。但是，在此之前，我还有件事要做。
如此，就叫寒风吧。怎么可能？这世上还有比剑无双师兄抢先突破剑圣的。杨儿，神通，你这2个儿子，当真是一个比一个优秀啊！我还以为他至少需要再花5年时间，才可能领悟剑道，突破剑圣。真是没想到，这才过去多久，他才26岁就突破了剑圣，这太让我出乎意料了。真是天纵奇才，天纵奇才呀！杨儿的天赋惊世骇俗，有此成就才算正常。他领悟的剑道倒是奇怪，参悟金剑白虎图，居然领悟的不是金之锋锐剑道。不，他领悟的剑道中有金之锋锐，但也有水之寒冰。一种剑道竟然蕴含2种属性。吕阳不是进洛家祖地修炼了3年吗？看来也领悟了洛家冰皇剑神的水之寒冰剑道。他竟能将2种属性不同的剑道之力融合为一，当真难得，难得呀！吕阳领悟的剑道，集金红剑神、冰皇剑神2大剑神的长处，力量之强，定然远在单一的锋锐剑道、寒冰剑道之上，未来成就不可限量。剑神之位，吕阳有望。哈哈哈哈！若吕阳成为剑神，那我西域吕家就是连出2位剑神，何等风光荣耀！吕家列祖列宗，你们在天之灵，必有我吕家天骄。怎么会是他？若是剑无双比我更早突破剑圣，倒也罢了，凭什么他也能比我更早突破剑圣？哼！本以为我的天资仅次于剑无双和厉血河，没想到吕阳竟也在我之前突破剑圣。不可能，这不是真的。难怪吕神通这么护着吕阳，竟是一个麒麟子。吕阳，我等你。吕阳，此子倒真是有些让人出乎意料。无双，你修炼的怎么样了？回师尊，我对于光明剑道的领悟已经足够，但突破剑道境总感觉少了一丝契机，可能还需要时间磨一磨。西域吕家有人突破剑圣，为师带你走一趟，前去祝贺一下。西域吕家是吕天，还是吕阳？竟要师尊亲自前去吗？是吕阳，此子崛起于微末，回到西域吕家认祖归宗不过3年，年仅26岁便突破剑圣，天赋之高，当真罕见，值得为师亲自去见识见识。清净剑圣身上残留有突破剑道境的道韵，这对于你突破剑圣很有帮助。到了西域吕家，你与吕阳交交手，也许突破的契机就有了。恭喜了，吕家主！你我之间不必如此客气，这边请。前辈，我已经有了神剑暗灵的消息，不日就将前往寻找。等我获得神剑暗灵，再迎取水寒过门，一举治好他的剑魂伤势。好，若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但讲无妨，咱们也都是一家人了。
禀告家主，剑宗宗主无剑老人和弟子神剑公子剑无双到。哦。君宗主，天桥兄，无剑老人，果真是天资聪颖，气宇不凡。老夫前来就是想见识见识你这位天之骄子。天桥老祖，吕家主。无双的天赋举世无双，想必突破剑圣也是指日可待。无双突破剑圣的确是指日可待，只差一丝契机，不知杨剑公子可否助上一助？你刚刚突破剑圣，身上还有道韵，若与神剑公子对练，神剑公子的修为积累和剑道领悟已经到了，若能感触道韵，便可立即突破剑圣，你看如何？公子级天骄，真正竞争的是剑神之位，越早晋级剑圣，则希望越大。杨儿若是帮剑无双突破剑圣，对于将来而言，显然是多了一个竞争者。当然可以，那就有劳杨剑公子了。你曾在厉雪河手下救我，与我有恩，能帮你一点忙，我很荣幸。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好。请。得罪了，圣光剑法。如此速度，若是其他剑王未必接得住。就是这种感觉。吕阳领悟的剑道很不一般呐，他的剑道中既蕴含了惊鸿剑神的锋锐，也蕴含了冰皇剑神的寒冷，了不起。确实非同一般。当日他突破剑圣时，我也感到意外，这是走出了一条新的剑道之路。不知将来能否凭借这条剑道之路问鼎剑神。问鼎剑神哪有那么容易？哪怕是沿着诸位剑神曾经走过的剑道之路，都千难万难，更别说是一条新的剑道之路了。的确如此，剑神之位难啊！一个时代，天才无数，剑神之位却仅一席，等于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确是难于登天。杨剑公子，我已感应到突破剑圣的契机，多谢了。今日过后，公子级天骄中又将多出一名剑圣。无剑老人，恭喜恭喜！好，好，好，终于突破剑圣了。绿阳突破剑圣才多久时间？竟然又有人突破剑圣！剑圣，这就是剑圣的感觉吗？天桥兄，吕家主小徒承蒙杨剑公子相助，现已突破剑圣，不胜感激。老夫先带小徒回剑宗修炼去了。君宗主慢走，我等在此祝贺神剑公子突破剑圣，就不前往剑宗再跑一趟了。无妨，无妨。走，随我回宗。这就走？这就走。
吕兄弟，多谢了。师尊，何故走得如此匆忙？剑神之位仅有一席，兼有厉血河、吕阳突破剑圣，后面吕天、楚言、华崇等人也都会相继突破。谁更早修炼至剑道境巅峰，谁便更有希望问鼎剑神。你既然突破剑圣，自然要第一时间返回剑宗。我会教你一门新功法，辅助你修炼，加快你的修炼速度。还有功法能够加快剑圣的修炼速度吗？血气乃人之根本，血气越足，精气越旺，神魂也越强盛。我教你一门强化血气的功法，名曰血坤功。修炼之后，血气澎湃浩大，宛如传说中的神兽巨鲲，能让你在剑道境的修炼加快速度，更能大大提升你突破剑神的希望。师尊，修炼血气的武功，那不是血剑老人的强项吗？厉血河是血剑老人教出的弟子，整个人都血气滔天。你懂什么？大道同源，别人修炼血气，你就不能增强血气了。老夫一身的心愿都在你身上，回去后给我好好修炼。若练不成血坤功，今后别说你是我的弟子。是，师尊，我一定好好修炼。若是找不到入口，你就早点回来。父亲放心。你不是说知道了神剑暗灵的消息，要先去找神剑暗灵吗？怎么又来看我了？神剑暗灵就位于北域的一处遗迹世界中。到了北域，当然要先来看看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找到神剑暗灵，为你治好剑魂之伤。你可一定要当心。我已成为剑圣，并且有神剑桃神在手，天下何处不可去？你不用担心。吕阳，你算是剑域大陆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剑圣了。宏远老祖，好，一入剑圣，你的精神气度完全发生了蜕变，有了飞跃性的提升，相比正常的新晋剑圣更胜一筹。跟我领悟的剑道有关吗？哦，能将冰皇剑神和惊鸿剑神二位剑神的剑道领悟融合，了不起，将来大有可为，剑神有望啊！你回了西域吕家一趟，怎么就知道了神剑暗灵的消息？我父亲当年闯荡天下，曾获得一张古地图，上面有神剑暗灵的消息。他根据古地图寻找到一处遗迹世界，便位于北域行州附近的元苍山脉之中。现在我准备进入其中一探究竟，找出神剑暗灵。那就祝你一帆风顺了。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了，争取早去早回，带回神剑。李血河，曾经本公子以为只有剑无双才有资格做我的对手，没想到你竟然会比剑无双更早突破剑圣。小子，你当年不过是我指缝中溜走的小杂鱼，如今却成了能与本公子相提并论的剑圣，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李血河，时代变了，现在已非当年，你还敢在我面前显身，想找死吗？小子，夸你几句，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本公子特意前来找你，就是要让你认清现实，我李血河永远是你不可战胜的对手。哼，若非你有神剑护体，今日就是你的死期。哼！那我们谁都不动用神剑，放手一战，你敢吗？
乐意奉陪。切，小子，准备受死吧！血光剑法，冰破寒龙剑法，血河剑法。哎呀！血魔煞身！本公子领悟的血剑道拥有再生之力，血魔煞身受到任何破坏，都会迅速愈合，恢复如初。李阳，虽然你的实力出乎本公子的意料，但在本公子面前，依然是死路一条。看你往哪儿逃！圣虎剑法。你竟然伤到我了！西域吕家的圣虎剑法，功法天下无双，的确名不虚传。可惜那一剑还是不足以将血魔煞身彻底破开，只能伤本公子皮毛。越是破坏力强大的剑法，越讲究瞬间的爆发力。我倒是要瞧瞧，像刚才那一剑的力量，你施展圣虎剑法能攻击出几剑？我根据自身剑道，领悟一剑，让你长长见识。好！好！好！这！这是什么剑术？我根据自身剑道领悟出的一剑，还不完善，未取名字。若是我这一剑领悟完善，李雪河就算你有神剑，也未必护得住你。切！你之前不是说不动用神剑吗？怎么突然间说话不算数了？自身领悟的剑术，能够在剑圣阶段自创武学，自古以来就是成为剑神的基础。而如今我离自创剑术还差得远，可这家伙居然先我一步创出了自己的剑招，我不会输给你，绝不会！李阳，你给我等着，下次见面，我一定会胜过你，将你碎尸万段！神剑护体，还真是麻烦。还是先确认一下位置吧。
应该就是这里。果然，逃生是进入的关键。圣火剑法。 死活的东西，滚开！哼！啊，居然有人！这规模足够容纳100万人生活了。你是何人？从哪里冒出来的？在下吕阳，求见方家主事者。这有公子要求见你。老夫乃方家族长方敬祖，公子看着很面生啊，衣着也很特别，莫非来自外界？我的确来自外界。没想到祖宗的预言成真了。 真有外界之人来找我们，太好了！哦，此话怎讲？敢问公子，是否和方家人有血缘关系？我母亲姓方。那就对了，你是先祖剑神的血脉，更是预言中来解救我们的人。啊！来，我跟你细说。 这里名为凌渊界，是由我方家和凌家的剑神先祖共同开辟的小世界。曾经，我们的先祖生活在剑域大陆，那里五蕴兴隆，剑道强盛，修炼至剑神境，可飞升天界，享无尽寿元。那时，我们方家的先祖镇渊剑神。 拥有神剑桃神，凌家的先祖飞灵剑神拥有神剑暗灵，他2人结为夫妻，共同创造了这里。直至万年前，血煞之子血煞之道走上剑神之路，他手握神剑血煞，葬送了无数武者性命，因此受到方凌2家剑圣追杀。 可惜，彼时的血煞老祖气候已成，剑神不出，无人能灭。我方凌2家受到的威胁越来越大，不得不退入凌渊界避祸。此外，还有许多剑圣世家也来到凌渊界，为了防止被血煞老祖迫害，方凌2家。 就此开启封印，只留下一个秘密入口，需要多位剑圣配合神剑才能打开。可是血煞老祖已经飞升，你们为何还躲在这里？并非我们不想出去，只是现在的我们没那么多资源培养剑圣境强者。 更别说打开入口出去了。
你们就没有想过，直接动用神剑尝试一下？你可知我们这儿为什么叫凌渊界啊？俗话说，天有9界，地有9渊。天界是剑神飞升永生的地方，9渊则是修魔者宝地，里面充斥着无尽杀戮魔气，武者进入将九死一生。先祖当年开辟此地的意图，就是用来封印9渊连接剑域大陆的入口，所以才称之为凌渊界。凌渊界开辟之初，9渊的魔物就在不断冲击入口，无奈先祖只能将暗灵和桃神2柄神剑放入阵眼，加固封印。如今暗灵受到9渊魔气的侵蚀，已经失去控制，任何人靠近都会有生命危险，所以我们举家迁移到边远地带。至于阵眼所在的中心区域，附近生活着许多妖灵，甚至还有强大的妖圣存在。以我们目前的实力，根本拿不到神剑，自然无法出去。这么说来，一旦我取走暗灵，封印就会松动，凌渊界乃至整个剑域大陆都会陷入危险中。如果封印消失，你们先祖可留有后手，阻止9渊魔物入侵。有，这把诸天阵旗蕴含强大灵力，可保封印10年不破。我记得你刚才说，我是预言中解救你们的人，你可愿信我，将阵旗交予我？公子这是何意？实不相瞒，我此次前来，是为了取走暗灵，救我的未婚妻。你们的事的确让我意外，我也很乐意帮你们离开，而且我是桃神的新主人。真的是神剑桃神？罢了，也许这就是天意。阵旗可以给你，但你要保证取走暗灵后带我们离开。没问题，我以神剑之灵起誓，如有虚言，定当万劫不复。对了，按理说你们方家应该是这里的主人，为何不住城中，反而居于城外？我们方家早已没落，现在做主的家族是唯一拥有剑圣强者的陈家。看来你们在凌渊界的日子也不好过。只能离开凌渊界，这些恩怨就让它随风而去吧。你倒是看得开，不过有件事我得先告诉你们：血煞剑的传人现世，正要与我争夺剑神之位，你们出去要做好心理准备。对我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不出去，只有走向没落一个下场。行，到时候愿意出去的出去，想留下的也不强求。另外，带我去林家一趟。等解决9渊魔气后，我需要林家对神剑暗灵的引导之术。好，公子请跟我来。陈雨欣、陈允和，方敬祖，此人是谁？他是来自外界的吕阳，吕公子，可助我们离开凌渊界。哼，凌渊界脱离外界，早已万年有余，现在没有任何瓜葛。不错，凌渊界的人，谁都不许离开，还有你。你也不准离开，既然进来了，就在这里待一辈子吧。哼！哎！你竟然是剑圣！方敬祖，咱们走着瞧。那边就是林家庄。
以吕公子的能为，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将引导之术融会贯通了。这间小院便是您的安歇之处，我会吩咐下去，禁止其他人前来打扰。多谢。哇哦，哎，陈家的剑圣怎么来了？我们没得罪他们吧？哎，不知道啊。1名剑圣，9名巅峰剑王，哎，这阵势也太吓人了。谁是外来剑圣？给我出来！外来剑圣，给我出来！外来剑圣，速出来！我就是外来剑圣，阁下有何指教？我当是什么厉害人物？原来是个剑意境初期的毛头小子。给你2个选择，要么一辈子留在凌渊界，要么现在就离开，回你的剑域大陆。凌渊界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还轮不到你在这指手画脚。小子，你现在走还来得及。若本座亲自动手，你将会被永远镇压于此。笑我，一个井底之蛙还想镇压我？只怕你没这个资格。你找死！神剑桃神，你到底是什么人？剑域大陆西域家剑神后人公子天骄，称号杨剑公子。我要带人离开凌渊界，你可有意见？没有，一切由公子说了算。那就好，待我拿到暗铃，愿意随我离开者，要早做准备。是。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陈家若敢向方林2家伺机报复，阻拦他们离开凌渊界，我定会让你们付出惨痛的代价。不敢，我等对公子心悦诚服，绝不会背向公子行事。这样最好。这就是爹所说的地方。暗灵已经魔化，恐怕不好对付。吃了它，能让我的修为更进一步，多一分筹码。镇元界神的武道传承，这就是暗灵。九月母气，果然厉害。是飞灵剑神的武道传承。魔法武当真难缠。
范围限制。看来以我目前的实力，无法拿下他，必须从长计议。有逃生在手，我都没有半点胜算。眼下，只能大幅度提升实力才有机会。这里的剑气能量太弱，若想短时间内提升修为，难于登天。不过，要是把真渊剑神的传承融入我的剑道中，增加实力，倒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剑影诀，天地乾坤剑，3年过去的真快，如今我已修炼至剑道境中期，又领悟出龙虎剑印诀和天地乾坤剑2种剑道，是时候再和暗灵一战了。同样的招数，对我没用了。龙虎剑印诀，奇怪，暗灵怎么好似被人操纵一般，如此灵活？龙虎化天地，一剑破乾坤。想跑没那么容易！什么东西，滚出来！区入道境中期，竟有如此实力，小子，看来你也是世间难得一见的天之骄子。你是什么人？为何会在暗灵剑中？你虽为世间天骄，却也被困于9渊之下，若无登天之举，不过凡尘俗子而已，本无资格知晓本座名号。不过，看在你能将本座意志逼出剑身的份上，给你这份荣幸。你听好了，本座乃魔渊之主，如果你现在离开，尚可保命，否则本座会让你尝尝永不超生的滋味。魔渊之主，压根没听过。我不管你是什么人，赶紧从暗灵剑中离开，不然我就将你彻底磨灭。若本座真身在此，连虫子都算不上，真不知天高地厚。你如果真有这么厉害，又何必躲在一柄剑里？我没时间跟你废话，赶紧离开！狂妄的小子，你找死！天地乾坤剑！小子，你的确很强，可惜还不够看。这样的攻击，就算来1万次，也休想奈何本座的这道意志。是吗？那我倒要看看你还能坚持多久。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这样耗下去可不是办法。对了，如果融合了飞灵剑神的剑道传承，也许就能抢过暗灵的控制权。都半年了，你小子还没死心啊！我说了，暗灵剑我志在必得，你必须离开。在本座面前，一切都是徒劳。是吗？你女修为未尽，你的实力怎会变得如此之强？来告诉本座，修炼的什么功法，什么剑法？这是我自创的龙虎剑印诀和天地乾坤剑，你可以再感受一下。一剑动乾坤。蝼蚁，刚坏本座好事，可恶！本座记住你了。必须拿到暗灵，修复水寒的剑魂。这里不是剑里大陆，也不是凌渊界，难道是那家伙所说的魔渊？这里的剑气能量和剑离大陆相冲，根本无法吸收，是个大问题。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在那里。糟糕，感应不到他的位置了。千余人中，竟有9位剑宫境强者，莫非他们是隐居于此的宗门？啊！是一族圣者，是一族圣者，是一族圣者！别紧张。我来此只为询问一事，你们刚才可看见一道乌光飞过？往那边去了。多谢。怎么会有异族圣者来这里？他们是想入侵魔渊吗？不清楚，总之绝非好事，必须赶紧通知血河城的大人们。啊！爹。血炎真和钟行力正在追踪神兵，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了。我能感觉到，这把神兵非比寻常。若是……城主大人，西面的赤流村传来消息，有一异族圣者忽然现身。异族圣者？怎么这么巧？根据报信人的描述，那异族人多半是为神兵而来。哼！满，你立刻动身。把那个异族人抓来，问清楚神兵的信息，再处决。是。等等，保险起见，带上严林和莫州。爹，一个小小的异族圣者而已，至于这么兴师动众吗？我一人足矣。你还是少城主，哪能事事亲力亲为啊？从旁压阵即可。是。
袁灵和莫州擅长合击，有他们在，定能确保万无一失。啊，李潇，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城主，神兵破开禁制，进入了血神山深处。甄长老和厉供奉拿不定主意，正在外围守着，特命我来报信。哼，血神山，那可是圣级巅峰强者也无法踏足的禁域。这血神山的禁制已破，进入其中不是难事，只是再往深处走，恐怕只有城主您这样的修为可以做到了。纵观整个魔渊，就属我们血河城离血神山最近，此乃天赐良机。城主若能把握机会夺得神兵，必将成为魔渊霸主之一，与那些圣地之主比肩。既然如此，咱们马上出发去血神山。阁下来自何处？到我魔渊意以何为？来此属实已晚，等找到那柄引路之剑，在下立刻离开，绝不停留。那剑透露着神兵气息，既然他选择进入魔渊，就是我们的东西，你不要想了。那剑对在下至关重要，三位若愿告知去向，在下感激涕零；若不愿，还请让路。哼，异族人，这里可是魔渊，你的生死全在我等一念之间。你最好识趣点儿，提供些有用的信息，我们或许可以考虑饶你一命。不错，我们少城主一只手就能捏死你，赶紧把知道的说出来，免得受苦。老实交代来龙去脉，否则本座的白骨魔焰会烧得你连渣都不剩。那柄剑，我要拿来救人。谁敢阻挡，神挡杀神，我挡诛魔。口气不小，本座倒要看看你有多少狂妄的资本。你们两个试试他的本事。龙虎剑影诀。怎么可能？好强的剑气！哼，你们不是我的对手，不要再做无谓的争斗。你的确很强，实力不在本座之下，但也胜不过我们三个人。严供奉、莫供奉，还能再战吗？能。那就随我诛灭这个异族人，可不能丢了血河城的脸。是。大血魔手，我焰炎雨。此练力，这不可能！少城主，我乃血河城少城主，更是血魔洞主的天才弟子，你不能杀我！怎么？你杀我可以，我杀你就不行了？我爹可是入道境后期的圣者，我师父是入道境巅峰的圣者，你若杀我，定会遭到他们的疯狂报复。我不管什么境界，只要离开魔渊，你们谁都奈何不了。我也不是什么嗜杀之人，这样，只要你老实回答我的问题，我就放了你。你想知道什么？自然是那道剑光的去向。不清楚，我爹已经派人去查了。只是我出来的时候，消息还没传回来呢。真的？当然是真的。那把你们魔渊武者的修炼境界和势力，简单介绍一下吧。
啊！魔渊武道共分为6大境界，分别是明心、断体、凝魂、命功、玄意和入道。玄意境可称王，入道境可称圣。这里方圆100里，皆以血合成为尊。血魔洞则是魔渊几大圣地之一，拥有至强功法秘典，更有神兵底蕴。血魔洞有什么神兵？血魔镜，那是天界魔神传下来的至宝，有它在手，可以横扫圣境，魔神之下无敌。魔渊有飞升天界？不能啊！那哪来的魔神？魔渊虽不能飞升天界，但修罗渊有一条修罗道，能直通天界，而且修罗道每隔100年开启一次，是地界各渊唯一通往天界的通道。你怎么连这儿都不知道？像血魔洞这样的圣地，总共有几个？还有兽魔宫、魔神堡、祭魔岭、魔影宗和魔崖，这些圣地也都有神兵底蕴。每个圣地都有入道境巅峰圣者，我师父血魔洞主就是入道境巅峰的圣者。如果他们手上都有神兵，那我岂不是没了优势？喂，你还有什么问题？你叫什么名字？血岩蛮，我可是血河城的少城主。我父亲是血岩河，我血岩氏还有好几位圣者。你刚才说你爹已经派人去追神兵了，也就是说去趟血河城就能知晓他的下落。对啊。那行，马上带我去血河城。如果你们敢耍花样，定斩不饶。哼，等到了地方，可就由不得你了。什么？我爹他们去了血神山？既然如此，你们2个就别跟着了，由你们少主一人带路即可。哦，你说的算。可恶，有这道禁制在，根本进不去。城主大人，既然咱们现在解不开这禁制，不如退到一旁，静观其变。不错，神兵的消息藏不住，很快就会引来其他强者。我们进不去，他们或许会有办法，到时候再见机行事也不迟。唉，也只能如此了。城主，有圣者来了。是异族圣者。满儿，少城主怎么和异族人在一起？少城主受伤了，难道是被那异族人挟持了？啊！爹，救我！满儿，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个异族人太强了，我和严灵他们联手都打不过他。要不是留着我找神兵，恐怕他早就对我下杀手了。等等，你不能进去。你就是血岩河，为何阻我？那件神兵已是我魔渊之物，旁人不可取。念在你未伤我儿性命的份上，本座可以放你一条生路，速速离开魔渊，永远不要回来。我入魔渊就是为了取那件神兵，不可能半途而废。另外，我无意跟任何人争斗，你们不是我的对手，再拦我只会自讨苦吃。放肆！父亲，此人实力不在您之下，无需冒险与之对决。反正为了神兵，各大圣地强者都会齐聚于此，自然有人收拾他。不行，都到这份上了，不试试他的身手，岂不是很没面子？小子，你也太狂了！本座倒要看看你究竟有没有狂的资本。要不要这么拼？一上来就是圣级功法血甲魔功。
传。到此为止吧。耶！城主，升级中期就有如此实力，恐怕少魔神和小魔仙那样的天骄都难以相提并论呢。抱歉，刚才是我眼拙了。阁下若执意进入，我等绝不阻拦。不过，血神山的境制虽有破损，但依旧强大。如果没有入到巅峰的修为，恐怕难以深入。此外，6大圣地的强者正在赶来的路上，阁下只有1个人，这就不劳你费心了。此人年纪轻轻就有此等实力，当真难得一见呢。可惜，等6大圣地的强者聚齐，他就算再厉害，也无济于事。宗主，见过师傅。血岩师兄既然先一步到了血神山，怎么不进去？已经进去探过了，里面的境制虽然有所减弱，但依然不是圣级后期能够承受。应该只有像洞主这样的巅峰圣者，才有资格深入其中。哦，那我岂不是白带人来了？趁着其他圣地强者还没到，洞主可以先进去夺得神兵，如此一来，他们也就不好争抢了。好。血岩师兄，那我先行一步。其实已经有人在里面了。这么快？是哪位圣地的主人？非也，是一个圣级中期的异族圣者。异族？血岩师兄，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怎能放他进去？应该当场击杀才对。父亲也想拦，只是对方实力太强，根本拦不住。哦。总之，对方实力很强。我估摸着他已经达到了巅峰圣者的层次，洞主，你一会儿可要小心些。若他抢先一步拿到神兵，就更不好对付了。放心吧，我魔渊神兵岂是一个异族人能觊觎的？善灵神剑，看来只有先破了这道屏障，才能拿到暗灵。有了这些血果，一定能让水寒快速崛起，实力更胜从前。好强的气息！孽畜！受了桃神一剑，没那么容易恢复。这下看你拿什么嚣张！哇，圣血果，这么多圣血藤结出的圣血果，足够让血魔洞成为魔渊第1圣地了。异族人，
你踏我疆土，夺我宝物，真当血魔洞无人吗？你就是血魔洞主？正是本座。我寻神剑而来，不得已才进入此地。等拿了剑，自会离开。至于你说的宝物，我可听说血神山是禁地，并无归属。这就意味着刚才那些谷子都是无主之物，怎么就跟你扯上关系了？荒谬！血神山在我血魔洞的地盘，产出的宝物自然归我血魔洞所有。更何况，既然神兵选择了血神山，就是选择了血魔洞，这里的一切都是我血魔洞的机缘。哼，被吸引而来的强者恐怕不止血魔洞。你这话，其他圣地会认同吗？哼，谁说血神山属于血魔洞？我少魔神第一个不答应。血神山是禁地，若有宝物，定是强者得之。好一个无主之宝，强者得之！你们当中若有人能胜过在下，刚才的谷子，在下愿拱手相让。啊！哼，区圣级中期也敢如此狂妄！就算你通过特殊手段把实力提升到巅峰圣者，也改变不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事实。废话就省了吧。不如你们两个一起上，我可不想在无关的事上浪费太多时间。本座堂堂巅峰圣者，岂会和他人联手？我少魔神横扫圣境无敌，更无需和任何人联手。那你们谁先来？自然是本座。哼，大血魔手！圣级中期就有此等实力，着实难得。斩杀！破！血翼魔神！这怎么可能？他明明只有圣级中期的修为，我就不信耗不死你！哼！这个异族人虽然只有圣级中期修为，实力却近乎巅峰，比我们的天骄强太多。不见得吧？我看根本是血魔洞主疏于修炼，才会连一个圣级中期都解决不了。不错，血魔洞主的表现着实令人意外。继续下去，只会有损圣地之主的威名。血魔洞主一个圣级中期而已，你要是实在应付不了，不如换我等出手可好？你们少在那幸灾乐祸！本座实力比你们只强不弱，再有半刻，定能斩杀此子！你也不怕风大闪掉了牙？刚才为了验证实力，陪你玩玩而已。天地乾坤剑！大魔血手！
你败了。血魔洞主，你先疗伤，我来对付这个异族人。用不着你插手，待本座动用神兵，此子必死。一个圣级中期而已，何须这么大阵仗？不错，这种程度就动用神兵，岂不显得我魔渊无能？以此人的年龄看，让少魔神与他一战最为合适。血魔洞主，你也太小题大做了，不如退下来疗伤，就不要再劳神了。我乃魔渊天骄，魔神堡少魔神，阁下怎么称呼？乾坤剑圣。哼，乾坤剑圣，赐教了。大力魔神击法。他的实力比血魔洞主强很多。圣符剑法，乾坤剑圣，这点能耐在我少魔神面前可不够看，快拿出你的真本事！绝神斩！哈哈哈哈，来得好！哼，的确不错，可惜还差得远。你再不拿出看家本领，我就赢了。天地乾坤剑，又是这招，而且比刚才更强了。啊！大力魔神戟，不动如山势。你这一剑威力很强，只是不持久，注定一败。你怎么知我不可持久？少魔神，再接我一剑！你居然用圣血果这等宝物来恢复精力，简直暴殄天物！废话少说，不动如山。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接我几剑！可恶，这次力量怎么不降半增了？鸟气！结束了？不，还没有结束。能死在他的手上是你的荣幸。是魔神戟？哼，少魔神，你刚才还说对付一个圣级中期用不着动用神兵，这么快就忘了吗？这次实力之强，大家有目共睹。
再不动用神兵，难道要放任他称霸魔渊吗？血魔镜都拿出来了，血魔洞主，你这是黔驴技穷了吗？你懂什么？他身上的宝贝值得我这么做。难不成这里的圣血果都被那个异族人摘了？圣血果是我先发现的，等打败了这小子，东西就是我的。轮不到你插手，我会亲手斩了他。呵呵，本座不插手也可以，他的命归你，东西归我，如何？可笑，人都是我杀的，你凭什么拿他的东西？呵呵，单论实力，本座的确不如你，但神兵嘛，我的血魔镜可不弱于你的魔神级。这个时候还敢分心，你注定要败。这么多圣血果，可不能便宜了你们两个。不错，谁也别想独吞圣血果，必须见者有份。至于那件神兵，自然是强者得之。小魔仙，你怎么看？以此人的天赋，将来必定会登天成神。我们无冤无仇，完全没必要以死相逼。只要他肯交出圣血果，就能安然离开。这姑娘的心性比他们好上百倍。荒谬！一个外来人踏足魔渊，怎能轻易放他离开？只要他没伤害过魔渊之人，有何不可？将来我们还要通过修罗道前往天界，不也要先踏足修罗渊吗？又不是什么罪过。那不一样，修罗道是地渊前往天界的唯一通道，我们没得选。可他不是。小魔仙，既然你舍不得他死，就别阻拦我们几人行事，之后所得更没你的份儿。哼！小魔仙，你的作风我很喜欢。不如这样，我有24颗圣血果，只要你愿意助我一臂之力，我就分你一半，如何？我乃魔渊之人，不可能为了一点圣血果就和外人联手对付魔渊圣者。我不愿杀你，也不要圣血果，此来只为拿到神兵，所以我两不相帮。不仁之人，不动手，他照样得死。至少他不是因我而死，杀灭更不在我。废话少说，少魔神，现在大家说好了平分圣血果，这家伙死在谁手上都一样，你赶紧下来，我要亲手解决他，一雪前耻。好，给你这个报仇的机会。乾坤剑圣，你敢伤本座的万金之躯，就要做好以死谢罪的准备。哼，现在知道怕了，可惜太迟了。天地乾坤剑，神兵，那把剑不是一般的神器。哼，难不成是件真神器？真神器可是天界重宝，若我能拥有，到了天界也是强者，可越级斩神。这两把剑之间似乎存在某种联系，莫非都是真神器？现在血魔洞主已无法再战，接下来，三位，不如你们也拿出神兵，只要我们4人联手，他必死无疑。
我来墨渊只为寻剑，本不想与你们争执，可惜你们偏要咄咄相逼，那就怪不得我了。说的好像胜券在握一样。乾坤剑圣，你认为你还有活命的机会吗？少废话，大家一起上！神魂觉醒！天地乾坤剑！乾坤剑圣，就算有真神器，你也发挥不出它的全部威力。立刻放弃挣扎，我会让你死得痛快点。不可能！冥顽不灵，杀了他！天地乾坤剑！不能退，现在退了，暗离剑就再难得到手，到时候水寒的神魂之上将无药可救。怎么会？这难道一直以来都是我在拖桃神界后腿？4人联手动用神兵，居然打不过一把剑，这怎么可能？这只能说明他是真神器。剑竟然打起来了，难道我猜测有误？好强的威压，他们是谁？这气息，该不会是天界之人吧？参见魔主。他们是天界之人，能够下界来此，定是真神之资。不错，那个魔主能受他们如此礼遇，可见实力更强。真神，看来这个魔渊之主真的来头不小。那灵，有让你看哪！我赶紧帮本座收了这2柄剑。是。本座耗费2万余年，才收服1柄神剑，你小子又白送了1柄，真乃天助我也！原本
我以为阁下只是魔渊至强者，却不想比天神都厉害。哼，井底之蛙，区区天神，怎能与本座相提并论？请问，您是宗寒祖师吗？你怎知本神名号？可是来自魔神堡？魔神堡宗也，拜见宗寒祖师。这是您万年前赐予魔神堡的神兵魔神戟。年纪轻轻就是巅峰圣者，或许将来我们会在天界相遇。若晚辈真能登上天界，定当拜会祖师，聆听教诲。此人似乎不是魔渊之人。他的确是个异族人，此来魔渊就是为了夺取神兵，而您手中的神剑就是他之前所用兵器。魔主大人，此子入侵魔渊，可不可杀？不好！还想挣扎？留下剑，然后滚！本座乃魔渊之主，阁下是谁？为何无故偷本座的剑？你的剑哪儿来的脸？杀了他！是。弑神王，快走！你既为神王，当着本座魔渊之主的大名，敢坏本座好事，本座与你不死不休！魔造！可恶！不速报上名来，我跟你没完！当本座出关，定让你筛心之灭！这样就结束了。此人实力太强，我彻底没机会了。见过前辈。你来自剑域大陆。不错。前辈怎么会知道？你身上有来自剑域大陆的剑气能量，毕竟我也来自剑域大陆。不知前辈是哪位剑神？吾名方振海，名号振渊。吕阳拜见先祖。你是方家血脉？我娘是方家人。你果真是我的血脉，是我和飞灵的后裔。我刚才感应到桃神剑在魔渊出现，所以赶来一探，不成想收获了意外之喜。快，你且将剑域大陆的情况说与我听听。看来洛水寒定是位风华绝代的女子，能让你如此奔波，连魔渊之主都不怕。先祖说笑了，我此前并不知道魔渊之主有多厉害，还当他只是个巅峰圣者呢。堂堂魔主居然被一个圣者轻视，想必他当时定然气急败坏。对了，先祖，听魔渊之主说您是神王，那他呢，也是神王吗？你现在走出剑域之外，也是时候了解一些事，比如天有9界，地有9渊，在剑域大陆修炼至剑域境，可成剑神飞升天界；而在天界，剑域境则为神域境，是成神的第一境，又被称为虚神。
相当于地界武者口中的天神，寿元长达数载。都成神了，也不能永生啊！永生只是一个相对概念，想要绝对永生，谈何容易？虚神有1000年寿元，已是难得。那神域境之上是什么境界？神域境之上是神涅境，通常被称为真神，而后经历9次涅槃，肉身、筋骨、神魂分别经历3次洗礼，脱胎换骨7次后，就有凝聚命轮的希望，被称为神君。命轮？那是什么？有道是命轮不毁，神体不灭。命轮又被称为神轮，到达神轮境就是神王。也就是说，涅槃9次后，100%能凝聚出命轮，进而突破至神轮境。是的，越往后几率越大，伴随的风险也越大。那神轮境之上还有等级划分吗？涅槃的次数会影响到后续的修为吗？有，神轮境共有初期、中期、后期和圆满4个级别。不过这个境界按实力划分，其实是6个档次。7次涅槃就能突破神王者，在神轮境初期只有1星战力，又称1星神王。每提升1个层次，战力相应提升1星。8次涅槃突破的初期就是2星神王，以此类推。9次涅槃突破者初期就是3星神王，最高可修炼至6星神王。那天界的神王多吗？不多，数量极少。啊？为什么？天道有自己的规则，当神王寿元到达一定层次，就要承受十分恐怖的3灾9难，哪怕6星神王也顶多度过6难而已。当然，传说中也有度过7难8难的逆天存在，但是能度过9难的神王还从没听说过。听上去虽然很艰难，但既然踏上这条路，就没有回头的道理。总有一天，我也要成为神王。你志气倒不小，从剑域大陆飞升的那些剑神，可没几个成就神王。不管结果如何，至少要朝那个方向努力。先祖，你可见过我本家先祖惊鸿剑神吕金元，还有冰皇剑神骆冰云？没见过。我已经离开天界1万年了，一直镇守在血渊之中。是地底9渊中的血渊？为何这么久都不回天界？飞青受了很重的伤，险些神形俱灭，需要血渊第3层的长生血池滋养才能保住性命。我在地界可随时回到他身边护持，天界距离太远，来回费时又费力。如果水寒受了重伤，我也会一直守在他身边。先祖，您刚才说血渊第3层，它有好几层吗？9渊都有3层，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便是魔渊第1层。听说在远古时代，地界第1层的武者修炼至神域境，能随意往来天地2界，直到9渊被封印。除了剑域大陆的武者能飞升天界外，其他8渊之人只能走修罗道，去打天界的天荒界。那剑域大陆也属于地界，它是9渊之一吗？剑域大陆在远古时代名叫玉渊，那里封印了天界一批剑道神王，同时也封印了整个地界，又被称为剑域大陆。数度岁月过去，剑道日益昌盛，封印之力削弱不少，这才诞生了剑神飞升天界。飞青就是第1个飞升天界的剑神。到底是谁有这么大手笔，能封印整个地界？不清楚，这些都是秘闻。我也是成为神王后才知晓部分信息。也许你能揭晓这个秘密。我？剑域大陆有一个古老传说，谁若能聚齐世间10大神剑，就能解开起源之秘。我和飞青所在的时代，只有暗灵和桃神现世。可听你刚才说，其他神剑也出现了，这就是最好的契机。我会努力聚集10大神剑，揭晓这个秘密。
先祖，我之前听魔渊之人说，桃神剑可能是真神器，这里面有什么说法吗？神器分为4个档次：虚神器、真神器、王神器和至高神器。而10大神剑都是至高神器，曾在天界享有赫赫威名。他日等你到达天界，切记不可轻易暴露。既然桃神剑和暗灵剑都是至高神器，您留在身边岂不是更保险？傻小子，实话告诉你，桃神和暗灵当中都有一道封印，连我都解不开，所以拿着并无大用。论其威力，还不如我自己炼制的王神器，你就好好拿着吧。不过有一点我得提醒你，既然剑域大陆有这样的传说，也就证明有人想要让10大神剑聚集，你要小心。遥想当年，我就带着桃神闯修罗道，却在即将离开之时，收到天人传音，告诫我只有10大神剑聚集，才能带桃神离开剑域大陆。没想到剑域大陆上还隐藏着这样一位恐怖强者。当然，你难道忘了我刚才跟你说的？剑域大陆曾镇压着几位剑道神王，如果我猜的没错，10大神剑应该就是他们的佩剑。对了，先祖，你最初想带桃神去修罗道，是为了去天界吗？剑域大陆每隔3000年会有一次飞升天界的契机，而且一次只能有1人飞升。当初我把飞升的机会留给了飞青，该选用闯荡修罗道的方式登临天界。你和洛水寒同属一个时代，也只有1人飞升的机会，你会怎么选？机会难得，自然是留给他。我可以效仿先祖，独闯修罗道。不愧是我方振海的后裔，有魄力。来，我这就将剑术秘技天煞诸神传授给你，有它在手，你的胜算会更高。我果然没有看错人，你很有剑道天赋，这么快就学会了。这里面记录着一式合击剑术，是我和飞青以诛煞剑法、追魂夺魄剑法为基础所创招式，名为诛煞夺灵，可无视外力阻挡，即便到了天界，也很少有人能敌。不过这招剑术需要2人共同完成，而且至少都是剑圣才能修炼。多谢先祖。这把镇渊剑是真神器，倘若有一天你到了天界的天荒界，遇到困难，可凭此剑向镇渊剑宗寻求帮助。多谢先祖。他日晚辈成神后，说再能相见，只要有用得着的地方，尽管吩咐。悟道一途就是与天争命，步步艰险。你要记住，无论任何时候，保命第一。如果将来你成就神王，我的确有需要，会通知你来血渊第3层的长生血池找我。天地之广阔，远非我等能想象。眼下治好水寒的伤，是第一要务。绿阳公子，你降服魔化暗灵剑了？不错，你们现在着手准备吧。1个月后，我带你们重返剑域大陆。多谢绿阳公子，我这就通知大家。等通知完其他6大家族，必须先回剑域大陆一趟。毕竟这么大的事情，还要跟洛家商量下。另外，水寒也在等我。此行收获如何？拿到神剑暗灵了吗？暗灵什么的不重要，可有受伤？你看，我像是受伤的样子吗？那，我拿到了暗灵。水寒，你的伤有救了。好好养伤，等你恢复了，我们就举办豪华婚礼。
邀请天下豪杰来做客。杨哥，谢谢你。这是我应该做的。你先去炼化暗灵吧，我还有事要跟宏远老总和洛家主商量。好，你们聊。事情是这样的，他们人数众多，贸然来到北域，需要合适的地方安家，所以小事一桩。北域很大，有诸多地方未被开发，安置几个家族没问题。多谢宏远老祖体恤。吕阳，你刚才说镇渊剑神和飞林剑神也是你的先祖？我母族寒山城方家和凌渊界中的方家都是镇渊剑神与飞林剑神的后裔。原本以为飞升天界已经是了不得的事情，没想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背后还有这么多困难。想要求得永生之道，更是难于登天呢。还好你命大，有镇渊剑神及时现身护道，否则……总之，你为水寒孤身犯险，真是有心了。对了，我离开这几年，可有发生什么大事？各大势力的天骄们都忙于闭关修行。至于神剑公子剑无双和血剑公子厉血河，已经销声匿迹很久了。而南域楚家的炎剑公子楚炎，在3个月前成功突破剑道境，并向吕家发出战书，扬言要挑战你。但因你不在，此事就不了了之了。沙蒙也没有动静吗？相比几年前，沙蒙平静得很，几乎没有任何消息。我总觉得血剑老人和血剑公子一定会再现时。目前台面上越平静，将来闹出的动静就会越大。不过，不管他们闹出什么动静，都只有玩火自焚一个下场。杨儿，你许久没回方家了。早在几年前，我就听说你成为剑圣了。这些年不是闭关，就是在秘境闯荡。这次也是好不容易得空，来祭拜一下母亲。我明白。先不说这些了，你今天来得很巧，有个人你必须要见一下。父亲，你怎么在这儿？这几年没你的消息，心中不安，偶尔来这里看看你母亲。你父亲每年都要来几次，这不，昨天刚到，你今天就来了。你此行可有收获？有没有遇到什么危险？说来话长。以前我每次想来看你母亲，但担心楚红兰联合楚家对你们母子不利，直到我稳坐家主之位，才敢派人去寻你们。只可惜，在你离开的这段时间，我想了很久，经历了这么多事，才发现唯有你和你母亲，才是我最挂念的人。现在你能平安归来，我也就放心了。倘若你母亲能亲眼见证你和水寒的婚礼，那该多好！娘，孩儿已认祖归宗，即将大婚，你若在泉下有知，可以放心了。那些来自林渊界的家族，适应能力很强，而且也很安分，和周围势力相处融洽。那就好，把他们送来后，我闭关修行了一阵，还担心他们会不适应，倒是我多虑了。对了，水寒恢复的怎么样？已经好了7、8成，再有1、2个月就能彻底恢复了。杨哥，看样子你状态不错，咱们也是时候把婚期定了。老祖已经看了几个好日子，就等着你做决定呢。好啊，不如就定最近的那天。最近的好日子是昨天，下一个好日子是3个多月后的6月19。哈哈，正好，就定6月19吧。到时候水寒正好完全恢复，我的实力也能更上一层楼。
行，我这就安排人准备。诗涵，这里面一共有44颗圣血果，可加快武圣修炼。待你恢复重修武道，即可炼化，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超越当下许多天将。既然它这么重要，你就先留着自己用吧。等飞升成神后，还有剩余的再给我。放心，我还有一半，足够修炼至武圣巅峰。这一半你用了，就能快速成就剑神。剑神之位非杨哥莫属，我能成为剑圣，守护洛家千年，便已心满意足。那可不行，我不想跟你永隔两地。我也不想，只是我若抢了飞升的机会，那你怎么办？就算你不抢，我也得另寻他法去天界，必须闯地渊，过修罗道。你呀，好好修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天界重逢。我听说修罗道很危险，你能不能不去？哼，再危险也难不倒我。我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你只要把握机会飞升，在天界等我就好。好，我听你的，一定会拿下剑神之位。杨儿，事情都忙完了？爹，我一路走来，见族人们都愁眉不展，是发生什么事了吗？吕神池突破武圣了。吕神池，就算突破武圣又如何？只要他敢现身，我必斩之，以为吕大哥在天之灵。也对，你在魔渊打败过巅峰圣者，一个新晋的剑圣，的确还入不了你的眼。父亲不必悲观，吕家尚有2位剑圣，况且还有神剑在手，怕他做甚？话也不是这么说的。他来吕家下了血煞令，而那血煞令代表整个煞盟的力量，也就意味着煞盟即将对吕家出手。哼，煞盟当真是个难缠的毒瘤，我早晚要除掉他。对了，爹，血煞令出现的时候可有异常？有，跟我来。血煞令昨晚出现的时候，我们损失了2名正在巡逻的剑王。本来这件事是我和他的个人恩怨，可他偏偏要牵扯无辜，形势也愈发乖张了。常年久居煞盟，也难怪会这样。父亲放心，他们若真敢来，正好可以一网打尽。这是圣血果，能够快速提升武圣修为，这些分量足够你突破剑道境中期了。竟然有这么神奇的果子，你还是自己留着用吧，为父能应付。我还有，足够用了，父亲就放心炼化吧。吕神池那厮既然点名要跟您决斗，说不定藏了什么后手。有了这些果子，稳妥些。至于他背后的煞盟，我来解决。杨儿，你长大了，也变强了。有更广阔的天空，无论任何时候，为父都支持你。不提这些了，你之前来讯说婚期定了，我已经命人筹备聘礼，到时候一定将你和水寒的婚礼办得风风光光。谢谢爹。吕家那小子平静了这么多年，如今又活跃起来了。他也就是运气好，真要论当世天骄，还是我剑宗的神剑公子天赋最佳。不就成个亲吗？至于这么大张旗鼓吗？您老人家何等尊贵，根本没必要亲自去赴宴。要不直接派一名巅峰剑王去赴宴吧。不可，本座要亲自去，而且你也要去。本座能预感到这场婚礼一定很有意思，不去可惜了。记得准备一份厚礼。不就一场婚礼吗？能多有意思？
血坤功果然玄妙，我已经感受到突破的迹象了。师尊，修炼的怎么样了？距离成功只差1步之遥，而且能明显感受到修为即将突破至剑道境中期。终于要突破了，你感觉还需要多久？快则1-2个月，慢则3-4个月。好，争取3个月内练成血坤功，突破剑道境中期。到时候为师带你去看热闹。杨剑公子和寒剑仙子要成亲了，我说那时候看他们总是眉目传情，原来我果然没看错，他们的婚礼我必须去。我知道你们有些交情，所以特意来通知你，要加速修炼。师尊放心，3个月内我一定能突破。什么事？盟主有令。师父有何吩咐？6月19，吕阳和洛水寒大婚，各大势力都会前去祝贺。届时，盟主也会带领整个煞盟前去赴宴，请公子做好准备。哼，大婚，好啊！我一定会给吕家还有那个吕阳备份大礼。剑奴，通知下去。让煞盟所有人都收敛行迹，在此之前不许有任何争斗。是。吕阳啊，吕阳，待吕家覆灭之时，本公子定会一雪前耻，好好回报你。久没胜血果，就让我突破至剑道境后期，值了。水寒，我这就来娶你。你今天真美，我会常回来看你们的。好了好了，今天可是大喜的日子，新娘子怎么能哭呢？要开开心心。迎亲队伍到了，我亲自送你。请。哇，中域剑宗虽然是第一势力，可这也太托大了。如此重要的婚礼，竟然还没到场。是啊，怎么说吕家也是剑圣世家，就算比不过剑宗，也不用如此轻视吧。中域剑宗不见老人白玉秋剑无双前来祝贺杨剑公子大婚。哦，剑宗宗主、副宗主都联袂而至，当真令我吕家蓬荜生辉啊！哎，神剑公子，看你这修为，似乎已经突破至剑道境中期了，恭喜恭喜啊！哎，闲话勿提，我等已备好佳作，就等3位入席了。对，金宗主、白副宗主、神剑公子，快请入席。哼。恭贺杨剑公子和寒剑仙子大婚，祝2位白头偕老，早生贵子。多谢诸位。无双，你虽比吕阳晚1步入剑圣，但现在已是剑道境中期，定然超过吕阳一筹。吕阳的天赋的确比我好，说不定他早已突破，只是气息内敛，没有显露罢了。剑圣之境哪有那么容易提升修为？你是有宗主亲自指点，才能突飞猛进。吕阳可没这么好运气，别说是几年，就算是几10年停留在剑道境初期也很正常。副宗主，我怎么觉得你对他有偏见呢？在我看来，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剑体境成长到如此地步，肯定胜过任何一个天骄。我不信他的修为会在我之下。哦，杨剑公子，南域楚家严剑公子向你挑战，一决高下。
岩见公子，你可真会挑时间。本来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但现在既然你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挑战我，我就成全你，给你一个圆满的结果。哼，这可是你说的。既然是决斗，比的就是实力。我们2个都不能动用神兵。可以，杨儿，爹，水寒他们就在后面，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我一会儿就好。唉，好吧。出招吧！哼，门天剑法，金光不灭剑体。怎么可能？你居然……哪天不好，偏偏要在我大婚之日闹事，真是不知好歹。副宗主，我说的没错吧？连我都不可能一个照面重创楚岩，绿阳的修为肯定在我之上，至少也是剑道境中期。莫非我真的看错他了？哼，不可能，他怎会强大到这种地步？这不可能！快，请医师来为岩见公子诊治。夫人，请下轿。恭喜恭喜！谢谢谢谢，里面请里面请。好好，多人啊，真热啊！你看到吗？哇，射上！吉时已到，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洞房，洞房！谁？啊！快看，那是什么？是上盟剑圣，大家稍安勿躁，我出去看看。亲家，照看好水寒，我跟去看看。会没事的。沙蒙可真会挑日子，这时候来搅局，无论如何都是不死不休了。有我们在，他们掀不起风浪。好戏要开场了。神池，华天诀，你还有脸来？他就是那个因为一件小事就血洗宗门的华天诀，上盟真是什么祸害都肯受。一下子派出4位剑圣，沙蒙这次大手笔啊！怕什么？他们才4位。我们这儿除了楚岩，足足有7位剑圣呢，更何况有天下第一的无剑老人在。不管沙蒙此来目的为何，都只有自投罗网一个下场。宗主，您是不是早就料到沙蒙会来闹事？玉秋，这会是一场令人难忘的婚礼，好戏还在后头呢。无双，一会儿对上厉血河，有没有信心？无双不会让师尊失望。各位，今日是我吕阳的大喜之日，你们不请自来，所谓何事？当然是来送大礼啊！以上盟的手段，不可能不清楚今天到场的剑圣人数。他们公然来挑事，难不成有什么必胜的筹码？亦或者有内鬼接应？吕阳，咱们算是老对手了，不如我用他们的血，好好为你庆贺一番，如何？区区4位剑圣，就想将我们这么多剑圣一网打尽，你也太自以为是了。哼！
面对上门挑衅，无间老人不仅不落于中，甚至还有一丝余裕，是我的错觉。不对，一直以来，从来没人见过真正的血剑老人是什么样。无论是灭剑甲，还是大战退错，都是无间老人一人之言。难道厉雪河，你若是为了上次落败之事记恨在心，完全可以跟我私下解决，没必要在这败坏大家的兴致。不如这样，我们可以当着众人的面再比一场争个高低。当然，如果你没这个胆量，也可以不接。公子，您之前答应过我。哼，一场没意思，要比就比3场，而且第1场必须由吕神通来。可以。父亲，他们来的蹊跷，我们当中可能有内鬼，而且那个人实力很强。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也有这种想法，不过咱们没有证据，不能妄动，先拖延时间，再静观其变。哼！吕神通，这么多年了，你我的恩怨也该了结了。吕神师，你为了个人私欲背叛家族，简直无药可救。今天我必会为司明，为那些枉死之人报仇雪恨。哼，要不是偶得奇遇，凭你的资质根本突破不了剑圣。你放心，用不了多久，我就会取你狗命，向吕家的列祖列宗证明，只有我吕神池才是最佳的传承者。够了，你已经投靠沙盟，没资格再做吕家子孙。天桥老狗，等我杀了吕神通，再灭了吕家，定会好好回敬你当初的决定。吕神通，这一战，你我都不得借助神剑，仅凭自身实力决生死，你敢吗？哼，有何不敢？好，这可是你说的。如果你敢中途动用神剑天虹，我就立刻将血煞借于吕神池。不用神剑，我照样能杀你！哈哈哈哈！愚蠢！我通过血炼之法，已经提升到剑道境中期，你拿什么跟我斗？血河剑法！都被人练成血奴了，还洋洋得意，蠢的是你自己！圣虎剑法！加油！加油！你也是剑道境中期，怎么可能？血魔煞身！可恶！哪里逃？公子救我！哇，厉害！加油！公子救我，我撑不住了。既约定是公平比斗，就没有相帮的道理。谁若插手，且问过我手中的天虹神剑。哼，罢了，一个废物，的确没有出手的必要。吕神池，你背叛吕家，残害同族，罪无可赦。哼！第
一战，我赢了。家主威武！吕家威武！吕家主好样的！沙蒙贼子胆敢来犯，必须杀得他们有来无回。哼！杨介公子，今天你可是新郎官，这些打打杀杀的事情就交给我来做吧。厉雪和，这一场我来，同样不用神剑就能败你。嘿嘿嘿嘿，既然你这么急着找死，我就成全你。厉雪和，这么多年了，每次交手你都是我的手下败将，一次又一次的逃跑。今日我师尊也在场，看你还能往哪儿逃？嘿嘿嘿嘿，本公子为何要逃？剑无双，你存在的意义就是喂养本公子的剑道。明年的今天定是你的忌日。为剑养道，这话什么意思？哼！如果无剑老人真的有问题，那剑无双……神剑公子，此阵务必小心。厉雪和很有可能有克制你的办法，若察觉不妙，尽快脱身回来。成败无所谓，保命要紧。多说无益，出手吧！哎！啊！血魔煞身！你以为这样就能挡住我吗？光明圣剑！哼，你的确长进不少，可惜就凭这点能耐，行不了我。哈哈哈哈哈！受死吧！神剑公子，速速回来！此战我们认输。我不可能输！神剑公子的功法怎会如此诡异？剑无双，你果然使出了这招，真是自寻死路。听不懂你说什么？哼！厉雪和，你做了什么？蠢货，你的血坤功和我的血心印加起来就是吞天血魔功。只要你运转血坤功，我便可凭血心印镇制，借你的血气修成血神之心。师尊，你不好！宗主，该打的人是厉血和，你快救救无双，他可是你从小带大的亲传。为什么？我才是师尊的亲传弟子，而你不过是师尊豢养的一头猪，只为成就我的剑道。哼，这里没你的事了，赶紧带他回去，修成血神之心，将来剑神之位就是你的。是。君神望，你果然有问题。重要吗？
今天，你们注定都要成为我的养料，助我成神。2个剑道境后期的剑圣，1个中期剑圣，2个后期剑圣，再加上2个巅峰剑圣，这还怎么打？啊！没想到无剑老人就是血剑老人，咱们有战力的剑圣只剩4个，根本没胜算啊！我来。君神王，枉我一直尊你敬你，视你为正道领袖，没想到你竟是煞盟盟主。你灭剑家，又收剑无双为弟子，现在更亲手将他毁在厉血河手中，究竟有何目的？君神王，回答我！雨天桥，我记得当年你和剑无心交情不错。你还好意思提他？当初你和他都是上任剑宗宗主的亲传弟子，他因为比你年长，早一步突破剑圣，得到宁光的认可。那时候宗主就有意传位于他，可他觉得你资质更好，便主动让位于你。这些你都忘了吗？我从没想过，你居然会丧心病狂到恩将仇报，不但杀了他，还灭了整个剑家。笑话，我又没杀他，怎么能算恩将仇报呢？怎么可能？他现在在哪儿？剑无心，天桥兄，好久不见。剑无心，君神王灭了你全家，你居然还帮他做事！盟主是为了给剑家培养剑神，我对盟主自然是感激不尽，马首是瞻。此人的反应也太异于常人。方敬祖曾说过，血煞老祖擅长炼制血弩，哪怕杀了对方全家，血弩都会忠心耿耿。不过炼制血弩极度耗神，血煞老祖仅有5个，就逼得方林2家退回凌渊界。之前吕神池的修为被强行提升，眼中便有这样的血色印记。可如果此方法这么好用，为何不用在身为后期剑圣的白玉秋身上？难道那2个人比白玉秋更有价值？亦或者他们身上有神剑？剑家上下有3万余人，一夜之间全部被屠，这是为剑家好？你是疯了还是傻了？你若还有半分人性，就该和我们一起诛杀君神王，除掉煞盟，为天下除害。你懂什么？剑神之道何其艰难，盟主在为我剑家培养剑神，是我们的大恩人。你们胆敢与盟主为敌，才是天下大害，都罪该万死。为你们剑家培养剑神，也就是说，厉血河也是剑家人。不错，他的真名是剑无极。什么？厉血河竟然是剑家那2名天生剑体之一的剑无极？那他岂不是剑无双的亲弟弟？让兄弟相残，这也太歹毒了吧！只要剑无极成就剑神之位，就能轻而易举重建剑家，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隐藏这么久，布局这么深，竟然只是为了给他人做嫁衣，可能吗？依我看，他做这一切的目的只会为了自己，而你们不过都是他的棋子罢了。不错，他如果真是大善人，就应该光明正大相助，何必偷偷摸摸搞这么多事？不可能，盟主是为了剑家好，是为了无极好，一定是。够了！要不是看在你们都是将死之人的份上，我根本懒得废话。既然你们现在已经知道真相，就可以明明白白去死了。等等，我们之前说好了，比斗3场就必须完成约定。你怕不是傻了吧？
当下这种局面还有继续比斗的必要吗？当然有。如果你们赢了，我会将神剑桃神双手奉上，你们大可省去不少麻烦。杨儿，不可！哎，将这么大的筹码抛出来，难道他有必胜的把握？有些人啊，就是爱垂死挣扎。也罢，我今天心情好，姑且陪你玩玩。不过，我们这边将会由3人出战，你若敢应，比斗继续；若不敢，我应，但对手我自己选。有胆识！如果给予你足够时间成长，剑神之位恐怕非你莫属。可惜你我同处一室，剑神之位注定没你的份。你太自信了，我经历的风雨远比你知道的多，轻敌只会让你自食其果。哼，少在这儿故弄玄虚！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也敢在我面前谈经历？若是不敌，你尽管走，不必管任何人，也不必犹豫。只有保住性命，才能拯救更多人。雨阳，以前你总能逢凶化吉，那是运气好。今天可不一样，没人救得了你。我选他。还有，说我没猜错的话，这2位应该是中域剑宗的剑圣吧？一位是身怀神剑雷技的战无痕，一位是身怀神剑逐风的叶剑一。不可能！我剑宗剑圣，怎么可能都是蚱蜢之人？你倒是聪明，可惜了。战无痕、叶剑一，真的是你们？什么呀？剑宗的剑圣居然是蚱蜢之人，这一白一黑骗得人好深呐！这也太离谱了！好好的正派鹰邪不做，为什么要去蚱蜢啊？不管是剑无心，还是战无痕和叶剑一，他们眼中都有血奴印记。你通过特殊手段封印他们的自我意识，一面是控制他们的神魂，一面又让他们看着与常人无异。放屁！盟主带我们共登神道，我们是真心听从盟主号令。不错，我对盟主的忠心，天地为证，日月可见，岂容你小子挑拨离间？啊，你们已经完全丧失本心，成为君神王的奴隶，可悲可叹呢。关于血煞老祖的手段，当今世上鲜少有人知道，你怎会如此了解？哼，这有什么？连古之剑神我都亲眼见过，还跟他谈过话，知道这些过往并不稀奇。如果你想用这种伎俩拖延时间，就太天真了。赶紧开始你们的生死决斗！拜他，我一人足矣。雨阳，盟主让你活，你就能活；盟主让你死，你就得死。金光不灭。有意思，你的剑道造诣的确惊人，金光不灭剑体也修炼到大成境界，值得我全力出手。血魔煞身！怎么，这一战可以动用神剑吗？按约定来，不用神剑。没有神剑，本座也能3招杀你。天地乾坤。血光剑法！
可能？难道他真的有奇遇？哼，你刚才所用剑术，并非惊鸿和冰皇的传承，甚至比他们更强大。看来你定是得到了什么机遇，又凭借他们自创了神级剑道功法，才能够成长得如此之快。不愧是无剑老人，眼力果然毒辣。你说的没错。你能在成为剑圣的数年内自创出神级剑道传承，实力悟性远超其他公子天骄。若无意外，当时的剑神非你莫属。但只要有我在的一天，你就没这个机会。无痕、剑一，你们去试试神级剑术的威力，顺便恭送杨剑公子一程。是，盟主。果然是神剑雷击和神剑如风，竟然动用神剑，那就怪不得我了。风极剑法，惊雷巨灭。桃神再厉害，也无法抵御两柄神剑夹击，到时候只能乖乖臣服。好强的剑气！死来！天地乾坤！此子绝不能留。可恶！天地乾坤！惊雷巨灭！真没想到，短短数年，杨剑公子竟强大到这种地步。是啊，看来只要有他在，煞盟这些贼子都只能含恨而终了。杨二小心！以我们目前的实力，上去只会成为累赘，先静观其变吧。在有神剑护体的情况下，你都能将他们打成重伤，可见你自创的功法剑术很不一般，实力远远超过了剑圣层次。你稳坐第一强者之位也有500余年，想必实力也早已超过了剑圣层次，所以你也自创了剑神武道传承。吕牙，你果然聪明。我若没有自创剑神武道传承，单凭其他任何一种剑神传承，都不是你的对手。哼，你既然已铸剑神之基，又何必走血煞老祖的邪道来祸害天下？只要能成为剑神，飞升天界，哪管什么正道邪道？你年纪尚轻，无法体会到迟暮之感。我已年过800，即便已铸剑神之基，也突破无望。唯有借助吞天血魔功的血腥问神秘法，修成血神之心，那天下武者之血才能助我成神，获得永生。那你为何要灭剑家满门？又为何欺骗剑无双和剑无极？修炼血腥问神秘法，
本就需要2个血脉同源的剑圣，作为炉鼎辅助修行。其中一人修炼血坤功，炼成血囊，成为血元；另一人则修炼血星印法，吸收血元，修成剑神。要怪就怪数百年以来，只有他们剑家出现了符合条件的2个天生剑体。即便如此，你大可偷偷潜入剑家带走他们，在暗中培养，也是一样的效果。何必残害整个剑家数万条人命？炼制血奴需要耗费大量精血，我肯选择他们，是他们的荣幸。而修炼血星问神秘法，最基本的要素就是修炼者心中必须积蓄足够的怨念之气，只有这样，才能成就无上辅药，助本座修成血神之心，伴入剑神境。另外，再加上足量的武者之血，就能彻底成为剑神，留名百世。所以，你们今天一个都跑不了。哦，你这种行为简直人神共愤。只要能成为剑神，其他都不重要。吕阳，接剑！古籍上说，谁能收集10柄神剑，就能解开隐藏在大陆已久的大秘密。如今10大神剑全部现世，这就预示着本座将会是解开秘密的第1人。哼，你太自信了，我不会让你如愿。收集10把神剑，那岂不是？如果杨剑公子落败，别说你我身上的星炎巨月神剑，恐怕小命都要交代在这里。本座自创的剑神传承，名曰血光风雷诀，以血之剑道为主，融合了光之剑道、风之剑道和雷之剑道。吕阳，你所创传承名叫什么？龙虎剑意诀，以龙虎化天地，天地乾坤，蕴含水之剑道、金之剑道、木之剑道和暗之剑道，我称它为乾坤剑道。好一个乾坤剑道，包容万物，潜力之大，更胜本座的血光风雷诀。只可惜你的剑道还不完整，远非本座对手。我很好奇一个问题，说，你想让剑无双兄弟辅助修行，大可悄悄将他们炼化，为何要集结煞盟来生事？他们2个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根本无需待机。至于来这里，自然是为了夺取武者之血。还有就是，你不觉得如此盛大的婚礼很适合来一场嗜血盛宴吗？特别是看到你们得知真相时愚蠢至极的表情，简直太有意思了。就为了这个？那是自然。在本座看来，你们和死人没有区别。君神忘，你太狂妄了！只要有我在，你今天注定失败。吕阳，你的表现的确很让本座意外，可惜你刚才消耗过大，根本无法维持巅峰状态，剩下的只有死路一条。血光风雷诀，龙虎剑印。传说到达剑神境，可随意撕裂虚空。吕阳和君神望的实力虽然还达不到剑神层次，但他们展现出的战力已经很接近剑神层次了。
这2灵神剑。楚言，华虫，帮我挡住他2灵神剑。嘿，嘿，呀，同样是剑圣，我绝不能在这时候拖后腿。雕虫小技。听说神剑暗灵能修复神魂，看来果然没错。哈哈哈哈哈！九品神剑齐聚于此，送上门的好东西，岂有不收的道理？等本座拿下你们，再去北域洛家取了水寒神剑。小子，本座玩够了，你该死了！血光风雷斩，好机会！呀！天煞诸神！这种剑势怎么会？呀！不可能！这不可能！这哪里逃？杨剑公子，华天诀请留给我。华天诀，我代表东域华家清理门户。风雷剑盾。跑！公主，救我！杨剑公子，东域华家向你致谢。举手之劳，不必客气。我们赢了，真是太好了！多亏杨剑公子剑术盖世，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就是，君神望这个道貌岸然的家伙，根本不配为天下第一强者的称号。从今往后，杨剑公子才是天下第一强者。杨剑公子实力之强，震古烁今，今天凭一己之力救了所有人，是我们的大恩人。杨哥，你的伤不打紧，休息1、2日就好了。水寒，今天委屈你了。本该是高兴的日子，结果却搞得一团糟。要不换个节日，咱们再成一次亲？哪有成亲成2次的？今天过程虽然凶险了一点，但结局很好啊。我不认为是一团糟，反觉得是一个好兆头。你能这么想，再好不过。君神王此次偷鸡不成蚀把米，自己受了重伤不说，煞盟还折损了几位剑圣，还真是给我们送了份大礼。可惜老祖远在北域，没有看到如此振奋人心的一幕。他要是在，定然很高兴啊。未必，宏远老祖一直很敬佩君神王，要是亲眼见证真相，恐怕心情很复杂。君神王还活着，大家的危机还没有解除，现在的他就如惊弓之鸟，估计很难寻觅他的踪迹。水寒，趁他未现身前，咱们必须练好上次说的合击剑术，增加胜算。明白，我会尽快突破剑圣。也不用那么着急，我先送你回房，完成婚礼。
杨建公子，白某昔日对你多有偏见，甚至一度怀疑你是煞盟培养的天骄，而对无间老人的话却是……总之，是在下有眼无珠，现自罚一杯，向公子致歉。白副宗主客气了，剑宗遭此大劫，以后还得靠您主持大局。我相信剑宗内绝大多数武者都是好人，剑无心他们也只是失去了自我，被君神王控制，身不由己罢了。我敢断言，他们的本心肯定还在剑宗这边。公子说的在理，婚宴过后，我想带他们3人回去剑宗安葬，不知……当然可以。多谢。杨建公子，若非你逆转乾坤，我们恐怕都难逃君神王毒手。我华重敬你一杯。杨建公子，我也敬你。君神王受伤不轻，肯定会去利用剑无双和剑无极恢复伤势，冲击剑神境。可惜了这2个剑家遗孤，8成是凶多吉少了。只是接下来该如何对付君神王？君神王若想躲藏，应该会去地域广阔的血域蛮荒。就算他能半入剑神境，也缺乏足够的武者之血再进一步。到时候定会主动现身。他一旦现身，各大势力必会有所察觉。只要及时互通消息，我必会第一时间赶到，将其斩杀。可是以君神王的实力，一般实力根本无法周旋太久。倘若杨建公子距离较远，无法及时支援，那岂不是很危险？那诸位觉得，君神王再次出现，会优先袭击哪个势力？我剑宗3柄神剑皆已落入君神王之手，而且他对剑宗的底蕴一清二楚。若想收集武者之血，从剑宗入手的确能便利许多。哎，白副宗主，要不你别回去了，再传讯回去，让他们集体到别处避难。我剑宗有上百武王、上千宗师，还有数以万计的普通弟子，我不能弃他们不顾。至于大范围迁移避难，不现实。不过，我已经做好与剑宗共进退的最坏打算。如果我是君神王，的确会将剑宗视为第一目标。不如这样，我去剑宗守株待兔，一定能等到他。君神王要疗伤，短时间内不会现身，我也需要时间研习武学，增进实力。白副宗主，你可以先回剑宗，召集宗内武者做好防备。好，剑宗和整个剑域大陆的安危，就拜托杨建公子了。责无旁贷。杨建公子，关于收集10大神剑，10大神剑关乎着剑域大陆的上古之秘，一直以来他们从未同时出现，如今全部显示。不单是君神王，我也很想探索这个秘密。你不必担心，我不会强夺星岩神剑。你们楚家还需要他防备君神王，等我除掉他这个大祸患，自然会去楚家跟你们做个公平交易。借神剑一用，画价也一样。多谢杨建公子大义。吕家又有人突破剑圣了。吕家天骄不都在这里吗？快出去看看，到底是谁？父亲，看来吕天已经突破剑圣，可谓是双喜临门。我想就不必再关着他了吧。杨儿，你是个大度的人，但愿天儿能改过自新，从此兄弟2人和睦相处。父亲放心，只要他不惹我，我自不会与他计较。恭喜吕家主，父子3人皆为剑圣，其中1人更是天下第一，这可是剑域大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盛世。吕家主这当真好福气。终于突破剑圣了！这家伙成亲了。吕阳，可敢与我再战一场？让父亲好好瞧瞧，谁才是他最优秀的儿子。我天剑公子年仅35岁就成为剑圣强者，父亲，他吕阳可能与我相比。这小子，我看还得再关上个10年才行。他不清楚状况，又刚刚突破，膨胀些很正常。只要让他认清现实，自然会收敛。剑道境后期，怎么可能？
天剑公子，你的确优秀，不过杨剑公子在26岁就突破剑圣了。是啊，就在刚才，君神望带着煞盟入侵吕家，还是杨剑公子力挽狂澜，打退了那些贼子，救了大家。如今杨剑公子可是大家公认的第1强者。无剑老人带领煞盟，他不是剑宗宗主吗？怎么会和煞盟在一起？君神望既是无剑老人，也是煞盟盟主血剑老人。此事说来话长，总之他意图杀害我们所有人，收集武者之血。但是被杨剑公子重伤，落荒而逃了。啊！你已经突破剑圣，就该有所成长，不要再让父亲为你担忧了。你真的击败了无剑老人？不错，否则你出来看到的只会是尸体，不会有活人。如果吕家真没了，我一个人活着也没意思。吕阳，我为曾经的举动向你道歉。你想给我任何惩罚？我愿意受着。父亲已经惩罚过你了，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以后我们要一致对外，守护家族。好了，兄长，今天是我大喜之日，就别傻站着让人看笑话了，快去喝杯喜酒吧。若非有神剑护体，这一剑就算当时杀不死我，残存在体内的剑气也会慢慢摧残我的生命，直至死亡。这一招秘技跟之前的天地乾坤剑路数大相径庭，吕阳为何会2种截然不同的剑法？难道真是哪位古之剑神传授给他的秘技？吕阳，如果不是你，我早就踏平吕家，突破剑神了。可恨，太可恨了！还好剑无双和厉血河都在，只要我吸纳了他们，练成血神之心，就能伴入剑神之列。到时候实力大涨，单凭那一剑秘技，根本威胁不了我。培养了你们这么久，是时候展现价值了。剑无双，你的使命结束了，而我修成了血神之心，剑神之路才刚刚开始。你放心，等我成就剑神，飞升天界，一定不会忘记你的功劳。煞盟贼子，我剑家与你不共戴天，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哼，你以为我会怕吗？等我成了天神，杀你一个小鬼，更易如反掌。哼，也不知道师尊那边情况如何。师尊，我已经练成血神之心了，您那边进展如何？你做得很好，现在也该知道真相了。真相？师尊，你受伤了。那些家伙的确难对付，师尊不必气馁。等您休养好，我陪您一起去，定能找回场子。先攻克剑宗，再一步一步收拾其他势力。这点伤不算什么，你只要仔细听我接下来的话就够了。当年我灭了中域剑家，我跟你说只留下了剑无双一条命，其实并非如此。我知道剑无心还活着。剑家当时有2位天生剑体的天之骄子，一个是剑无双，还有一个是他弟弟剑无极。我以无剑老人的身份收剑无双为徒，又以血剑老人的身份收剑无极为徒。师尊，这玩笑可开不得。
我骗你做甚？剑无双比你年长1岁，是你的亲兄长。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分明是沙蒙厉家子弟，而厉家被剑宗所灭，我怎么可能？为什么要这么做？当然是为了我自己。就算是亲儿子，我也不会费这么大功夫为他人做嫁衣。你和剑无双都是我的养料，而你修成的根本不是血神之心，而是血种。一直以来，我敬您爱你，将您视为至亲，可是你却将我玩弄于股掌，甚至就连剑无双也是真心待你。你为何要如此残忍？又为何偏偏选中我们？因为血腥问神秘法的修炼条件非常苛刻，2个炉鼎需要血脉同源。我找了整整500年才找到合适的人选。为了让你们心甘情愿修炼，不得已做了一个大局。那你做了这么多，大可偷袭我，拿到你想要的东西，又为何告诉我真相？因为我需要你的怨恨，只有保持怨恨的状态，才能成就完美的血神之心。我杀了你！君神望，你不得好死！我诅咒你，永远无法飞升成神！好徒儿，你如今也就只能逞嘴上功夫。本座不但能顺利飞升，还能长生不死。吕阳，等本座踏入半步剑神，定会第一时间取你狗命，以你之血助我彻底成神。吕神通真是好运，不仅有吕天这等天骄做儿子，还有更加出色的麒麟子吕阳。以吕阳现在的实力，若想报复天儿，那岂不是？他们可是当着所有人的面握手言和，吕阳应该不会难为吕天。不错，吕阳若真是小肚鸡肠之人，大可不必凭一己之力击退君神望。既然他当众和天儿和好，就不会再搞小动作。毕竟现在最大的危险是下落不明的君神望。虽说君神望再出现，第一目标不太可能是我们，但以防万一，我们必须做好万全准备。快，立刻将长老们召集过来，商议对策。是。练成了。前辈曾说过，诸神夺灵是一招直击武者神魂真灵的绝杀秘籍，若发挥到极致，可令对方形神俱灭。所以，只要我们再熟练一些，就算君神望成为剑神，亦可斩之。他现在躲着不露面，一定是伤还没好。我们还有时间。话是这么说，不过我们也是时候出发去剑宗了，免得他突然出关偷袭，我们来不及支援。刚练成合击剑术就要离开吗？父亲，虽说君神望出关的最佳选择是剑宗，
但也不排除其他可能。我这次坏了他的好事，吕家也很可能成为第一目标。如果他真的突袭吕家，你们可凭借神剑天虹和惊鸿剑神留下的底蕴，全力抵挡，尽可能拖延时间，等我和水寒回来支援。你们也要小心，吕家我们会全力守护。至于剑宗的众多武王，你们也一定要照顾好。不错，除非君神望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否则他休想动我吕家分毫。你们对于君神望而言都是大补药，切记千万不能意气用事，尽力而为就好。放心吧，我们有分寸。杨建公子，你总算来了，白某等的可是望眼欲穿呐。哟，韩剑仙子也突破剑圣了，真乃进步神速啊！白副宗主过奖了，我能进步这么快，也是托了夫君的福。白副宗主，可有君神望的消息？暂时没有，应该还藏在血域蛮荒，我已经派人密切关注了。一有消息，定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二位赶路辛苦，不如先到住处小憩一番。那就劳烦白副宗主了。我小时候就对剑宗十分憧憬，希望有朝一日能来观景。今天总算实现了。也不知道君神望何时会现身。嗨，何必想这些糟心的事？趁他现在还没出现，我们不如好好把握当下时光。也好，是我太紧张了。这2天先陪你好好参观参观。最后一次天煞剑气终于消失了。吕阳，现在本座已是半步剑神，接下来就是你的死期。是君神望，君神望出现了！来人，速启动传音大阵，向宗门汇报，君神望出来了，即将路过襄阳城。是。最好只是路过，最好很快的速度。快，都退入密室！快！进来了，他进来了！
克，还是不够。本座需要更多养料。君神望在向阳城现身了，但是消息刚送过来，那边就发出阵阵惨叫，接着便没了声响，恐怕凶多吉少。君神望多久能到剑宗？若是直奔剑宗而来，最多1天，但目前无法确定具体路线和具体时间。现在出去寻他，碰上了还好，碰不上就是浪费时间。我会增派专人搜索他的踪迹。至于你，是对付君神望的最强底牌，还是守株待兔的好？也好，麻烦传音大阵时刻连通下李家，如果他改变了目标，我们也能及时应对。好。袁州城也遭了君神望的毒手，情况和向阳城差不多。袁州城在襄阳城的西南方向，距离大概3000余里。副宗主，有消息来报，君神望已现身古元城。如果他下一次现身的地方是飞燕城，那基本可以确定具体路线了。过了飞燕城，他想来剑宗，必会经过剑元城，我可以直接去那里拦截他。剑元城是中域最大的城池之一，人口过100万，若能保下它，可是天大的功德。但如果君神望中途改变方向，对我们来说将会是一个大麻烦。我这就去传音殿，亲自等消息。唉，以前听说血煞老祖的事迹，他令整个大陆哀嚎一片，断了不少世家的传承。原本以为这是一个极其遥远的故事，现在却是亲眼见证了。就算是天神降临，也未必能做得事事周全。我们尽力而为就好，只要路线没问题，我们就能救下剑元城的100万生灵。但愿吧。二位怎么过来了？杨哥和我实在放心不下，想着待在这里，收到消息更快些。情况怎么样？我刚想去找你们商量呢。自从离开古元城后，君神望就失去了踪迹，飞燕城那边迟迟没有看到他的身影。我思来想去，总感觉有猫腻。按理说他早该到飞燕城，难道他绕道而行了，亦或者去了别的地方？以我们现有的条件，他若有意收敛气息，我们根本无法察觉，一切皆有可能。禀告！禀告！君神望现身元虚城！君神望现身元虚城！元虚城现在什么情况？速速回答！古元城位于中域北部，元虚城位于中域西部，两城之间足有万里之遥。君神望过了古元城，没有向南而行，反而一路向西，难道他的目标不是剑宗？可君神望最熟悉的就是剑宗，而且以整体实力看，目前就属剑宗最好拿捏。他不来攻克剑宗，会选哪里呢？一路向西，莫非他的目的其实是西域吕家？但是吕家现在势力最强，不仅剑圣多，神剑也多，怎么可能？因为愤恨，我当日坏了他的好事，又将他重伤，他肯定恨我入骨。倘若保持理智，自然会首选剑宗。相反，出关第一件事必会找我寻仇。那我们赶紧回吕家，不然后果难料。我们现在就回去。万一君神望知道你在剑宗，想调虎离山，可如何是好？他现在实力大增，8成有信心打败我。若真知道我在剑宗，估计早来了。这样吧，白副宗主，等我到了西岭城，会用贵宗分舵的传音大阵和你们联系一次。如果君神望真是调虎离山，我再回来支援。吕阳，你不是拥有神级剑法秘器吗？为何如此龟缩，不敢现身与本座一战？
君神旺，休要猖狂！我儿吕阳能斩你1次，就能斩你第2次。本座已拜入剑神之境，只差些血气就能突破剑神。今日除非天神降临，否则整个剑域大陆将再无敌手。吕阳，快滚出来，跟本座决一死战！本座要饮你之鲜血，一雪前耻。何必如此着急？用不了多久，我儿吕阳自然会取你狗命。吕阳为何还不现身？难不成他根本不在吕家？哼，我儿吕阳一旦现身，就是你的死期。你就这么急着找死吗？他在故意拖延时间，还是说吕阳练就了新的杀手锏？哼，少在这故弄玄虚！吕阳，你再不出来，本座就砸烂吕家的乌龟壳子！哎呀！本座倒要看看，惊鸿剑神3000年前留下的底蕴，能挡本座几时？金光封天阵。有点意思，看来本座该拿出点真本事了。换人！乌合之众，哎！换人！照这样下去，第1道大阵迟早要破。不知道杨二和水寒什么时候能赶到？给本座破！全部退入白虎4象剑阵！惊鸿剑神留下的底蕴不过如此。今天本座要西域吕家彻底消失。耗费1个时辰，才破了外围1个小阵而已。君神旺，你未免高兴得太早了。哼，本座能破1座，就能破第2座，除非惊鸿剑神降临，否则今日吕家必灭。用不着惊鸿剑神亲临，我儿吕阳足可斩你。是吗？那你倒是让他出来呀！这样藏头露尾，该不会是怕了吧？他很快就会出关，到那时你就会命丧于此。说这么多废话，我看他根本就不在吕家。哎，上！白虎4象剑阵果然厉害，咱们这下有救了。别高兴得太早，对方可有4把神剑，咱们的剑阵只有1把，估计撑不了多久。啊！
是神剑天虹。区区天虹也能奈何本座？可恶！等我破了剑阵，定让你们死无全尸！大家坚持住！要不是有神剑天虹和你们3个剑圣的力量加持，白虎4象剑阵根本挡不住本座脚步。你们想耗，我就陪你们耗，反正就凭你们几个剑圣，也支撑不了多久了。一群蝼蚁罢了，早死晚死对于你们来说并无分别。难道这次吕家真要完了？啊，不可能！等杨戬公子回来，定能斩杀君神王。吕阳果然不在，本座正好可以用你们的血为他送上一份厚礼。天儿，你怎么样？没有大碍，我还能坚持。你们注定要亡！天儿，君神王，今天我就算死，也要拉你陪葬！哈哈哈哈哈哈！就凭你也配？哼，先从你开刀吧。哎，嘿，杨儿，你终于回来了！啊，是杨戬公子！杨戬公子来救我们了！请杨戬公子出手，斩杀君神王！吕阳，你总算现身了。哼！金神王，我在剑宗等你自投罗网，不成想你却跑来突袭吕家，真是让我好找。剑宗？看来我还是把你想得太聪明、太理智了。本座堂堂半步剑神，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杀谁就杀谁，没人能左右本座。别说是半步剑神，就算你真的成为剑神，也只有死路一条。小子，要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奇遇，你不可能有今天。想杀我，你再练个几百年都不可能。哼，用不着那么久，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不错，我们夫妻将会终结你的恶行。既然你们想死，就准备迎接剑神的怒火吧！血光风雷斩！诸神夺灵！竟然是剑域，只有剑神才能拥有的剑域，这怎么可能？我迈入剑神境都无法形成剑域，你们怎么会有这种能力？
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哈哈哈哈！小小剑域也不过如此。哼，君神望，这一次你逃不掉了。我的神魂！君神望死了，他真的死了！上天保佑！多亏了杨戬公子和韩剑仙子出手，为天下除害。杨戬公子！终于结束了，可惜没能救下更多人。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无法改变。至少现在，不会再有人因他而死。杨二，你杀了君神望，为剑域大陆免去了一场大浩劫，是我们的大功臣。不得不说，君神望实力真的太过强大，如果不是你，我们根本无法战胜他。是啊，今天亲眼见你出手，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弱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可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如果没有水寒，我也没把握杀得了他。神剑是你找来的，剑技也是你教我的，我只是照你的话去努力罢了。这些功劳都是你的，我可不敢揽功。没有你，我一个人也搞不定啊。接下来我们还得好好努力才行。还要努力做什么？当然是尽快让咱爹咱妈抱上孙子。讨厌，这么多人呢！接下来，只要凑齐10大神剑，就能探索古之心秘了。杨哥，你不是说要收集10大神剑吗？怎么还不去楚家和华家？不急，先把修为提升上去再说。事关剑域大陆起源之秘，而且这件事和天剑有所牵连，也不知道10大神剑到手后是福还是祸。还会是祸吗？那别收集，直接进阶剑神就好了。反正古之剑神没有一个是携带神剑飞升天界。那是因为飞升天界时带不走神剑，冥冥之中都有人在掌控。其实，某些天界的至强神王一直被镇压在剑域大陆，他们曾是天界的大能者，就算被镇压，依然神通广大。我怀疑大陆发生所有事，他们都知道。也许，他们此刻正在关注着我。10大神剑收或不收，恐怕由不得我。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厉害，万一要害你，岂不是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10大神剑本来就是他们的佩剑，随同他们一起被镇压在此，如今全部显示，必定耗费了他们不少心血。要真的想害我，也只是一个念头的事，就不会留下收集10大神剑就能解开古之秘文的传言。他们想要寻求合作，我没有拒绝的条件。难道只有顺从一条路可走吗？既然无法拒绝，只能选择顺从。但是为了以防万一，我必须先突破至剑道境巅峰，这样起码安心一些。小子，你很聪明，我们等着你。他们果然在关注我。
杨建公子大驾光临，我楚家真是蓬荜生辉啊！不知杨建公子此次前来所为何事？楚家主，我听说10大神剑汇聚，关乎着剑域大陆上的一件上古之秘，所以打算收起它们，探索一番。需要借神剑心研一用，当然我不会白借。这是圣血果，1颗就能助巅峰剑王突破剑圣，用它来交换，如何？公子拯救苍生于水火，也等于拯救了我们楚家。能将星岩借给公子，是楚家的荣幸。杨建公子，敢问一句，星岩日后还还是不还？当然要还，不过上古之秘究竟是什么，我无法确定。若是出现什么意外，导致无法归还，我会给予另外的赔偿。意外？不错，比如它若被原本的主人收回，我自是没有强留的理由。罢了，如果真是那样，也只能认命了。接下来再用一枚圣血果去东域画家借用神剑剧院，不出意外的话，他们不会拒绝。再往后就是去北域洛家，也送他们一枚圣血果。当年在世剑大会上，你已经得到了神剑水寒的认可，有权使用它。只要将水寒剑收入体内，就算凑齐了10把神剑，不知道会有怎样的结果。10大神剑从未一同出世过，吕阳，你能收集它们，就是天命之人。天命不天命的无所谓，我只求别是一桩祸事便好。此乃圣血果，有了这枚圣血果，洛家的剑声便不会断绝。你有心了，我相信你是鸿福之人，总能逢凶化吉。上古之秘一事，无需太过紧张。我明白，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你终于来了！我们是10大神剑的主人，和你一样都是剑域大陆的人。可我听镇渊剑神说，你们都是天阶最顶尖的神王，怎么会是剑域大陆上的人？你们神通广大，知晓剑域大陆的一切，自然知道镇渊剑神是谁。现在他也是神王。我们当然知道方振海那小子当年想带桃神离开剑域大陆，还是我传音让他留下此剑。他说的没错，我们的确是天界最顶尖的神王，但是他并不清楚我们的真正来历。其实我们都是从剑域大陆走出来的无上天骄。这怎么可能？我所知道，从剑域大陆走出的剑神中，最古老的就是镇渊剑神和飞临剑神。你们比他们还古老，难道那时候剑域大陆就已经有武者飞升天界了吗？方振渊和林飞星才不过2万余岁，怎能称得上古老2字？我们这些人中最年轻的也超过10万岁，最古老的2个都超过100万岁。你的意思是说，100万年前剑域大陆就有人飞升天界？不错，确切地说，我和安宇同属一个时期。我已经1183699岁了。对，我也已经1065107岁了。你们都活了100万年，居然连年纪的零头都记得这么清楚。唉，命轮上有清晰的年轮记载，等你成了神王，也能知道自己究竟活了多少年。你们10个人，年纪最小的才10万岁。年纪最大的却已超过100万岁，也就是说，你们虽然都是从剑域大陆飞升天界，却不是一个时代的人。我们是不同纪元中最杰出的天骄，在进入天界到崛起成为至强神王，都摆脱不了被镇压的命运。因为这个世界本就是一个囚笼，所有人都只是囚笼中的奴隶。小子，你和我们都在囚笼之中，其实本质没有任何区别。囚笼世界，
那飞升天界又算什么？他们是在蛊惑我，还是确有其事？不可能，我们不一样。被囚禁的只有你们，而我是自由的。小子，以你的资质，如果不出意外，定能飞升天界，然后再经历漫长岁月，打破神王6星战力的极限，成为横扫天下的至强者。但是你的结果会和我们一样，一旦时间到了，这个世界的主人就会出现，把你和我们关押在一起，成为奴隶。这次不一样，之前面临的都是小纪元动乱，他们只是出手镇压我们。下一次就是一个大纪元结束，他们会将所有人全部都清除掉，让这个世界重新开始。为什么这么说？你别忘了，我是这里活得最久的人，在我那个时代，这个世界的历史一片空白，却有着各种各样的武道传承，说明之前就有一个时代存在过。只是所有人，或者说绝大多数人都被清除，只留下了武道传承，才有了后来者借助这些传承，继续在武道一途修炼下去。这并不能说明什么。你是不是还发现了其他蛛丝马迹？不错，我曾在一些残破的古籍中看到抓大药炼仙丹的记载，后来这些古籍全部被人为毁掉了。世间再无此类传闻，但我却始终记得清清楚楚。抓大药？所谓的抓大药，就是把神王当成活药抓去炼丹。我等都已度过3劫9难，只要不被人杀死，就享有无尽寿命。大纪元动乱前是最后的机会，成则永生，败则寂灭。吕阳，我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你也不想辛辛苦苦修炼到至强神王，结果一朝尽毁，被人炼成丹药吧？只要你答应合作，我们会用毕生所学指引你，助你在天界迅速崛起。相信用不了多久，你就能成为至高神王。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努力，只是耗时长久。当大纪元动乱一到，你一个人可抗衡不了那些界外强者。听镇元剑神说，最强神王修炼至巅峰，将拥有6星实力，而他们，不知各位神王有几星实力？9星。我很好奇，那些界外强者究竟强大到什么地步，居然能将你们这些9星神王镇压？倘若他们真的恐怖无私，我即便学了你们的武道传承，也于事无补。小子，你看不起我们？并非看不起，只是你们被镇压于此多年，都毫无办法。我就算和你们一样厉害，照样改变不了结果，又有何意义？我们虽被镇压在这儿，但对武道的感悟依旧在精进，绝非当初可比。如果还是自由之身，早就冲破极限，踏入10星之境了。还有10星神王？10星是超越9星神王的力量，那些域外强者就是10星，叫什么混元主宰？不错，我等经过漫长岁月，共同领悟出一套堪比10星的绝世武道。只要你答应合作，将来必会达到10星实力。到那时，定能瓦解界外强者的阴谋。你们想怎么合作？吕阳，自从你被桃神选中，我们就开始注意你了。无论资质还是心性，你都是万里挑一的人才，剑道潜力极大，未来成就不在我等之下。而且你的乾坤剑道包罗万象，只要将我等剑道作为参考，定能用最快的速度在天界崛起。待你修炼有成，能破开位于9天界以及修罗渊的10大封印，必须放我等出来，与你一同抵御界外强敌。只有这样，才能免遭他人活计，平安度过大动乱。好，我答应合作。不过，既然要合作，你们也该让我清楚你们的身份。本座星木，桃神剑之主。本座金红，天虹剑之主。本座黑土，镇月剑之主。本座后水，水寒剑之主。本座天火，星火剑之主。本座暗雨，暗灵剑之主。本座西光，凝光剑之主。
本座乘风，逐风剑之主。本座雷闪，雷祭剑之主。本座血离，血煞剑之主。他们自报家门的顺序应是按照右排列，星木最长，血离最小。可惜，无论存活多久，变得多强，还是被镇压于此，暗无天日。如果这个世界真是一个偌大的囚笼，那么我和我的家人绝不能成为笼中鸟，必须打破它。各位前辈放心，吕阳定不负所望，将你们解救出来，共同打破囚笼。你能有这样的觉悟很好，只要解开封印，我等恢复自由之身，便能组成十方无极剑阵，哪怕是界外的10星强者，亦可斩之。十方无极剑阵，不错。自从血离也被镇压于此，我们研究了数万年才创出的终极剑道，名曰十方阵图。其中最强剑阵便是十方无极剑阵。可惜我等力量受到压制，发挥不出剑阵威力，只能借助神剑之力，勉强将封印撕开一道缺口，将10大神剑相继送至剑域大陆，培养出1位位剑神，让他们先去天界做准备，然后等待真正能破局的天命之人出现。吕阳，你的资质、天赋、气运、心智、毅力都属顶尖，正是天命之人。等你去了天界，那些从剑域大陆飞升天界的剑人，都将成为你的助力。严格来说，他们都是我们的弟子，会为你护道。血煞老祖是你的弟子？你是说钱罗？在本座面前，他可当不起老祖的称呼。他差点将整个剑域大陆都屠戮殆尽，不知造了多少杀孽。哼，杀就杀了，与我何干？钱罗是受了血渊之主和煞渊之主的蛊惑，真正的血煞剑道无需吸收炼化武者之血。钱罗的做法背离剑道之心，才会败在资质低于自己的方振海手中。直接吸收其他武者修炼出的能量，不管是血气修为还是精神能量，都会影响将来的神孽次数。吕阳，这一点你必须记住，强夺他人武道是邪路子，难成大器。血渊之主、煞渊之主，他们和魔渊之主可有关系？他们来自其他各渊，都曾问鼎天界，也是我等的手下败将。多个纪元以来，每个纪元的最强神王皆出自剑域大陆，你不觉得奇怪吗？是很奇怪。你们知道原因？就算是巧合，也不可能做到这么多次。我怀疑玉渊中还有我们不知道的秘密，或许是真正通天的剑道宝物，也或许是别的东西。等你解开封印，我们可以一同探索。相信背后的秘密不会让我们失望。宝物？他们跟我说这些，难不成是怕我临时反悔，拿宝物做诱饵？星木剑主放心，只要你们所言属实，我定会兑现承诺，解开封印。好，我们现在就把十方阵图传给你。你若能领悟，可凭一人之力施展多人合击的剑阵，修炼到极致，练成十方无极剑阵，就能斩杀界外强者。布置十方阵图有2种方法，一是阵法师刻画阵文，再以阵文为基，或固定于某地，或列于阵旗中，适时激发便可发挥出强大威力；二是以人为阵基，多人共修，随时都可组成阵法御敌。2种方法的区别在于，前者威力强弱取决于材料，后者则取决于组阵者的实力。十方阵图能强大武者神魂，练就分身之术，以单人之力修炼成剑阵之威。另外，它有10重境界，你必须牢记。第1重为1人分身术，修炼者必须第10重为十方无极剑阵，无穷神力将生生不息。妙，太妙了！真没想到，
剑道与正道竟能配合得如此融洽。那还用说？这可是我们几个在漫长岁月中才领悟出来的终极剑道，足以将你打造成战无不胜的无敌剑神。不过十方阵图虽然强，但也难练。仅仅是第一重的1元分神术，就需要极强的领悟力。就算练成，也不过是打个基础。如果没有真正练成剑阵，就不算入门。即便入门，剑阵也需要好的神剑相配，再以分神之术操控它们。当然，神剑与自身的排异性越小越好，最好是本命神剑，这样能最大程度发挥剑阵之威。10大神剑现在和我的身体相融，用它们施展剑阵可行吗？你还真将10大神剑视为自己之物了，可惜啊，他们是我等的本命神剑，和你并不真正相容，你也无法发挥出他们的真实威力。不错，10大神剑现在还处于封印状态，若在天界动用，触动封印就会被镇守者察觉。在没有绝对实力之前，这么做无疑是自寻死路。别担心，我们现在不会取走神剑，反而会将它们封印在你体内，并留下一道神念指引你去天界。只有遇到生死危机，我们才会动用神剑的空间之力助你脱困。那镇守者是什么？这个世界被镇压的神王可不单是我们几个，界外强者要做大事，自然不会毫无防备。他们会在纪元动乱结束后留下强者坐镇10大封印，他们便是所谓的镇守者。当你拥有和他们一抗的实力，才能动用神剑打开封印，否则将功亏一篑。这些镇守者都是什么实力？相当于9星神王。镇守者和你们的实力相当？等你修成阵图第9重9宫万象剑阵，实力便在我等之上，定能与之抗衡。9星神王已是不易，倘若他们当中有10星存在，那还有希望吗？按照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镇守者不会有10星神王的实力。虽然不知道具体原因，但我猜测这些界外强者受到了这个世界的某种压制，只有在纪元交汇时，10星强者才能进入这里，其余时间只能由9星神王镇守。我明白了，我不会让他们的阴谋得逞。这个世界，我们才是主人。对，这一次我们只能胜，不能败。只能胜，不能败。事不宜迟，你现在就开始修炼1元分神术，练成之后自可离开这里。普通的剑道天骄没有上百年时间，根本练不成。不过你不一样，也许10几年就能练成，但7年后就是修罗道开启的时间。如果赶不上，只能等下一次。赶下一次也好，多在剑道境打牢根基，等到了天界修成第2重，会容易许多。倘若真的耗时这么久，水寒定会担心我。我尽力而为。是神念分离成了，他修成1元分神术了。短短5年时间就练成了第1重，这小子可以啊！吕阳，你的确了不起，不过千万不要自满，你的元神必须更加强大，练成2仪阴阳剑阵才算真正入门。这一步要等你突破剑神之后才能走。这些年，多谢各位前辈耐心指导，没有你们，我也不会这么快成功。无需客套这么多，记得答应我们的事，努力上进，万不可懈怠就好。5年了，也不知道剑域大陆上都发生了什么事。不过是多出了几位剑圣，不值一提。倒是你妻子很厉害，3年前便到达剑道境巅峰，今年更是领悟了冰魂剑道，自创剑道传承，一举突破剑神了。水寒突破剑神了？他有没有飞升天界？
没有，这些年他一直在找你。成神后去了很多险地，想必不见到你不会飞升。是水寒。杨哥，今生今世，我们还能再相见吗？当然的。杨哥，真的是你！是我，水寒，我回来了。我还以为……别担心，那些前辈不但没有为难我，还给了我很多机缘。真的？当然，我骗你做甚？此事说来话长，日后再与你细说。有关我们的一切消息，你最好不要告诉任何人。倘若消息走漏一星半点，必会引起镇守者的注意。至于10大神剑，你想个差不多的编排一下，不要引人怀疑。杨哥，杨哥。杨哥，你刚刚突破剑神，此时都能飞升，但我想陪你更久些。你打算什么时候去修罗道？应该在2年后。那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只剩2年，天界那么广阔，我们不知何时才能再相见。用不了多久，我就能穿过修罗道，去天界、天荒界，再到你所在的天剑界找你。对了，你不在的这些年，我父母也成为剑圣了。我成为巅峰剑圣后，将剩余的2枚圣血果给了他们，所以你不会怪我吧？圣血果既然给了你，就是你的，怎么支配你做主就好，我不会有意见。更何况能帮到岳父岳母是我的荣幸。杨哥，你真好，别在这傻站着了，咱们进屋说。这里。水寒，开始吧。杨哥，我在天界界等你。好。老祖，爹，娘，水寒走了。注意安全。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剑开天门，今天总算亲眼见到了。恭喜韩氏仙子飞升天界！哇，好厉害啊！父亲，我也该启程了。杨儿，未来是一条凶险无比的道路，为父不能给予你任何帮助，只能祈祷你一路顺风，平平安安地闯过修罗道，到达天界。等到了天界，记得和水寒多多繁育子嗣，到时候在天界也建立一个吕家。大哥，你也要努力啊，赶紧找个媳妇儿，吕家的未来就靠你了。包在我身上。到了天界，你和水寒就是彼此最亲的人，一定相互照应，不离不弃。岳父岳母放心，只要有我在，绝不会让水寒受半点委屈。杨儿，你此次天界之行凶险难料，务必要小心行事。放心吧，二舅。各位，吕阳走了，咱们后会有期。杨戬公子一路平安！你一定要保佑孩儿功成如愿。这家伙再次出现，
是冲着修罗道，还是想报当年之仇？这次他身边没有神王保护，不如先下手为强，永绝后患。桑谷师兄、血墨师兄，那个异族人出现了。哪个异族人？2位师兄可还记得10年前在血神山的乾坤剑圣，他又来魔渊了。那位神王可在身边？如果神王不在，他倒是不足为虑。不在，就当时的情境判断，那位神王应当为神剑而来，并非他的亲近之人。我就说嘛，堂堂神王怎么可能在意一个小小剑圣？话说，你派人查了吗？乾坤剑圣此来魔渊目的为何？是去修罗道，还是……不管他目的为何，血魔洞已经跟他结下死仇。如果这次不解决，定会后患无穷。那依你之言，我们该如何做？我们一同操控3000血魔大阵，斩杀乾坤剑圣。可以是可以，但他如果不来血魔洞，径直往修罗道走，不就白费功夫了？不若派人将他引来，最多半天时间就能到这里。好，既然如此，我们就让他有来无回。血魔洞主，你派人引我过来，所谓何事？乾坤剑圣威名赫赫，本座当年多有得罪，一直心中悔恨，特意备了份大礼，圣邀阁下到我血魔洞小酌一杯，化解仇怨。你若真想赔罪，大可带着礼物送到我面前，何须如此麻烦？此话差矣。大礼在我宗门宝地，无法移动，还请乾坤剑圣移驾。我不需要你的大礼，只要你线下为当年之事道歉，做得到吗？乾坤剑圣，在下真的是诚心赔罪，您又何必将人拒之千里呢？哼，你若真的诚心，我不介意宽恕你当年的行为，怕你贼心不死，想要请君入瓮，让我自投罗网。如果真是这样，我定斩不饶。倒是不蠢，本座也懒得跟你费口舌。既然请不动你，那就在这儿尝尝3000血魔杀阵的滋味吧。虚张声势，你们就这样能耐？哼，虚张声势，你们就这点能耐？是真神器。哼，真神器又怎样？没有神王在，你注定死路一条。到时候真神器就是我的。走！龙虎剑一绝！竟一剑就毁掉了30多个血魔法相，这小子不简单呢！
实力堪比新晋天神，不可能是巅峰圣者。哼，这家伙要是去了修罗道，绝对能够通过。哼，他又不是真天神，肯定是用了什么秘法，短暂提升了修为，坚持不了多久。大家休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哼，你这杀阵着实不堪一击啊！小子，你少得意，一会儿有你哭的时候。居然能生生不息，哼，有意思。哈哈哈哈！乾坤剑圣，你也不过如此，马上你就能体会到什么叫生不如死了。是吗？哼！天地乾坤剑。怎么可能？三谷之兄、血墨师兄，接下来就靠我们了。我们消耗了他这么久，竟还有此等实力，不会有什么猫腻吧？哼，怕什么？我看他根本就是强弩之末，再用最后的力气虚张声势。不错，我们三个打他一个，最后的胜利肯定是我们的。真没想到，你们三个不仅狂妄，还很愚蠢。不如这样，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血魔洞主，只要你下跪求饶，诚心诚意道歉，我就放过你们。往后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再无瓜葛。哼，少在那装腔作势！你当我傻子吗？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一句道歉就能解决？你莫不是怕了，还是说后手用光了？如果今天放你走，日后你成为天神，照样会找我们秋后算账。所以无论如何，你都不能活着离开。哼，冥顽不灵。天地乾坤。认错，或者死。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没有错，死的人只能是你。乾坤剑圣，你的剑术的确很强，只可惜你我修炼时日差距甚远，底蕴摆在这里，你那点修为根本不够看，更何况我还有阵法之力加持，你压根儿奈何不了我。现在才知道怕，太晚了。放心，我没你那么虚伪，就算你跪下来求我，我也不会放过你。看来你真是一心求死。你说什么？既然如此，我就成全你，天煞诸神。这什么功法？为何如此诡异？不好，快阻止他！
别杀我！乾坤剑圣，我向你赔罪，诚心赔罪。您大人有大量，放我一条生路吧。哼，现在说这些，不觉得太迟了吗？我真的知道错了，您就放过我吧，求你。去死吧！我血魔宗在天界，还有真神仙族在世。你今日若敢杀我，天地间将无容身之所。死到临头还敢猖狂！我与你们并无仇怨，不想枉造杀你。只要你们答应不再与我为敌，我等协助宣扬，完全是听信了他的蛊惑，并非真心与你为敌。记住你们说的话，倘若往后还要来寻仇，我定斩不饶。哼！乾坤剑圣，请留步。原来是小魔仙，幸会。我刚才正好在附近办事，感应到战斗波动，便过来看看。没想到能亲眼目睹乾坤剑圣破除3000血魔杀阵，当真了得！你现在的实力恐怕已经堪比天神了吧？小魔仙该不会是得知我来了魔渊，专门在这守株待兔吧？阁下慧眼如炬，看来什么都瞒不过你。开门见山吧，找我何事？阁下已是巅峰圣者，这个时候来魔渊，想必也是为了闯修罗渊去天界，那里异常凶险。如果结伴而行，会增加许多胜算。紫月认为阁下是可信之人，想要同行。同行可以，不过在去修罗渊前，我需要处理一件事。啊？什么事？血魔洞主的行为提醒了我，我来这里的消息一旦传开，少魔神他们说不定会跟血魔洞主一样，伺机截杀我。为了避免麻烦，不如化被动为主动。你要去4大圣地找他们？距离修罗渊开启还有些时间，我必须尽快震慑他们，了结恩怨。如果现在去，你可能会扑个空。我们魔牙刚刚收到修罗渊传来的消息，说那边有一处真神遗迹现世，少魔神他们肯定也得到了消息，为免被他人捷足先登，定会提前出发去修罗渊。真神遗迹，真神来地渊非常麻烦，为何会有遗迹留在修罗渊？通常一有真神陨落，他精心布置的墓冢就会被有心之人挖掘破坏。我猜为了避免这种事发生，不少真神会将葬地选在地渊第1层真神罕至的地方。真神墓冢中随便一个东西对圣者而言都是大宝物，若能在里面找到神兵、神药或者神级武道传承，对成功穿越修罗渊前往天界帮助极大。10大神剑用不了，镇渊神剑也必须慎用。去探探也好。那我们直接去修罗渊，还请小魔仙带路。你杀了血魔洞主，等到了天界，日子恐怕不好过。你知道血魔洞在天界的实力？修罗渊100年开启1次，每次可通过5人，他们大多出自6大圣地。我所知道的消息是，有几位血魔洞武者在天界成了真神，不过目前还活着的只有2位。哼，难怪血魔洞主说会有真神先祖找我为他报仇。血魔洞的真神先祖是万年前到达天界的人物，对现在的虽说有些感情，但不至于为一个素未谋面的血妖特意找你复仇。说的也是。
不过去了天界，谨慎点儿总归没错。血魔洞的真神先祖对学阳的确没有感情，但你破了他亲手加持过的3000血魔杀阵，多少会有怨念。如果哪个不长眼的追随者想找你出气，也是很有可能的。不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吕阳，不到生死绝境，我们不会冒险激发10大神剑穿梭虚空。你身怀重任，必须低调行事，不要被琐碎之事牵绊。武道修炼才是第一要事。明白。小魔仙，没事，他是自己人。其他圣地可有人去修罗渊？魔神堡去了3位，圣魔宫去了2位。我们得加快脚步，去晚了什么宝贝都没了。这里就是修罗渊。魔渊武者可以随便来往修罗渊吗？只有巅峰圣者才有资格往来各渊。除了魔渊圣地的人，修罗渊本土也有不少武道圣地，他们的人应该也往那个遗迹去了。我们必须赶紧过去。你对修罗渊的了解似乎很多，不如说来听听。修罗渊比其他地渊辽阔，武者数量也多。单武道圣地就有12个，其中3个距离我们最近，都在西部，分别是天罗剑阁、苍穹血殿和大日炎宫。至于东部、南部和北部的圣地武者赶来，至少要3天，倒是不必担心太多。你们能这么快获得消息，想必有交好的圣地吧？不错，大日炎宫和我们关系最好，消息就是他们传过来的。看来西部3大圣地相处并不和谐。3方势力聚在一片区域，很难和谐，顶多制衡。他们之间矛盾重重。不仅大日炎宫、天罗剑阁和魔渊另外5大圣地有所勾连，苍穹血殿则与沙渊3个圣地结盟。我要是和少魔神、圣魔公主他们起争执，天罗剑阁会帮忙吗？肯定会。不过，如果天罗剑阁真敢动手，我和大日炎宫绝不会袖手旁观。不过，你能破3000血魔杀阵，即便我们不出手，他们也不是你的对手，不是吗？哼。要不是前几日突发大地震，下面的真神墓冢恐怕很难被人发现。这遗迹倒是奇特，看着更像神府，完全没有墓冢的样子。真神强者向来风光无限，对自己的墓冢自然重视。已经有人先到了，他们分别在那3座院子中。据我所知，整座墓冢由5座宫殿府院组成，除了中间的宫殿用来存放遗骸外，其余地方还需用神兵、神药和神典等宝物供奉。东方主墓存放神药，称之为神药阁；西方主金存放神兵，称之为神兵阁；南方主火存放本命真火，称之为神火阁。本命真火，传言只要本命真火不灭，灵魂归于冥渊不灭，就能利用漫长岁月具体重生。至于北部宫殿是供奉神典的地方，称之为神典阁。他们现在只占据了神药阁、神兵阁和神典阁3处，就证明还没破开最后的禁制。走，咱们先去和大日炎宫的人会合。少魔神和圣魔公主都在神兵阁，看来天罗剑阁最在意的是这里的神兵。大日炎宫的人在神典阁，我们从东边的神药阁绕过去。天罗阁主，那人是我和圣魔公主的死敌，可否助我等一臂之力，将其斩杀？暂时以寻宝为重，等打开神兵阁，获得神兵宝藏，再找机会。
沙真人，现在就要拼个你死我活吗？他们是大日炎宫的盟友，休要调戏事端。二位莫紧张，七杀真人只是想探一探二位的实力，并无恶意。小魔仙，你的实力我们都清楚，有资格从这里过去。至于他，总得试试。他是乾坤剑圣，实力强我10倍有余。你们无端出手，小心我而火自焚。从没听过这号人物。你就算把他吹得再厉害，也不过是个无名之辈。一个无名之辈能接下我4道剑芒，还算有点本事。他人就是这脾性，还请乾坤剑圣莫怪。没事，小把戏而已，我不在意。这家伙说什么小把戏？他好大的口气！的确狂妄，简直找打。好了好了，人家也许是个隐士高手呢。再说了，如此年轻就有这等修为，好望点也很正常。你们就少说2句吧。那个抱剑的男子是谁？他叫剑修罗，隶属苍穹血殿，是修罗渊顶尖的剑道高手。七杀真人则是沙渊顶尖的剑道高手。他们2人的实力远胜普通巅峰圣者，同境界都可以以1敌2。哼，难怪这般傲气，我看他们就是缺少教训。他们说话确实冲，我还以为你会出手呢。只要不是生死之仇，一般情况下，我还是很好说话的。妍姬姐姐，好久不见。紫月，你终于来了。妍姬姐姐是大日炎宫的公主，同时也是修罗渊西部第1强者。他是我的朋友乾坤剑圣，是一位很厉害的巅峰圣者。你这位朋友出自哪个圣地？我乃一介散修，得知有真神遗迹开启，便随小魔仙来帮忙，看看有什么收获。散修炼成巅峰圣者，困难不小，一定有过不小的机缘奇遇吧？难怪眼巴巴赶来，这是想在真神遗迹中多捞些好处啊！在座的各位，又有谁不是来找机缘拿好处的呢？乾坤剑圣虽然是散修，但实力远胜于我，对我们探索遗迹很有帮助。来帮忙可以，但里面的机缘属于我大日炎宫，你小魔仙分一杯羹没问题。看在你的面子上，可以给他一些奖励，可机缘嘛，想都别想。有乾坤剑圣在，我们破开禁制的速度至少能加快1倍，到时获得的好处也会大大增加。分成方面可以大日炎宫1半，我和乾坤剑圣得另1半，如何？不行，大日炎宫至少要占8成，剩下2成归你小魔仙。至于给他多少，随你。妍姬姐姐，你认为呢？我们3大圣地已经划分好了，大日炎宫只有这座神典阁，不会和另外2大圣地再起争夺。通知你们来，是想快点破开禁制，以免被其他区域的圣地出手抢夺。紫月，你来得早，可分2成。稍后万仞阁和杀生宗也会来，他们各分1成。实际上，我大日炎宫只能分得6成。你是我大日炎宫请来的，你的报酬自然由我大日炎宫给。而乾坤剑圣是你请来的，他的报酬由你决定。可是他的实力在我之上许多，就算把2成收获都给他，也不值得他出手。当初我与你不打不相识，我这个西部第1强者都是你的手下败将，可以说你已经是天神之下的至强者。你现在居然说他比你更强，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小魔仙，你这么吹嘘他的能力，无非是想多拿点好处。可是你的分成已经是万仞阁和杀生宗的总和，还不够多吗？你未免也太贪心了点。哼，既然连禁制都没破开，这里就是无主之地，就算有主，也应该是墓主的主人，而非大日炎宫。什么意思？难不成想跟我大日炎宫抢夺神典阁？哼，如果没有小魔仙，我不会来这里。作为盟友，我不与你们争夺，但是你们摆明了不愿跟我合作。既然如此，
那我就去找其他圣地合作。你能带我来这里，我十分感激。若有收获，必会送你一份大礼。他去神兵阁干嘛？难道想从天罗剑阁手中夺宝吗？那里可有10位巅峰圣者，他一个人去，不是自寻死路吗？你这朋友太莽撞了，就算你我联手，也不可能从天罗剑阁他们手中讨到好处。唉，你们不懂，他的强大远非常人能比。怎么，他一人能挡下10位巅峰圣者联手吗？更何况天罗阁主可是能以1敌2的高手，除非天神降世，否则根本没胜算。他在魔渊凭一己之力破了血魔洞的3000血魔杀阵，对付他们几个不是难事。啊！乾坤剑圣，好久不见。哼，你不好好在神典阁待着，来这作甚？阁下何意？直接开门见山吧。我来和天罗剑阁做笔交易。什么交易？真神遗迹的禁制难破，等其他圣地的强者赶来，光凭你们几个未必保得住神兵阁。我可以助你们一臂之力，大大缩短破除禁制的时间。我们这有10位巅峰圣者，用不了多久，血魔洞、魔影宗和寂魔岭3大圣地的人也会赶过来，照样能缩短时间，用何用？你想要什么报酬？破开禁制后，神兵阁内的宝物我占50%，必须优先挑选。另外，少魔神和圣魔公主他们若与我起了争执，天罗剑阁不得插手。阁下是在拿我天罗剑阁开玩笑吗？不错，你算什么东西？居然想一个人占50%？言下之意就是没得谈喽。乾坤剑圣，我不管你在魔渊多猖狂，这里可是修罗渊，容不得你造次。天罗阁主，我看他合作是假，想趁机除掉我们，独霸神兵阁才是真。对，他不让天罗剑阁插手纷争，意图很明显，就是想将我们逐个击破。阁主，这小子胃口太大，一点都没有合作的诚意，不如直接将他斩杀于此，也能省去不少麻烦。好，那我们天罗剑阁就先助你们斩杀乾坤剑圣。天罗阁主，寂魔岭前来相助，魔影宗前来相助。乾坤剑圣，现在我们又多了4位巅峰圣者，你就等着死无葬身之地吧。哼，人多就能赢吗？要比多，你们比得过3000血魔杀阵？你，哼，多说无益，大家一起出手，尽快斩杀他。这。动手！天罗神剑诀，大力魔神戟，圣魔13剑，寂魔震天，火影神拳，如此亮丽。怎么可能？少魔神、圣魔公主、寂魔领主、魔影宗主，你们当初在血神山就企图置我于死地，现在又想联手取我性命。俗话说，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你们着实该死。我和他们4个的仇，今天必会做个了断。至于其他人，胆敢插手，我一诛之。北方安全，去神典阁。
哼！乾坤剑圣，你若饶我一命，我愿永世为奴，奉你为主。不需要。天煞诸神。哼！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家伙的实力也太恐怖了，连中品天神气魔神戟都能斩断，就算手握真神器，普通新晋天神也很难做到。难道他的实力已经超过新晋天神？只要他愿意，整座真神墓冢都是囊中之物。如果之前我们没有逼走他，神兵阁和神药阁的收获定会有我大日炎宫一份。要不现在去赔个罪，再谈合作？赔罪可以，合作就别提了，我们还不够资格。我倒是觉得你们多虑了。其实乾坤剑圣很好相处，不会为难你们。哼！你们若同意合作，里面的宝物我只优先选取，余下的部分你们可自行分配。同意，自然同意。其实合作就要有诚意，谁若敢偷懒被我发现，那里面的宝物就没你的份。开始吧。有事？妍姬姐姐和赤岩子想向你赔罪，所以刚才我等有眼无珠，多有冒犯，甚感惶恐，特来向阁下赔罪。不错，只要你肯消气，怎么罚我都行。哼，我没放在心上，二位不必担忧，请回吧。我就说乾坤剑圣为人豁达，不会计较。这件事过去了，咱们就别打扰他们了。终于开了。不愧是神兵阁。第1层就有9把中品天神器。上2楼看看。4把都是上品天神剑，真神墓中果然非凡。这些神剑
单凭一把就能在地渊各处横着走了。谁说不是呢？也不知道乾坤剑圣会怎么分。破除禁制的时候，天罗阁主出力最多，这把上品天神剑归他。其余9把中品天神剑，你们一人一把，自行分配。你们收获已得，第3层就不必来了。如此人物，古今难有，相信用不了多久，他就能闯过修罗道，抵达天界。好在他不是什么嗜杀之人，处事也算公正，不然我们全得遭殃。话虽如此，但他和魔神堡他们结下死仇，以乾坤剑圣的潜力，将来必是天界的大人物。你们现在皆是靠着他，才能各自收获一把中品天神剑。若还想复仇，绝对不会有好结果。等东部那几个疯子来了，光凭我们几个可拿不了这么多好处。该怎么做，你们最好想清楚。居然是一件真神器，妙啊！是万里无踪符，好东西啊！啊，有多好？万里无踪符通常由精通空间法则的神王所炼制，可令人在天界瞬间穿梭虚空至万里之外，逃跑保命的好东西，十分罕见，对于真神而言都非常贵重。有他在，就相当于你在天界多了条命，也能让我们少动用一次神剑之力，降低被镇守者发现的风险。天界的规则不同于这里，只有神王拥有穿梭虚空的能力，而且距离非常有限。我当年还是真神时，曾被一名神王追杀，要不是机缘巧合拿到了万里无踪符，我早就死了，更别说再后来成就神王了。没想到一张小小的符篆，竟如此厉害。此剑名为荒火，伴我荒火神君3万余载，纵横天5界，同境之间无敌手。后世有缘人若得此剑，切勿污了他的威名。荒火神剑，放心，在我手中，你只会比以前更加耀眼。第3层可有大收获？啊，乾坤剑圣勿怪，他没有窥视宝物的意思，单纯出于好奇才口不择言，还请谅解。第3层什么都没有。哦，趁着其他圣地的强者还没来，赶紧离开吧，省得给他人做嫁衣。这么多人破解一个禁制就如此费劲，看来在那些圣者来之前，神药阁和神典阁禁制解开的可能性几近为零。不知乾坤剑圣来我神药阁所谓何事啊？神药阁既然是真神木种的一部分，自然人人都有探索的资格。阁下这是何意？难不成想抢神药阁？抢谈不上，
我是来找你们合作的。以你们现在的速度，等解开禁制，其他圣地的强者也该到了。彼时里面的好东西可由不得你们做主。你想怎么合作？我优先挑选，剩下的你们自行分配。哼，你在说笑吗？大家一起出力，凭什么你能优先挑选？不错，我看你根本没诚意，就不要浪费口舌了。真是可笑，居然敢在我们这么多巅峰圣者面前摆谱，你是疯了还是傻了？别急啊，我刚跟天罗剑阁他们合作，破开了神兵阁禁制，里面的宝物我只优先挑了几样，剩下的都交给他们自行分配。这种合作方法合情也很合理。我刚才的确感应到天罗剑阁那些人离开了，难道他说的是真的？说实话，我一个人的实力胜过你们所有人联手之和。如果没有诚意，大可不必如此麻烦。嚣张，狂妄！七杀神剑诀，修罗路神，来！如此练力。怎么可能？剑修罗可是西部第2强者，实力仅次于炎姬。这……你太弱了，在我面前还不配出剑。必杀剑意！我若真想独占好处，是轻而易举的事。你们现在可愿合作？啊，愿意，当然愿意。乾坤剑圣肯与我等合作，是我等的荣幸。好好说话不听，非要逼人动手。是神丹和神原石。神丹好理解，神原石是什么？啊，神原石和神丹都是天界的宝物，可助天神在短时间内吸纳大量灵气，补全缺损。不过神原石更为珍贵，既能作为神级阵法的力量来源，又能用来交易通货。是中品神丹，1颗可供4重天神的神体1日消耗，2颗可供5重天神1日消耗，3颗可供6重天神1日消耗。每瓶都有100克，10瓶就是1000克，好大的手笔！不错，1000中品神丹相当于1万下品神丹，对于新晋天神来说，可是一笔巨款。这些都是下品神原石，价值和中品神丹差不多。1楼的东西确实不错，但肯定比不过2楼和3楼。这里正好10瓶中品神丹，10袋下品神原石，你们每人各得1份，后面不必跟了。1楼就有这么多好处，往上走肯定有更贵重的宝物。再贵重也跟咱们无关。不错，要不是乾坤剑圣，咱们没那么快进来。就算进来了，万一赶上那3个疯子现身，可就惨喽。修罗3兄的确可怕，除了大日公主，恐怕没人能和他们较量1、2。修罗3兄是谁？很厉害吗？哎，是东部森罗殿殿主，南部神隐谷谷主，还有北部寒龙阁阁主。他们3个的实力在巅峰圣者中实属无敌，而且脾气暴躁，为人霸道。我们西部只有大日炎宫的炎姬公主能与之抗衡，只是炎姬公主性情温和，所以没有和他们并列称兄。除他们之外，血渊的血神子、冥渊的幽冥子、邪渊的小邪神、煞渊的煞天和魅渊的魅影修罗也是绝顶强者。
他们和三兄是一个级别。既如此，你们速速离开吧。哎，5瓶中品神元石和5瓶上品神丹，还不错，去3楼看看吧。药匣，难不成里面装的是神药？果然是神药，而且还是万年份的炎星神属。炎星神属是什么？炎星神属是一种生长于地底熔岩的药材，大多数只有1000年寿命。能活上万年的少之又少，品质对于低阶天神来说非常好。你运气不错，未到天界就有神药在手，到时候可靠它突破至神域境2种。不错，有了炎星神属，能大大缩短你在低阶天神阶段的时间，10年定能突破。如果没有神药，想要突破至神域境2种，需要多久？在天界，哪怕全天无休的修炼，资质普通者一辈子大多只能到2重。这难度也太大了。资质越好的，单纯吸收天地灵气，能在1000年内突破1重修为，就算不错。有没有别的修炼方式能加快速度？当然有，收集足够的神元石，或可100年突破1重，1000年可成真神。唉，还是太慢了。若是运气好，能不断获得神药，200年内就能突破真神。但是神药可遇不可求，每一株都要成长上万年，天神最多能活1万年。话虽如此，不过我还是想知道，有没有比服用神药更快的办法？小家伙，你这是想走捷径啊？像神元乳液和天地灵池这种灵气品质更精纯澎湃的宝物，可助你快速提升。这些东西世间罕见，你就不要想了，还是收回心思，认真修炼吧。不错，能遇上就好好把握，遇不上也不要气馁。我们几个一路走来，可没那么多奇遇，都是靠自己努力，一步一步成为如今的至强者。唉，罢了，这些事还很遥远，我先调息一下，恢复些精力。走，进去看看。阁下眼生的很，不知是哪一渊的贵客到我修罗渊夺宝。在下乾坤剑圣，阁下莫非是神岩谷主？正是本座。我请问你，神药阁的宝藏是不是在你身上？哼。不止神药阁，神兵阁的宝藏大多也在我身上。哼，你倒是坦率。这样吧，只要你将宝物尽数交出，本座就大发慈悲饶你一命。想对我指手画脚，你还不够资格。你找死！哼！杀！你竟可凭剑气当本座一掌之力，很惊讶吗？来而不往非礼也，也接我一掌。不知死活的东西，杀了他！撤！他们定是去了神典阁。
神典阁的宝物对我作用不大，只要他们不为难小魔仙，没必要强插一手。看来他们相处得很和谐，过不了多久，其他圣者也会赶到。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还是去外面等吧。他们出来了。神典阁情况如何？刚开始，我们和神岩谷、绝天殿、玄火门的人合作打开了禁制，倒是相安无事。后来，阁渊的巅峰圣者越来越多，现场一片混乱，只能各凭本事争夺。哼，看你表情，似乎收获不错，想必里面的典籍品阶很高吧？确实高，真神武道传承1篇，上品神级武道传承2篇，中品神级武道传承4篇，和下品神级武道传承8篇。可惜我势单力薄，只拿到1篇上品神级武道传承。你一个人能拿到前3的宝物，实属难得。对了，那篇真神武道传承落入谁手？魅渊第1强者魅影修罗，他的幻神术十分厉害，尤其在幻神宗其他圣者的配合下，我都深陷其中，无人可挡。至于另一篇上品神级武道传承，则落入了冥渊第1强者幽冥子手中。他的幽冥黑窟印也非常厉害，连我都不敢与之硬碰。其他4篇中品神级武道传承，分别被大日公主、神岩谷主、森罗殿主和寒龙阁主所得。原来如此，我在神兵阁和神药阁得了些机缘，送给你当做带我来的答谢。1柄上品天神剑，1袋中品神元石和100颗上品神丹。这些宝物太贵重了，我受之有愧。哼，如果没有你，我来不了这里。更何况我还有其他宝物傍身，你就收下吧。那就多谢了。如果当初答应和吕阳合作，说不定我们也能分到神兵阁和神药阁好处。有人过来了。啊，是修罗渊3兄和各渊的至强者，他们刚才还打得热火朝天，现在居然联手了。那个神岩谷主我见过，其他几个带头人是谁？神岩谷主左边分别是修罗3兄之一的寒龙阁主和森罗殿主，右边是血渊至强者血神子，煞渊至强者煞天和邪渊至强者小邪神。至于中间那位是冥渊至强者幽冥子，他们7个加上魅影修罗、大日公主和我，便是地渊10大强者。魅影修罗不在其中。他拿到的传承太贵重，已经回宗门了。哦，贵重。如此说来，他们这次针对的目标应该是我。就是他拿走了神兵阁和神药阁的宝藏，大家一起出手，谁抢到就是谁的。没问题。要帮忙吗？哼，不需要，我一人足矣。能在我等面前毫无惧色，你也算个人物。若肯自愿放弃宝物，我们可以考虑放一条生路。是吗？只要现在回头，我也会考虑放你们一条生路。狂妄的家伙！不错，如此冥顽不灵，斩了他就是。幽冥黑窟印，神岩霸刀术，森罗神轮，龙神枪术，血影万象，天煞神拳，邪神破天枪。龙虎化天地，一剑破乾坤。怎么可能？
你先前那次冒犯，我并未追究，如今还想对我朋友下手，当真得寸进尺。得寸进尺又如何？我们这么多人打你一个，你根本毫无胜算。除了神岩谷主，我与各位无仇无怨，没必要生死相向。当然，如果你们非要找死和我为难，我也不介意教训你们一顿。神岩谷主，你撺掇他们来，无非是想为自己找回场子。不如这样，我只出一剑，你若能接住，我可以不计较诸多冒犯行径；如果接不住，那你就自求多福吧。这是我跟他的恩怨，你们若要阻拦或者图谋不轨，绝不轻饶。你们，我等久闻乾坤剑圣大名，故而心生试探。如今切磋已毕，自然不便参与个人纷争。神岩谷主，请吧。天煞诸神，大刀锋天。国主，各位还有事？我们也走吧。这下你算是彻底出名了，是当之无愧的地渊第一人。地渊第一毫无意义，去了天界，还不是得从底部爬起？的确，新晋天神不过是神域境1重，如果没有强大势力做靠山，会举步维艰。对了，你到了天荒界可有去处？有，镇渊剑宗。你呢？我魔牙和大日炎宫的前辈到达天荒界都会加入炎荒殿，我也不例外。据我所知，炎荒殿属于3大神王势力之一，其他2个则是真魔殿和死亡沙海。其实镇渊剑宗也不错，是仅次于3大神王势力的10大宗门之一。不过修罗道的出口位于血神宗范围，如果没人接应你，想去镇渊剑宗可不容易。走一步看一步吧，无论遇到什么麻烦，总会有办法解决。若有足够的神岩石，你可以去府城中找大型传送阵，能快速到达镇渊剑宗范围。只是血魔洞的先祖都在血神宗，如果绕道而行，就进不去府城了。确实是个麻烦，好在我有万里无踪符，逃遁应该没问题。不说这些了，我们直接去修罗道入口吧。入口在修罗城，跟我来。咱们认识了这么久，还不知道你的真名？我叫吕阳，你呢？子月。他就是魅影修罗，身具魅渊、修罗渊2渊武道，是这次通过修罗道的热门人物。之前听你说她很厉害，还以为会是个上年纪的女人，没想到如此年轻。的确，她天赋好，人也很努力，近年来威名远播。修罗道每次开启只有5人能通过，几乎所有人都断定她必能抢占一个名额。有我们在，
其他人只剩下2个名额可争。你的实力自是没得说，至于我，尽力而为吧。别那么悲观，我相信你能通过。修罗道共分金、木、水、火、土、风、雷7大通道，每一条通道难度都很高，考验的也不仅仅是实力高低。我明白，金通道考验的是战力和反应，木通道考验耐力和毅力，水通道考验真元强度和持久度，火通道考验的是神魂强度，土通道考验肉身力量，至于风通道和雷通道，考验的是速度、反应、肉身强度和精神意志。在我看来，你比他们强100倍，这次一定能通过。但愿如此，只是等到了天界，我们还是朋友吗？当然。乾坤剑圣久仰，希望去了天界还能看到你。你也是。修罗道开启了！果然是独立空间。虽然这里有规则限制，无法动用神器，但区区巅峰圣者的实力可难不倒我。就这点能耐吗？不够看呐！我可没耐心陪你玩。这关的藤丸攻击性极弱，但附带着一定的麻醉效果，果然难缠。不要急躁，一定有办法。就是现在！这水不简单，似乎有一定的腐蚀效果。先调整好状态，争取快速通过。这里应该就是火通道。奇怪，明明这么重的火焰气息，为何感受不到一丝炙热？是神魂，这些火焰在灼烧我的神魂。还好我特意修炼了神魂之术，这种程度构不成危险。有意思，金光不灭，寒破玄冰，想困住我，做梦！
好厉害的刀锋！天地乾坤，只要掌握进攻规律，顺应风之道，谁也别想阻我！凤凰旋疾！只要通过这关，就能到达天荒界，突破成神。水寒还在等我，我绝不能止步于此。这里就是天荒界。即使到了天荒界，那股无形的场域之力仍在。按照规则，只有突破神域境，才能不受其所扰。不错，不成天神便无法腾空飞行。这里是天荒界一处禁地，趁其他人还没来，你先突破剑神，再离开渊罗山。雷闪前辈似乎对天荒界很熟悉。我当初就是在天荒界得道，自然熟悉。不过时间久远，也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我之前曾将水火两种本源神石藏在西南区域的秘境中，等你有了一定实力，可去那里拿到它们，炼成本命神剑。你居然有2种本源神石？是啊，本源神石何等罕见，我们一生大多都只能遇到1块。我修的是雷道，那2种神石对我作用不大，所以一直收着，现在才想起来。也不知过了这么久，那个秘境有没有被人探索过？除非我本体亲临，否则很难彻底打开。你现在本体受制，那秘境岂不是将永久封尘？不会，我布置了循环阵法，每隔129年6个月会有虚弱周期，届时天神便可通过禁制漏洞进入其中。那真神呢？禁制漏洞很小，真神无法通过。放心，神石在中心位置，一般人拿不到。你赶紧突破剑神，离开这里再说。终于成神了。接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任何人都休想阻我。你竟然已经成神了！就算通过修罗道成神，也至少需要1天时间。你的速度比我预想的更快。也没多快，我刚成神，你们就出现了。相信你们也感受到天地威压了，赶紧突破吧，尽快离开这里。现在5人一满，不会再有其他人出现。我们一起从地渊而来，也算缘分一场，以后可要互帮互助啊。我们成神的消息应该已经传出去了。各方势力还在外面等着，赶紧离开吧。这些天神中，修为最低的都是神域境2种，那几个修为高的更是深不可测。你们当中可有人和我死灵殿相关？在下幽冥子，来自冥渊玄冥宫，愿入死灵殿。可有人愿入我真魔殿？
魅渊天魅宫魅影修罗愿入真魔殿。不差，来吧。你们3位可有和我炎荒殿相关之人？魔渊、魔雅、小魔仙，修罗渊大日炎宫炎姬，愿入炎荒殿。过来吧。不知在座各位可有真元剑宗的朋友？你就是毁了3000血魔大阵的乾坤剑圣。我正是乾坤剑圣，阁下是？本座乃血神宗执事，通元府府主欧龙岩。3000血魔大阵由护法血翼真神所创，你既然到了天界，就必须向他当面请罪。抱歉，在下有事在身，要先去镇渊剑宗一趟，还请府主大人转告血翼真神，等我办完事，定会去血神宗向他请罪。小子，血翼真神让你去，你就得马上去，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在下与镇渊剑宗有大渊源，谁护送我去那里，便能获得上品天神器一件。镇渊剑宗从始祖镇渊真神开始就与我等对立，他们会帮你，简直痴心妄想。你将这个不知好歹的家伙拿下。是。叶兰大人，乾坤剑神潜力非凡，有神王之姿，是否相救，将其引入炎荒殿？神王何等罕见，他就算天资不错，也未必能成。更何况血神宗和死灵殿交好，我们不宜插手，先看看吧。可，小子，你刚成为天神，就敢忤逆府主之令，谁给你的勇气？放我离开，对大家都好。如若不然，我的怒火你们承受不起。笑话！我渭南堂堂2重天神，会怕你？给我拜！他的确与众不同，有点意思。要出手保他吗？有人现眼的东西，给我滚回来！木头，你可有信心拿下他？府主放心，属下定能生擒此人。哎呀！刚到天界就能击败2重天神，的确不错。只可惜你接下来的对手是我。3重天神，一个新晋天神就有上品神剑护身，你小子运气不错。不过想要跨越2重境击败我，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血光梭可是下品神器，你躲不掉它。血如光。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你只能认败。天地乾坤。三重天神的攻击也不过如此。看你挡我几招！有你！结束了。不可能！血光魔影！新晋天神实力再强，也休想在三重天神面前班门弄斧。天煞诸神！很好，你的实力有资格见识我的最强一招——血神不言击！燕兰大人，乾坤剑神还不值得你出手一宝吗？唉，如果没有这段恩怨，我会将他引入炎荒殿。可惜他得罪的是真神强者。我们炎荒殿不是神王势力吗？难道还怕血神宗的真神？炎荒殿是神王势力，但不代表我有神王撑腰，更没必要为了他大动干戈。若牧童出现意外，你立即出手捉拿乾坤剑圣。杀！众神夺灵！去！此子当真惊艳。燕兰大人，他绝对有神王之姿，若能招来，有利无害。或许你说的对，他值得。欧府主，我炎荒殿要将乾坤剑神收归门下，今日之事就此作罢，如何？他可是血翼真神点名要的人，还请代我向血翼真神致歉，请他看在炎荒殿的面子上，放乾坤剑神一马。炎荒殿是神王势力，燕兰又是九重天神，他若执意插手，燕兰，此人现在还没加入炎荒殿，不算你们。他和血神宗恩怨在前，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否则我死灵殿不会袖手旁观。魏子宪，你尽管出手，我正想讨教一二，就不必等到天骄大战了。或者，只要我能击败你和欧府主，乾坤剑神便可随我离开，如何？燕兰，你好大的口气！我堂堂九重天神与你一战，何须与他人联手？欧府主，我对付燕兰，乾坤剑神交给你。今日便瞧瞧，是你的火羽灵厉害，还是我的黑灵幡更强？
万魂归一，死灵黑煞，出！你太注重法器纪律，反而忽视了自身力量。天骄榜上恐怕难有你的名字了。小心！高原，你堂堂九重天神，居然搞偷袭，卑鄙！如此资质出众之人，可不能便宜了炎黄殿。要入，也该入我真魔殿。小子，只要你答应加入真魔殿，我便护你离开，怎么样？若真想护你，大可光明正大站出来，何必玩阴的？我看他根本另有所图。仙子姐姐说的是，如此卑劣之人，我休于与之为伍。既然你这么不识抬举，就不必去炎黄殿了，还是乖乖去血神宗走一遭吧。烟兰，你要对付魏子宪，又要防备欧龙岩，我倒要看看你还怎么一心二用。真魔斩魂！还激发万里无踪符。消失了？怎么可能？一个新晋天神，怎么可能施展出只有神王才能做到的穿梭虚空之术？的确不可能，除非他有逃生至宝万里无踪符，有了此符，便能瞬间穿梭至万里之外的地方。没想到他还有这样的后手。现在想再找到他，恐怕不容易了。看来他和炎黄殿终究是有缘无分，也不知将来还有没有机会和他再相见。二位今日的举动，燕兰铭记在心。等到了天骄榜大战，一定奉陪到底。哼！左右听令。属下在。绘制乾坤剑上的画像，通知通元府境内所有城镇，全力通缉，要活的。是。杨凡，过会儿本府写几封亲笔信，你整人送去东元府、南风府、雷元府、西阳府、江元府和辽元府6位府主手中，顺便将乾坤剑上的画像带上，让他们一起行动。明白。就算出了通元府，你也休想逃出本府的手掌心。是我那个秘境传来的声音，不过秘境现在处于正常状态，还不到虚弱周期来临的时候。等虚弱周期还得数10年，你先专心修炼，争取突破2重境再说。不错，我马上教你布置隐秘阵法，可阻挡高阶天神之下的一切探查。也只能如此了。就是这里了。用我刚才教你的方法布阵，高阶天神以下不会有人察觉。接下来，服用炎星神术，专心修行，争取尽快突破。都这么久了，通缉令应该已经失效了。
眼下神石和神丹消耗的差不多了，修为想要重进停滞不前，必须寻找更多资源才能更进一步。不过在此之前，先试试一元分神术和阴阳两仪剑阵的效果如何？一元分神术。阴阳两仪，阴阳两仪剑阵大功告成。如果使用本命神剑施展剑阵，威力会更强。等我那个雷主秘境虚弱周期一到，你就能拿下本源神石，炼成水火属性的本命神剑，为剑阵增添威力。不错，两仪阴阳剑阵威力远胜诸神夺灵，即便遇到五重天神，也没什么好怕的。有天神在靠近。刚才感应到这边有强烈的剑意喷发，莫非是你所为？不错，我被一阵怪风吹落至此，迷失了方向。不知几位能否告知这里是何地？这里是雷渊府，千柳城境内南端的荒野，靠近死亡雷域，人迹罕至。朋友，你还算走运，若是被吹到了死亡雷域，唯有死路一条。死亡雷域是指那边吗？那是一处禁地，只有每100年特定的时间，天神才能进入。原来是雷闪剑主的秘境，只是称呼不一样罢了啊！早就听说过死亡雷域，没想到今天倒是碰上了。也不知何时才能到特定时间。还早，距离上次开启大概要等40年。那正好可以趁这段时间再突破1境修为。40年就想突破1境修为，你未免太异想天开了。400年突破1境就算快的了，很多2重天神修炼了一辈子都突破不到3重。阁下虽然有些好高骛远，但想法很对。毕竟4重天神之下是没法出人头地的。我们正打算去地底矿窟寻找神元石修炼，相逢即是有缘，阁下可愿同行？地底矿窟，地底矿窟汇聚了地脉精华，多产神元石，是很常见的修炼场所。死亡雷域附近便有一个地底矿窟入口，如果运气好，挖到足量的神元石，再花费个100年时间，定能突破至中阶天神。那确实值得一去。在下方雅，不知几位如何称呼？在下鲁泰，这位是我的伴侣陆青台。在下段雷，他们是顾建明和顾建娥兄妹。闲话就不多说了，赶路吧。方阳老弟，你竟然有上品神剑，该不会是哪个顶尖世家的子弟吧？非也，这是在下从一处古迹中机缘巧合获得的神剑，运气而已。方兄当真好运气，着实令人羡慕。一个2重天神用上品神剑飞行，太招摇了。我没有其他飞剑，只有这柄。顾兄说的没错，要是被中阶天神眼红，会有不少麻烦。我还有一柄，送你了。等进入地底矿窟，你多挖几块神元石给我就行。多谢。矿窟面积很大，而且有多个入口，进去的天神有好有坏。你的上品神剑太贵重，不到万不得已，最好别拿出来。凡事要以安全为重。受教了。吕阳，用我教你的探地术感应里面的神元石。明白。记得在路上留下神念印记，避免迷路。
哦，这是何物？探元珠，可以探测元气波动，找到神元石。倒是挺实用。能产生元气波动的不止神元石，这东西准头不行，不像探地术能精准感应。黑土前辈说的是，毕竟探地术是神器，绝非探元珠能比。那里有神元石。总共132块下品神元石，按修为比例分配，每次分配3重天神得3块，2重天神得2块。我们眼下有3位3重天神，3位2重天神，一次分配需要15块，132块神元石可分配8次整数，剩余12块放入下次分配。这种分配方式是我们5人之前商量好的，但不包括方阳。更何况，神元石是我们用探元珠找到的。他只是出力挖了几块岩土，就要分走16块，有些不妥吧？兄长说的对，16块神元石，就算我们5人平均分配，每人也能拿到3块，哪有平白送给他的道理？段磊哥，你说是不是？我不是针对你，就目前而言，你的实际作用不大，不该分走整1份的神元石。人都跟我们来了，也出了力，没有空手而归的道理。这样吧，他每次分配到的数额减少1块，总可以了吧？我觉得1块都不该分。我们先前只答应带他来地底矿窟，又没说和他平分好处。方阳，地底矿窟已到，你可以离开了。哎，那怎么行？这里乱得很，他一个人行动会很危险。顾兄，你这不是过河拆桥吗？他觉得危险可以自行离开，如若不然，等有了探元珠再加入我们也不迟。进矿窟的独行客起码也是3重天神，你现在替他出队，这不是害他吗？陆兄，算了，既然顾兄不愿，就不要强人所难了。我能一个人探索。矿窟鱼龙混杂，不乏凶恶者。要是……陆兄，你的好意我心领了，飞剑的恩情也会铭记在心，下次再见定会致谢。既如此，这张传音符你且收下，若有危险，可立即向我求援。啊，传音符只有激发之后，我才能感应出确切位置，没激发之前，它就是一件死物。那就多谢鲁兄了，各位，告辞。但愿方兄能逢凶化吉。鲁兄还是少操点心吧，他身上可有上品神剑，岂会是普通的2重天神？不错，他身上的剑意强度堪比3重天神，没必要担心。你身上被人留下了神念印记。哦，是谁？用不了多久，他就会主动找你。一个人正好，你可以放心使用探地术，保证能找到用不完的神元石。这次若能找到10万块以上的神元石，定要回去长久闭关一次。放太多神元石在身上太危险，如果被人抢了，岂不是白忙活一场？不如找到一定数量后，先修炼一下。反正不突破4重天神，我不会回千柳城。有青苔相伴，修炼多久都不怕。我没有异议，我们也没有异议。那就继续找吧。什么时候我们单人获得神元石数量破1000，再统一修炼。好。我打算在此修炼，你们找其他地方，记得别离太远，彼此也好有个照应。我们去左边。那我们去右边。
1000多块，比我之前1天发现的总数都多，真幸运。他们来了。我们又见面了。方阳公子，别来无恙啊。方阳，你的运气当真逆天啊！兄长说错了，现在运气逆天的是我们。原来是你下的神念印记，你察觉到了？你我并无仇怨，仅有一面之缘。下印记的目的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上品神剑。哼，区区2重天神，怎配得上如此神兵？不错，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我们兄妹不过顺势而为罢了。能把强盗之事说得这么冠冕堂皇，简直无药可救。多说无益，乖乖奉上神剑，我就饶你一命。说我没猜错的话，你们应该是背着我兄他们悄悄过来的吧？既然在乎声誉，又怎么会留活口？我还没那么蠢。那就没什么好说的，准备受死吧！你的剑道造诣的确不弱，只可惜在我面前还不够看。顾剑明，我还以为你有多强，就这点本事也敢来夺剑？哼，一剑飞鸿！天地乾坤！小心！你太弱了，根本没资格从我手中夺剑。现在离开，我可以既往不咎。受轻敌了。你刚才那一剑的威力堪比4重天神，但是仍然没有胜算。我们顾家是千柳城的大族，拥有合击剑技。只要我和兄长联手，4重天神也只有死路一条。我再说最后一次，马上离开，你们都能活。少在这虚张声势，我们才不会中你的圈套。哥，别废话，让他尝尝雷火剑灵的厉害。诸神夺灵！这招式，你是东元府主通缉的乾坤剑神？怎么可能？我花了1000余年时间才修炼至2重，他居然只用了20年。我们的确不是你的对手，但外面想杀你的人有很多，你没几天好日子了。哼，你们走得了吗？哼，别白费力气了，你就等着被通元府主追杀吧。放心，我的神念印记会牢牢跟着你。看在相识一场的份上，我会为你收尸的。不劳费心，2位先起吧。2个神级，这怎么可能？不好！哼，两极阴阳。快来救我！方阳是前。
段兄，你听到顾兄的传音了吗？我已经去他们所在的通道看过了，没人。我能感应到他们在很远的地方。不是说好一起在附近修炼？他们俩怎么会跑这么远？去看看。死了有一段时间，看来他是在用传音符的时候遭到致命一击。有防御阵盘在，还能落得如此下场，可见对方至少是顶尖四重天神的实力。这里仅出产下品神元石，通常只有低阶天神出没，怎么会出现四重天神？世事无常啊。不过传音符中提到了方阳，或许他知道些什么。先前顾兄极力排斥方阳，后来又单独跑来找他，好生奇怪。而且路途遥远，他们是如何精准找到方阳的？会不会太巧了些？只有一种可能，他们之前便在方阳身上留下了神念印记，特意背着我们行动，难不成是看中了方阳身上的上品神剑？但是方阳只是2重天神，如何能做到以一敌二啊？上品神剑都能拿到，说不定还有其他更强的后手。是这个理，顾兄也真是杀人夺宝却遭反杀，这不是咎由自取吗？唉，不管他们是不是咎由自取，这件事我们不能毫无作为，必须知会顾家一声。不错，毕竟他们和我们同行一场。对了，段兄打算回千柳城亲自告知吗？不成4重天神，我绝不回去。直接给顾家送飞剑传书吧。好，报完信，我们继续找神元石修炼。他俩一死，可能会引来顾家的中阶天神，我必须暂避锋芒。现在，我身上7000多块下品神元石，足够闭关10年。地底矿窟绵延数千里，通道众多，他们肯定想不到我还敢继续留在这儿。方兄，我被4重天妖黑水玄蟒所困，请来相救。这里有神药。鲁探是那几个人中最和善的一个，估计实在无计可施才会向我求援。接近2万岁的地元星莲，好东西呀！此物能助人破境吗？1万年份的神药可助低阶天神破境，2万年以上的可助中阶天神破境。这条玄蟒已达4重天妖圆满，它守在这里，肯定是为了等地元星莲彻底成熟后再吃，好一举突破5重天妖。方兄，这厮甚是厉害，当心啊！区2重天神也敢来本座洞府，还不快滚！离开可以，先放了我朋友。这天高地厚的小子，你没资格和本座谈条件。
心疗伤，剩下的交给我。多谢风兄。卑鄙的人类！本座发现这株神药已有800余载，所有意图染指者都得死。本座的玄嘉明强如中品神兵，哪怕是4重天神，也只有死路一条。天地乾坤！小贼，你实力不差，但还是太虚。本座倒要看看你能坚持多久。天杀诸神！没想到方兄的实力竟如此强劲，难怪能以1敌2，打败顾氏兄妹。小贼，你惹怒我了！久战对我不利，必须速战速决。两极阴阳，诸神夺灵，怎么可能？哼！可恶！该死的人类，我记住你了。一元星莲本就是无主之物，能者得之，不用太多负担。不错，修行路上充满变数，竞争残酷是常有的事。对了，这东西还差10天就能成就2万年份，现在不能服用。10天？我一直以为你是依靠外人之手打败顾氏兄妹，如今想想，倒是错得离谱。虽然他们作恶在前，但我起初并不想杀他们，只可惜他们不领情，还要集合更多力量追杀我，我也是无奈不得之。更多力量，是指通元府主吗？你既已知道我的身份，打算向欧龙岩报信吗？你对我和青台有救命之恩，我不可能恩将仇报。我果然没看错人，不枉豪赌一次。不过，等那条黑水玄蟒回过神来，估计也能凭招式猜出你的身份。我明白，依鲁兄看，如果欧龙岩得知消息，派人来此，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最快也要半个月以上，甚至更久。那就好，别放松警惕。还有另一件事值得忧心。什么事？千柳城离这很近，你抢神药一事，一旦传出去，周围大城的中阶天神很可能都会过来争夺。他们来这里，只需要3、4天时间。 4重、5重天神，还能用2阴阳剑阵等等。万一碰到6重天神，根本没胜算。看来得想个办法，把地元星莲藏起来。对了，段雷兄没跟你们一起吗？我们一起来的，只是段兄过于兴奋轻敌了，被突然杀出的黑水玄蟒一口吞了。唉，想当初，我们5人何等意气风发，如今却只剩下我们2个。如果不是你出手相救， 恐怕我们俩也要一命呜呼。修行之路本就是逆天而行，达到常人无法企及的高度。2位不必感伤，未来的路很长，打起精神向前看才是。嗯。
你把地缘心莲挪走了？非也，藏匿而已。如此一来，就不用担心有人争抢了。方兄好手段。二位，在下有个不情之请，在地缘心莲成熟前，还请二位留在此地休养。没问题，反正在哪里修炼都一样。多谢二位体恤。陆兄，你可知镇元剑宗？哦，自然知道。天荒界的大势力分为3殿10宫，3殿就是死灵殿、真魔殿和炎荒殿，他们都是神王势力，在天荒界至高无上。3殿之外便是10大宗门，镇渊剑宗就是其一。那镇渊剑宗实力如何？具体不清楚，但能名列10大宗门，门内至少有1名神孽境7重的尊者。听说镇渊剑宗在南部的镇剑域，不知离此地有多远？若要前往，有何渠道？那可远了，镇剑域距离我们雷荒域中间隔着3大域界呢。具体有多远？1域之地，方圆100万里。更何况3大域界，天神御剑飞行起码得好几年。果然很远，就没有更快的方式吗？比如传送阵？传送阵可不是一般人能用的，只有某些府城中才有，而且开启传送阵需要消耗的神元石极多。倘若传送距离超过100万里，还要使用品质更高的神晶石。神晶石，我可一块都没有。眼下也只能好好修炼，尽快突破3重境。等雷主秘境开启，拿到水火本源神石，练成本命神剑，再去镇元剑宗发展。只要到了剑宗范围，以我镇元神王传人的身份，应当能在那里安心修炼至真神。到时候就能前往天剑界和水寒团聚了。飞往镇元剑宗走什么路线？都要经过哪些界域？首先从雷荒域一路向东，进入百山域后，再继续向东，穿过百穴岩域抵玄剑域，在玄剑域内转东北方向一直走，就能到镇渊剑宗所在的镇剑域。中途经过多少府城城池，就不得而知了。原来如此。话说血神宗的势力范围包括哪些？雷荒域、百山域、血岩域是南3域，还有上3域和中4域，共10域。这么大，那镇元剑宗有多少？只有6域。为何差这么多？本来镇渊剑宗在第1任宗主成就神王后，实力堪比3大殿，但那位神王鲜少露面，久而久之，剑宗的势力就逐渐没落了。不过，只要那位神王不陨落，剑宗始终能保证一定的威慑力。要飞往镇元剑宗，必会经过血神宗的势力。欧龙岩还好，如果那位血翼真神亲自追踪，恐怕……眼下我只有1个人，实力再强，终究单薄。不如再了解下传送阵，看看别的路子。陆兄，距离最近的府城中哪里有传送阵？通元府。啊。除了通元府，还有其他较近的传送阵吗？有，10万里之外的紫血府，不过他也在血神宗势力，并且有9重天神坐镇。紫血府总比通元府好，等凑足了神晶石，或可一试。奇怪，药香怎么越来越淡了？不会走错方向了吧？那儿有个地底洞厅，过去看看。鲁汉，你怎么在这儿？段雷呢？没跟你们一起吗？不关你的事。
关不关我的事，你说的可算。梁坤，你想干嘛？当然是要痛打落水狗喽！哼，是他，那个二重天神。快走！风兄，他们为何如此怕你？可能是前段时间因为神元石的事教训了好几波争强者，他们便在其内吧。怎么了？是熟人？他们是顾家的4重天神，顾立农和顾雨生。你就是方阳？不错。敢杀我顾家天神，你这是找死！本座今日定要剐了你，以为贱民贱额的在天之灵。此事有诸多误会，顾建明兄妹杀人夺宝在先，方兄出于自卫，不得已才。罗泰，少跟我扯这些，不管谁对谁错，这小子今天必须死。不错，一个2重天神，能有什么宝物值得顾建明他们拿命去拼？都是一丘之貉，说不通就不要浪费口舌了。如果你们非要走顾建明和顾建娥的老路，我不介意陪你们玩玩。如此神兵，在你身上只会暴殄天物。顾建明做得对，你的确没资格拥有此剑。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赶紧离开，别在这碍我的眼。敢在4重天神面前嚣张，真是不知死活！废话少说，杀了他！哼！暴雷，烈炎，愚蠢至极！二位能有此等修为，何其不易！没必要与我生死相拼，即可离开，恩怨两消。少在那惺惺作态！我俩未尽全力，成王败寇还不一定呢。用雷火剑连，让他死无葬身之地！他们声势虽大，真实实力却和黑水玄蟒相当，不必冒险多人见证。诸神夺灵！你是30年前被通元府攻击的乾坤剑神。啊！卑鄙！什么4重天神，也不过如此嘛。就是啊，连一个2重天神都打不过，还大家族呢！该死的方阳，今天不杀你，誓不为人！哎呦！不好，他们要用禁术。短短30年，就从1重境突破到2重境，这也太逆天了！而且仅凭2重修为，就能越级斩杀2个4重天神，将来定能成为天骄榜第1。他得罪了血翼真神，能不能活到那时候还另说呢。方兄，我与顾家有些交情，可否为2人收尸？请便。有了这一遭，
顾家下次再有人来，估计就是老祖顾云深亲临了。他是五重天神。我明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挡不住就跑。对了，鲁修，我刚才听那些人提到天骄榜，是什么意思？天界每隔100年就会举办一场1000岁之下天骄都能参与的大战，决定实力排名。哦，所有1000岁之下的天骄都参加吗？不过天骄宝最终只会收录72位天骄的名字。除了排名，有没有实质性的好处？当然，排名前10者能登上天骄山巅修炼10年，100年之内必能突破真神。有意思。若能夺得第1，还能进入天骄领域修炼，将来至少都是真神3重的神君强者。神君也是真神吗？不错，算是真神的细分类别。前3孽是真神，中3孽尊称为神君，第7孽是尊者，往后2孽相当于神王。天骄山是本源山，天骄领域就是本源之地。我曾在那里拿到了血之本源神石，我的火之本源神石也出自那里。其他建筑亦是。原来如此，看来这个天骄榜很有必要参加一下。方阳小贼，你连杀4位顾家天神，居然还敢大摇大摆坐在这里，当真目中无人？哼！你就是顾家老祖？不错，我就是顾家老祖顾云生。乾坤剑神，我顾家与你无冤无仇，为何要下此狠手？下狠手？顾建明兄妹贪图我的上品神剑，对我痛下杀手。顾立农和顾雨生打着为他们报仇的幌子，也想夺我的神剑，我不过自卫而已，怎么倒成了施害者呢？还是说你们顾家的行事风格就是如此，只许你们杀别人，不许别人自保？抛去起因不谈，只说结果。顾家损失了4位天神，是近万年来的耻辱，你必须给予相应补偿，否则顾家定会与你不死不休。你想怎么赔偿？交出2柄上品神剑，这场仇怨一笔勾销。说到底，人命在你们眼中终究不值一提。上品神剑就在我手中，有本事自己来拿。老夫堂堂5重天神，根本不屑跟你斗。这样吧，你只要交出1柄，我们立马走。哼，我的东西你没资格支配，也休想抢到手。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当真以为老夫斩不了你吗？以老祖的实力，杀你如宰鸡屠狗，易如反掌。就是，天大的恩赐你不要，偏要找死。明明是强盗，却非要装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看着就恶心。是中品神剑吞雷，方兄小心！小贼，你太不识抬举了！今天老夫定会用吞雷取你项上人头！这就是5重天神的实力吗？诸神夺灵！好可怕的合击剑技，居然丝毫不逊于5重天神的剑域威压！暴雷天惊！这就是你杀害顾立农他们所用的合击剑技，的确很精妙。只可惜你实力不足，光凭这招毫无胜算。乾坤剑神，你成功引起了老夫的兴趣。
还有什么底牌，尽管亮出来吧。看来只能都能见这一幕了。2个方阳，这怎么可能？这是你的元神，元神离体，肉身便会失去生命之本。他疯了吗？倘若在战斗中毁去肉身，就只有形神俱灭一个下场。他这是在自杀。不错，这就是我的元神。不是想看我的底牌吗？马上就能如你所愿。元神离体，肉身竟然还有意识，你是如何做到的？哼，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你看不出，只能怪自己见识太短。哼，虚张声势，无论耍什么花样，都不能改变败亡结局。雷剑风暴，两仪阴阳，杀！雷剑风暴。该结束了。过清烈用烈影，火之剑莲，雷之剑莲。剑阵再强，在你手上也不过尔尔。既然没有和解的可能，老夫今日必斩你！哼哼，老祖，此子身上定有天大机缘。除了那2柄上品神剑，说不定还有更多宝贝。不如将其囚禁，慢慢挖出他身上的秘密。哼！若方兄落败，世上将少一名拥有神王之姿的骄子。可惜我的实力低微。夫君无需气馁，说不定方兄还有后手。今日之战，不是他死就是我亡。既然躲不掉，那就拼了！这是2柄真神剑，一起上，杀了他！两仪阴阳，停手！顾家愿出万颗神元石，化解恩怨。去死吧！你们无药可救！哼，留着你也只会继续危害四方。我从未
招惹你们，非要赶着送死，管不得任何人。谁也不许走！在我离开之前，谁都不能出去传递消息。违者，杀无赦。啊。就是这里。诸位，可曾见过顾家老主顾云生？他是顾家4重天神，顾宇阳。哦，既然来了，就在这等着吧。我什么时候离开了，你才能走。如若不然，我不介意送你和他们团聚。你是乾坤剑神？你把老祖怎么了？他们逼杀在前，我屡次退让都无济于事，结果显而易见。这怎么可能？宇阳兄，接受现实吧。若再执迷不悟，等于玩火自焚。区区2重天神，如何难？难不成他有什么了不得的底牌？连宇阳都没了消息，怪，太怪了，一定出大事了。去。短短30年，他就突破2重天神，越级斩杀5重天神，这可能吗？想来乾坤剑神失踪的这几年得了不少机缘，不管他如何厉害，在小神手中依旧翻不了天。大人，小神这就去千柳城擒住此僚。眼下血翼真神忙着指导血雄公子修炼，无暇顾及我等。只有趁此机会将此事办妥，才能将功补过。倘若血翼真神高兴，还会落下赏赐，到时候少不了你的份儿。小神定不辱使命。2万年份的神药。2位，就此别过，有缘再见。方兄救命之恩，我等莫齿难忘。祝方兄前程似锦，将来定能问鼎神王。借你吉言，在下先行一步。距离虚弱收气还有30年时间，正好适合闭关。他们迟早追来，不如……目前得到的消息便是如此。前段时间见顾云生还神采奕奕，却不想他会栽在一个2重天神手中。你确定乾坤剑神只有2重修为，没有任何隐藏？我问过在场其余天神，
确定他只有2重修为？他拿到了2万年份的地元心灵，恐怕过不了多久，就能晋升3重天神。大人放心，我在他身上留下了神念印记，行踪尽在掌握。地元心莲，如果情况属实，乾坤剑神手中还有2柄真神剑，只要抓住他，这些宝物都是本座的囊中物。如此甚好，出发。在那边。消失了。那是禁地，死亡雷域。现在不到开启的时候，神王都进不去。本座去外围瞧瞧，你先回顾家调派人手，以地底矿窟为中心搜寻，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是。上当了！2柄真神剑，外加2万年份的神药，必须尽早铲除此子，永绝后患。拜见府主大人。乾坤剑神的事，你们都知道了吗？知道，不过区区2重天神就出动我们4大金刚，会不会小题大做？哼，你们见过哪个1重天神仅用30年时间就突破2重？又有哪个2重天神能越级斩杀一位5重天神和多位4重天神？乾坤剑神不是一般人，不可轻视。你们4人各带1万神符位，去千柳城协助杨凡抓人。是。眼下，我虽已突破至3重后期，但中品神元石却所剩无几。这些神元石足够维持阵法20年，不急。更何况我那秘境中有不少神晶，比神元石好100倍。到了虚弱周期，都是你的。雷闪剑主，除了水火元石和神晶，秘境中还有没有别的宝物？时间太久，记不清了。对了，我先传递一门对雷电抗性极大的体术。元磁雷体那是什么？练成它，你不但能在神雷中穿行，还能吸收其力量，使修炼事半功倍。多谢前辈。等下血熊上山来了，都给我机灵点！谁若敢冲撞，休怪我辣手无情！通元府府主欧龙岩，携1众部下，拜见血熊上神。
欧府主有礼了。恭贺血熊上神夺得天骄榜16，要我血神宗天威。等下次天骄战，您定能进入前10，去天骄山修炼。到时候突破真神指日可待啊！那就借你吉言了。敢问血熊上神此次前来，可是为了乾坤剑神一事啊？一个蝼蚁如何值得本神花费大量神金传到这里兴师问罪？欧府主未免也太高看他了。本神最近得了一篇极为厉害的雷法，听说死亡雷域即将开启，若能进入修炼，将大有益处。原来如此，距离死亡雷域开启还有3天，在此之前，我会为您安排好一切。天神，别紧张，他发现不了你。恭迎府主大人、巡抚使大人。这位是血翼真神之子，天骄榜排名16的血熊上神。拜见血熊上神。本座不喜打扰，东元府的人跟着进去就行了，其他人禁止入内。血熊上神放心，小神定会守好入口，不让任何人进去。你们什么意思？我家血熊上神和同源府府主正在里面修炼，闲杂人等不得入内。死亡雷域又不是你们的，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就是，里面空间那么大，雷元气那么充足，他们几个又吸收不了。不让进就是不让进。你们想得罪血熊上神，也要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我就不信他们能一直待着不出来。咱们去旁边等。算算时间，他们应该走远了。坐以待毙只会错失良机，不如搏一把。乾坤剑神。本座找了你30年都不见踪影，今天居然主动送上门了。我没记错的话，他上次现身还是2重天神，现在竟然到3重了。在这个节骨眼儿，只怕来者不善呢。元罗山一别，至今一甲子，有些账也该算算了。靠神药硬拔的修为，也配跟本座算账？谁给你的胆子？多年不见，你似乎没什么成绩。少逞口舌之快，一起上！你，回去啊！血影流光。血光魔影，
一群废物！通天血手，诸神夺灵！你也不过如此。一元分神，哼，故弄玄虚。亮起心阳。若是普通6重天神，还真难挡住你这一击。可惜，你的对手是我。区3重，能扛这么久已是不易。若继续成长下去，前途无量。奈何运气不好，偏偏遇上这号狠人。唉，好事越久越不利。你果然有真神剑，死吧！怎么可能？不能死在这儿！就这么放他进去，会不会？哼，杨凡大人都打不过，你我能难住吗？血熊上神和府主大人都在里面，任他再厉害，也只有死路一条。还敢闯进来，当真不知死活！哼，跑得挺快。我的原磁雷体刚练成，正好可以借此处环境提升一下。接下来听我指令移动，万不可出错。明白。向左前23度，前进6尺。安心修炼，等你的原磁雷体提升一个层次，才有把握进入核心区。府主大人。乾坤剑神现身，已经杀进死亡雷域了。杀进雷域，你们交过手？我不敌他，所以逃进来了。没想到他穷追不舍。可见根本没把府主您放在眼里啊！
好一个乾坤剑神！本座倒要瞧瞧他究竟有多狂。奇怪，怎么不见了？出去看看。乾坤剑神可曾离开？啊，回禀府主大人，他跟随杨凡大人进去后，再没出来过。怎么可能？安全区域有限，四周都是禁地，他总不能凭空消失吧？很可能躲在某个小通道里。所有人给我仔细的查，就算掘地3尺，也要把他挖出来。是。没有找到乾坤剑神。解决了。欧某惭愧，无论怎么找，始终不见踪影。一个低阶天神，至于这么大费周章吗？不过，他毕竟得罪了父神大人，既然遇上，便不能放过。本座索性亲自陪你们走一趟吧。有血雄上神亲自出马，那厮定能手到擒来。这是血影追魂杀，纵然藏得再隐秘，也休想躲追魂杀的追踪。你去守着入口，千万别让那厮逃出去。是。不可能吧？乾坤剑神在雷霆区域。毫无反应，莫不是灰飞烟灭了？这种死法也太便宜他了。既然乾坤剑神已死，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只有他好技术，才能练成雷渊万磁剑体、狂雷神剑经和劲雷剑法。坚持住！原磁雷体修成，你现在能去核心区域拿水火原石了。不过，你需要从安全区域尽头的入口走，穿越那里便能直接抵达雷海。欧龙岩他们貌似就在那边，我过去岂不是羊入虎口？嗨，怕什么？那边通道众多，只要你速度够快，他们也拿你没辙。出发吧，按我指令移动。乾坤剑神，是乾坤剑神！
拿命来！扬！阳极阴阳！右前33度，进9尺。右前24度，进7尺。他竟然能在里面穿梭无阻，怎么可能？原来他知晓雷击规律，难怪之前找不到。看来他身上有大秘。接下来怎么办？雷狱总有关闭之时，我们只要守住入口，他就插翅难逃。你们所有人都去入口待着，若让乾坤剑神跑了，本座绝不轻饶。是。岁月匆匆啊，记得上次来这里已是2个纪元前的事了。这声音怎的如此奇怪？听着就像有人打了个喷嚏。老王八，别睡，有人来了。这地方怎么会来人？你可别骗我！你不信就自己感应。总之，赶紧换电。去左前方最高的山峰，那里有我开辟的洞府。难不成之前真有人在这儿？此事古怪，你快进洞府看看，东西还在不在？运转原子雷体，用雷电之力激发上面的阵纹，然后用力往右推。是神元乳液。你可真走运啊！神元乳液是可遇不可求的宝物。不错，神元乳液的数量比神药都少，而且需要在灵气充沛之地，常年累月积攒才可能出现。这么多神元乳液，够你突破4重甚至5重都有希望。成为5重天神，再配合2阴阴阳剑阵，足以对抗8重强者。不急，先去拿水火原石。这是神元界，水火原石和神经全在里面。这就是水火原石。好强的力量，我的神念竟无法触及。往后有的是时间，把神元界带上。先去吸收神元乳液，提升修为。这是神雷禁符，能释放类似雷霆区域的雷击。当年随手放的，差点忘了它。千万别用雷元气激发，若是轰到自己，必将灰飞烟灭。小小符纸，居然如此厉害！再厉害也得击中了才有用。多谢前辈馈赠，有了这些宝物，传送至镇元剑宗一事指日可待。玄寒，我一定会尽快与你相见的。
如今我的修为达到5重中期，接下来该炼制本命神剑了。用我教你的火属性功法天炎真火剑体，先炼化火原石。好。无论面对何种困难，都不能轻言放弃。不错，能用这么短时间炼制出2柄本命神剑，你很有天赋。如果不是前辈们慷慨解囊，晚辈也不会有如此机缘。你倒是感恩。好了，雷主秘境即将关闭，此地不宜久留，离开吧。谢兄上神。乾坤剑神可有出来？入口马上就要关了，我就不信他还能住里面。上神放心，我们这么多人布下天罗地网，只要他敢现身，绝对逃不了。本座没那么多耐心跟他耗，你们继续等，我先回同源府修炼。旭雄上神，这乾坤剑神一直不出来，该如何是好？总不能干等着吧？到时候本座自会让你们离开，在此之前，谁也不许偷懒。佛主，咱们……我知道你想说什么，谁让人家生得好，有个厉害的爹呢？这次抓不到你，本府誓不为人。也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乾坤剑神，你终于舍得出来了，让我们好等。由4大金刚出手，你今天插翅也难逃。旭雄不在，哼，我为何要逃？我们素不相识，无冤无仇，但你屡次刁难于我。这是何故？哼！先前我念你有命在身，不做计较，可现在再敢挡路，休怪我无情！乾坤剑神，你太猖狂了！难不成他还有一张万里无踪符？不可能，万里无踪符可遇不可求，哪有这么好的事？无需废话，拿下他再说。7重天神的神域之力也不过如此，短短10年，竟连破2境了。你在死亡雷域究竟得了什么机缘？一些神元乳液而已。知道怕就赶紧退，否则只会得不偿失。刚才是我大意了，这一次你必败。龙虎剑印。
无巨龙盘。放肆！五行神雷！无极神风！烈焰神火！哟！撤！天地乾坤！再这样下去，太浪费时间。哼，故弄玄虚。别再留手了，都拿出杀手锏！泉水神雷，离火神雷！3个七重天神的全力一击，量他再厉害，也绝不是对手。不错，此击过后，乾坤剑神不死也惨。两仪阴阳。什么？难怪你在3重时就能力战6重巅峰的杨凡，可惜啊，你这阵法虽强，但不够精妙。面对普通的8重天神尚可一战，面对本府却毫无胜算。你怎么知我没有其他底牌？你想赌吗？或者说你敢赌吗？你我并无交集，没必要生死相逼。最后一次机会，只要你肯将通元府的传送阵借我，过往种种一笔勾销，如何？他真有底牌，还是故意诈我？若放他离开，不仅无法向血翼真神交代，还会颜面尽失。单凭几句话就想从本府手中逃脱，未免痴心妄想。血神雷罡手，那可怪不得我了。从今往后，2柄真神剑就归本府了。乾坤剑神，你果然在虚张声势。是时候动用本命神剑了。用真神剑都打不过本府，换上2柄中品神剑有用吗？哈哈哈，这厮分明傻了。府主大人，快让他清醒清醒吧！愚蠢至极。2仪阴阳。
可能，这不可能！哼，冥顽不灵。血神雷罡咒！都愣着干嘛？快上啊！没用的东西，乾坤剑神不死，你们都得受罚！敢违逆本府，想造反吗？对待手下尚且如此，可见偏玉有多仗势欺人。你无药可救。退，快退！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别急着走，把他怀里的空间袋拿来。果然有不少宝物，好好收着，就当屡次追杀你的补偿了。有足够的神界，是时候去通元府的传送大阵了。没有本座的命令就擅自回来，看来你们已经拿下乾坤剑神了。我等有罪，求上神宽恕。怎么，又让他跑了？我们不敌乾坤剑神，甚至连府主大人也命丧他手。什么？欧龙岩死了？乾坤剑神又得奇遇，现象已经突破5重，而且他有2把中品神剑，十分诡异。明明品阶不高，威力却极其骇人。上神明鉴，并非我等不用心，而是乾坤剑神太强，所以……够了！吩咐下去，动员所有力量搜捕乾坤剑神，本座要亲手斩了他。其实不用这么麻烦。此话怎讲？乾坤剑神曾向府主借传送阵一用，但府主没答应，可见他一定会来。既然如此，本座倒要好好准备送他一程。乾坤剑神，我们终于见面了。血勇，你居然还在？你认识本座？当然，奉劝你一句，马上让开，不然后果自负。好大的口气！区区5重也敢在9重天神面前叫嚣？原本你这种货色根本犯不着让本座出手。可惜，你偏要自讨苦吃。放心，本座会赐你一个痛快，想怎么死自己选吧。哼，你们这些人好生奇怪，为了一点小事，对陌生人喊打喊杀，很闲吗？蝼蚁怎能理解强者的尊严？就算将你千刀万剐也不为过。你和欧龙岩一样，无药可救。2阴阳剑阵目前挡不住9重天神，
未经之剑只能动有净符。现在知道怕晚了。什么东西？幸亏剑神饶命！幸亏剑神饶命！想活命就赶紧滚！地图上没有具体距离，所需取个中间值。镇渊剑宗，我来了！云中浪，你毁了那么多师姐师妹的清白，这一次我必斩你！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他们在我飞天神浪怀里，别提有多快了。死到临头还敢猖狂！你。小美人儿，你上当了！你竟是神灭境真神！早在数百年前，本座就突破了神灭境，隐藏修为，不过为了方便行事。小凤碧想杀我，你还差得远。我真是做了什么？自然是撒了点儿让人快活到死的东西。卑鄙！万里无踪符，真是暴殄天物。人呢？差点就得手了，谁知道他手上有万里无踪符，所以合欢伞下了吗？可恶！辛辛苦苦策划的英雄救美，就这么便宜别人了。寒衣公子，您也知道万里无踪符的作用非我能控制，以后别让我再看见了，否则定取你性命，向宗门交差。多谢公子高抬贵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别碰我，不然杀了你！这女人好奇怪。他中了合欢伞，非天神可压制，
你小子有福喽！前辈莫要说笑，我已成婚，断不能做不义之事。很好，没有趁人之危，我们果然没看错你。各位前辈，可有办法为其驱毒？我有一门换血大法，需借用你的神血，将毒血逼出体外。我的青木驱毒术也能做到，但你的修为才5重，驾驭起来有风险。不如用我的水源冰心术吧，可筑基清醒，再凭自身力量驱毒。那就水源冰心术吧。不管你是谁，离我远点儿！我帮你冷却心火。现在你可以自行驱毒了。多谢。姑娘年纪轻轻，便是9重天神，想必出自大宗门。实不相瞒，我是镇渊剑宗内门大弟子萧凤碧。不知公子如何称呼？在下吕阳，来自剑域大陆，正要前往镇渊剑宗。剑域大陆，那里似乎是祖师的老家。不错，我便是镇渊祖师的后人。你真的见过祖师？临分别时，他传授了我一门神级剑术秘籍——天煞诸神。还请阁下施展此技，若为真，我亲自带你回宗门。好。当真是天煞诸神。既然都是剑宗弟子，你便随我回去吧。多谢萧姑娘。算起来，你应该叫我师姐。多谢萧师姐。你带来了祖师在世的好消息，想必宗主他们会很开心。祖师曾说，现任宗主和副宗主都是他的弟子，一个叫韩世成，一个叫厉飞仙。不过7000年前，厉宗主踏入神尊境，已经升任宗主，韩宗主现在是副宗主。韩世成的宗主之位不是祖师钦定吗？这都能改？